前世大姨子欠下巨款求我拉帮套，而我却见死不救，一命堂官，导致怀孕妻子意外流产。直到家人找过来才知道，妻子的身份竟然是富家千金。你这个畜生，竟然害死我大姐和我二姐肚子里的孩子，给我去死！一时弥留之际，看着妻子无比复杂的眼神，我后悔了。如果能重活一世，林希月，我好想对你说声对不起。阿杰，快醒醒！求求你，快救救姐姐吧！明知道叫醒眼前的男人会遭到虐待，可林希月为了姐姐，不得不以身犯险。随着身子猛然一抖，男人缓缓坐起身来。阿杰，求求你了！那些人知道姐姐是黄花大闺女，想要抢走姐姐，害她男人的欠债。姐妹俩是逃荒来的李家村，村长看着姐妹俩可怜，就给她俩找了个婆家。姐姐林希雪嫁给了村里的猎户，可那猎户因为先天不行，讨不到老婆，还为了治这个病欠了不少外债。而妹妹林希月则是嫁给了村里最穷的李清杰，男人抽烟酗酒，每天不是挨打就是挨骂。不过在那个年代，能有口饭吃就已经很不错了。完美人生系统绑定成功。鉴于宿主上一世太过混蛋，扣除新手大礼包并觉醒当前唯一功能，给林希月和林希雪一切花费将有1倍到100倍的概率翻倍返还。系统的一系列提示音响起，李清杰这才回过神来，看着眼前怀孕的妻子跪在地上的模样，心中就像被狠狠抽了一下，赶紧起身把她扶了起来。阿杰，你打我吧，只要能救姐姐，打死我也可以。听到这话，李清杰心痛的几乎不能呼吸。上一世的自己该有多么混蛋！希月，你先坐下，坐下，我们慢慢说。越想的巴掌没有落下，林希月明显有些害怕。前天那要债的找上门，说今天。李清杰听着妻子的描述，回想起上一世做的混蛋事，同样的一个醉酒下午，妻子为了大姨子拼命把他叫醒，阿杰袖手不管不说，还把妻子一顿毒打。大姨子那边投河自尽，香消玉损。妻子得知消息后伤心欲绝，导致流产。当时的混蛋李清杰还觉得流产最好，买奶粉的钱省下来拿来买酒，这哪里是混蛋，简直畜生不如啊！希月，咱家现在还有多少钱？林希月一颗心立马紧张起来，她害怕这个男人又在想办法骗家里钱，要是那样的话，姐姐就真的没救了。看着妻子防备的眼神，李清杰立马就反应过来，自己不被信任。钱你拿着，咱们现在就去姨姐家，不管多少钱，先把问题解决了再说。要是去晚了，姨姐怕是真要跟人拼命了。听到李清杰这样说，林希月的眼神才好了些。老王啊，不是哥几个趁人之危，你也知道这年头水也不好过，让你媳妇跟哥几个进城住，不仅能还债，还能挣钱给你花呢。说话的是常年混在4、9城的逛蛋，也就是现在的混混。起初就是看上了老王有个漂亮媳妇，才答应借钱给他看病的。前段时间老王进山打猎受伤，现在只剩下半条命了，这不正好合了他的心意吗？挣到钱了，真的能拿回来吗？王军不仅没反抗，反倒被混混化的饼吊起了兴趣。我打1万个包票，只要嫂子愿意努力，你以后吃香喝辣都没问题。不要。嫂子别怕，哥几个又不是坏人，是带你去城里享福呢，说不定以后还能在大城市里落户，成为城里人呢。当时乡下人以为城里顿顿有肉吃，做梦都想当城里人。可林希雪不一样，她只知道自己的清白比命重要。要是这个男人再敢逼她，那就一起下地狱。就在林希雪准备拼命的时候，家的大门被踢开了。哟呵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杰少啊。都是混混。这几个人当然认识李清杰，只不过阿杰不仅没本事，还穷得叮当响，连他们几个都看不起他。怎么，知道你大姨子要去城里挣钱，你也想来分杯羹吗？你特么说话，给老子放干净点！上一世李清杰就混，哪怕面对3、4个都不带怂的。你特么跟谁老子呢？找死是不是？不怕死就来，老子反正烂命一条。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带不走林希雪。李清杰的架势还真把小混混唬住了，主要是他那1.8米的大高个，在这个时代还真不多见。李清杰，你也别跟哥几个玩狠的，这都是我们玩剩下的。无论如何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。欠多少钱？呵呵，好大的口气，一共138块，每月还款5块，你特么拿得出来吗？这个不需要你管，媳妇你那里有5块吗？虽然李清杰语气很硬气，但后半句话还是有些骚得慌。以前兜里有个子都去买酒了，都快当爸的人了，还拿不出1毛钱来。林希月摸摸索索了半天，才从身上凑了3块钱出来。这时候他也顾不上那么多了，还是先救姐姐要紧。这个月先还3块怎么样？剩下的钱一定不欠你们1分。白字黑字写着，今天就算是砸锅卖铁，也得凑齐5块钱，要不然。还是让希雪跟他们进城吧，不仅不用，再敢有这样的想法，老子把你牙敲掉！王军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李清杰厉声打断。自己媳妇让人家取恶，就算是上一世的混蛋，李清杰也不会这么做。快点拿2块钱出来，后面的钱老子还。兴许是害怕了，王军不敢胡搅蛮缠，抖抖嗖嗖的从裤裆里掏出2块钱来。李清杰一把拽过来，丢到了混混手里。下个月还是这个时候，提前准备好钱。放下一句狠话后，混混满脸不甘的走了。真特么见鬼了，这李清杰是不是马尿喝多了，像变了个人一样？李清杰，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？什么事？说吧。
李清洁正在想着起步的法子，被王军打断也没在意。你知道什么是拉帮套吗？我这辈子算是废了，现在多活一天算是赚一天。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由于太过震惊，李清洁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林希月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，大声拒绝王军的提议。她不知道自家男人今天是抽什么风，要是又变成以前那样笨，她实在不想让姐姐一起下地狱。小姨子，你就可怜可怜我。下个月要是还不上钱，那些人还不是要把吸血抢到城里去？我没别的要求，以后生的第一个孩子姓王就行。王军说完，刚才还情绪激动的林希月彻底沉默下来。是啊，那么多外债，让姐姐怎么还啊？可就算是同意王军说的，李清洁也还不上啊。让她花钱还行，这么多年就没往家里拿过1分钱。此事还要看你姐的想法，放心吧，希月，这钱一定能还上的。李清洁知道这事还得给王军和林希雪一点时间，于是拉着媳妇回了家。只可惜今天花的5块钱，没1分是自己攒的，所以没有触发系统奖励。李清洁的温柔对于林希月来说，就像做了一整天梦一般。直到入夜的时候，夫妻俩正要休息，就听到外面响起了敲门声。我去，这么晚了，谁呀？小山哥，敲门也是白瞎，那混蛋懒得要死，还能绝头不睡了跟咱进山吗？说话的是同村小伙李建军，跟着父亲学了一手好剑法。这年头想吃肉买是不可能的，那就得上山打。试一下没啥损失，那头野猪就凭咱们几个还差一点。李清洁他1.8米的大个子，要是也跟上，不仅安全，成功的可能也大大提高。大半夜的不睡觉，谁在敲门啊？你们几个想要干啥？李清洁想吃肉不？你们是想带我进山？李清洁可不认为这几个好心人能看他穷给他送肉吃，毕竟平时来往都少得可怜。我们几个没把握，所以叫上你一起，就算没成功，分你1只野鸡或者兔子。真是瞌睡了来枕头。李清洁一听就知道这是白手起家的机会，等我5分钟。李清洁拿了把柴刀别在腰上，媳妇，今晚你男人上山给你搞野猪肉吃。林希月一听急了，姐姐那名义上的男人不就是上山才丢了半条命吗？而且王军还是个老猎手。阿杰，能不能不要去？我不吃肉了好不好？自家男人好不容易有了变好的苗头，要是再出点意外，他和肚子里的孩子可怎么活？放心吧，希月，是守山建军叫我一起去，况且我们就去打一些野鸡、兔子之类的。晚上你一个人睡觉，把门锁好，等你男人回来，咱们再继续。一行人走了20里地，刚到山脚下，李清洁的呼吸明显加快了几分，白下了这1.8米的大个子，都让酒色给掏空了。不等他多想，李建军等人就锁定了猎物，关公搭箭，一气呵成。只听一声惨叫，兔子到手了。今天晚上月亮圆也看得清，大家尽量别发出声音惊动这些畜生。很明显，李守山是在提醒李清洁，队伍里只有他是个新手。等到月亮高高挂起的时候，小队已经猎了3只兔子、2只野鸡了，这些都是山上最常见的。说值钱也就那样，说不值钱它又是块肉。守山哥，今晚怕是找不到那头畜生。山上猎物逐年减少，老天爷这是不给我们活路啊！喝点水，吃点干粮吧，今晚不能就这么回去了。皇天不负苦心人，半个小时后，他们终于遇见了一只大型动物，长着巨大鹿角的公鹿。看体型的话，至少大几10公斤，目测大概50米的样子。李建军已经把手里的弓拉到了满弦，嗖的一声，箭头被鹿角等了一下，没有伤到要害。公鹿转身就跑，千钧一发之际，李清洁拔出柴刀，乾坤一掷，半米长的柴刀扎进了鹿屁股。李守山等人登时倒吸一股凉气，感觉身后一凉。这小子的力气还真特莫大啊，就是这准头，该不会是故意的吧？这次多亏李清洁了，要不然今晚真是要白跑一趟了。这怎么分？按照规矩，大家平分，值钱的玩意儿都是你的。这个分法还是很合理的。李清洁表示没意见。第2天一早，李清洁拿着分到的10多斤肉和半斤鹿血，拎着1只野鸡离开了村长家。回家的时候，10多斤鹿肉只剩下2斤多了，剩下的都和村民们换了粮食和鸡蛋，还有1斤野生鲫鱼。趁着希月睡着了，李清洁在厨房里忙活了1个小时，刚把鸡和鱼放锅里，就听到怡姐子的声音：他快不行了。李清洁，我就求你一件事，吸血就交给你了，生下的第1个儿子一定要姓王，名字你就看着办吧，早死早解脱。其实话还没说完，王军就彻底咽了气。放心吧，只要姐妹俩没意见，我答应你。生老病死本是常态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李清洁一样重来一次。好在昨天王军就跟希雪说好了，让他以后就跟着李清洁。林希月根本不会反对，他只是很心疼姐姐。将王军的后事草草处理之后，李清洁把林希雪接了回去。想开点吧，还怕我养不起你们姐妹俩吗？看，这就是你男人上山一晚的收获。这是哪里来的？山上还有粮食和鱼吗？昨天晚上打了一头鹿，鹿肉咱不能多吃，剩下的都跟乡亲们换了粮食。林希月的泪花都出来了，自家男人真是变了，肚子里的孩子和姐姐有活路了。哭啥媳妇？吃肉还不开心？你男人保证让你以后都过这样的日子。一整只鸡都给炖了，还有鱼。林希雪面对这种不会过日子的行为，还是提出了异议。听我的就行，相信你男人，只要消费在姐妹俩身上的就会翻倍返还，所以李清洁根本不带心疼的。
同时为姐妹俩花费物资，奖励6倍返还，白面24斤，大米6斤，野生鲫鱼6斤，豆腐3斤，鸡蛋12斤，野鸡6只，鹿肉12斤，已放置系统空间。虽然这只是个小小的开始，但李清洁已经看到了发财的希望。姐妹俩吃得香，可邻居们就不好受了，尤其是隔壁李婶，3个儿子真是最能吃的时候，家里的粮食都快要不够分了。小鸡炖蘑菇还有大米饭，谁家吃这么好了？还能是谁家？真不知道那小子踩了什么狗屎运。一提到这个，李强心里就不平衡，凭什么越是混蛋日子反而过得越舒坦？大哥，咱们也跟着守山哥上山呗，要是弄到一头野猪，天天吃肉都不打紧。李老三都快记不得上一次吃肉是啥时候了，日子都感觉没有奔头。真要有你说的那么容易，家家户户都不缺肉吃了。那野猪皮糙肉厚的，枪都打不穿。吃，咋不噎死他们？败家玩意儿，一顿把所有的肉都造光，我看他们下一顿吃屎。妈，听说那个王军没挺住走了，你去找他聊一聊，有没有改嫁的想法呗？李强这个算盘打得可算是妙啊！村里都知道王军从小就是个废物，要是能够接盘林希雪，不仅是个二婚，不用彩礼，还能讨到一个黄花大闺女。李婶的双眼都放光了，显然和儿子想到了一块。那丫头已经搬到李清洁家，你妈我现在就过去打探一下，要是能白捡一个漂亮儿媳妇，那才是占了大便宜。闻到肉味的不止李婶一家，隔壁的王寡妇家里也开始闹上了。要说李清洁以前那么混蛋，跟王寡妇的男人脱不开关系。不过前2年去城里找扮演门，东窗事发爱了花生米，丢下这孤儿寡母的艰难过活。妈，我想吃肉，都怪你那个死鬼老爹，想吃来啃你妈胳膊来。为什么别人家都有爹还有肉吃，就我没有？听到儿子哭，王寡妇也是伤心，日子都过不下去了，让他上哪弄肉去？要是让他去李清洁家要肉，他实在拉不下脸。娘，我好想爹啊！要是爹在的话，肯定会想办法给我弄肉吃的。别哭了，我的孩儿啊，妈现在就给你要肉去。王寡妇安慰了自己2句，还是一咬牙走出了门，却没想到有人已经抢先了。哎呦，我咋说闻着这么香呢？合着这一下子烧了3个肉菜呀？怎么，你们有事啊？阿杰啊，李婶跟你商量个事呗。他也没废话，直接把目的说了出来。不过听他的语气，好像林希雪改嫁给他家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一样。哦，真的，我最近还为这事头疼呢，没想到李婶要帮我解决这个麻烦啊！一听他这么说，李婶心里顿时稳了。林希月却是立马皱起了眉头，连忙示意自己男人不要答应。林希雪此时也是失望至极，难道她的命就这么苦，只能任人摆布吗？那可太好了，既然是2婚，就没那么多规矩了。今天晚上就跟我儿子洞房。等等，李婶，还有一件事没跟你说呢。你也知道王军欠了一屁股债，他人没了，自然就算在吸血身上。那吸血要是给了你儿子，这133块钱就得由你家还了。那是王军欠的钱，凭什么让我们家来还？133块钱把李婶吓了一跳，1斤肉才8毛呢，133块钱就算村长家也拿不出来，而且债主还是城里的混混，他一个乡下的哪里敢招惹？你跟我说没用啊，你得去跟债主说才行。所以我才说感谢李婶帮我忙呢，解决这么大一个麻烦，要不是他是我大姨子，我才懒得管呢。姐妹俩这才明白自家男人是在以退为进呢。吸血也是聪明，当即就站起了身。妈，我现在就跟您回去，我也不忍心拖累妹妹。别叫我妈，我可不是你妈。吸血一声妈，差点把李婶的尿都吓出来，头也不回的溜走了。烦人的李婶解决了，剩下的就是这个俏寡妇了。要说前世跟着她男人混，还不就是惦记上了嫂子？倒也不是王寡妇比自己媳妇好看，纯的就是贱的。西月妹子啊，姐姐上门其实有个不情之请。王寡妇脸都憋红了，实在是有些难以启齿。更何况林希月恨死他们一家了，要不是她男人，李清洁会变成那副鬼模样吗？对不起，西月妹子。王寡妇见林希月不说话，要肉的事也不好再提了。她知道林希月为什么恨她。你等等，肉是我男人打回来的，你问他吧。媳妇，你做主就好。李清洁迅速的把皮球踢了回球，这事他还真不好做主，不是肉的事，要是给的话，很难不让人怀疑他的动机。林希月没再说什么，直接将剩下的那点小鸡炖蘑菇端给了王寡妇。西月妹子，是姐姐对不起你，都过去了，快拿回去给孩子吃吧。西月不想再扯这些，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，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。渣男重生救下姐妹花，没想到自家媳妇被人惦记上了，还好他凭借上一世的记忆，给对方来了个以牙还牙。阿杰，你真觉得姐姐是负担吗？吃过饭，林希雪去洗碗了。希月有身孕想帮忙，姐姐不让。你觉得那媳妇，你男人疼你们姐妹俩都来不及呢。刚才故意那样说，就是担心村里人拿你们姐妹俩说事。有了李婶这么一出，村子里就再也闹不起来了。那133块钱咋办？咱家现在1分钱都没有。放心吧，媳妇，你男人要是这件事都解决不了，还怎么照顾你们姐妹俩？且不说系统了，就姐妹俩这身价，根本就不用担心这点小钱。联想到姐妹俩身后的林家，李清洁不由一阵后怕。虽然这一事挽救了大姨子，可林家家大业大的，到时候能看上他这个穷小子吗？要知道这2个女儿都被他霍霍了，岂不是又要落个被打死的下场？李清洁暗暗发誓，一定要趁林家找来之前，发展壮大到可以和林家掰手腕的实力。媳妇，怎么好像还有点事没办完吧？别啊，这还大白天呢。再说了，姐姐还在。
李清洁在家没？熟悉的声音听得林希月眉头一皱。自从王寡妇男人吃了花生米，李清洁就是跟着这个男人混的。隔壁村的秦振国，全村出了名的烂人。相信我媳妇，我要是再变回以前那样，不用你们姐妹俩动手，我自己把手剁了。李清洁知道媳妇担心什么，立马打起了包票，正愁不知道怎么进城，这不就有人骑着自行车来了，空间里的东西还有分到的鹿皮河边，都急着去黑市上处理呢。你小子大白天把门关这么紧干啥？造娃了？要说以秦振国家里的条件，根本就不会跟李清洁这穷小子玩到一起，表面上给些小恩小惠的，实际上是惦记着他媳妇呢。李清洁上一世不清楚，可这会哪还看不明白？人模狗样的东西，竟敢惦记我媳妇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我刚吃完饭就睡了会午觉。走，哥又弄了点钱，咱们去四九城潇洒一下。听到这话，李清洁眉头微皱，王寡妇男人咋没的？不就潇洒没的吗？这混蛋为了他媳妇，还真是把他往死里坑啊！真的吗？振国哥，那必须的，哥还能亏待你了。李清洁一脸兴奋的模样，坐上了秦振国的自行车。媳妇，我出去一趟啊，今晚就不回来了。说完也不等林希月回应，就催促着秦振国出发了。两人到了城里，秦振国也算是下了血本，还带李清洁搓了炖羊肉，然后才熟门熟路的找了个巷子。兄弟，你进去放心玩，我就在另一条街，明天早上咱们再一起去吃炒肝。秦振国看着李清洁那饥渴难耐的模样，就知道这傻子一点防备都没有。哥，你对我真好，那我可进去了啊！好家伙，49城69号，这可是出了名的病中啊！这混蛋真是一点活路都不给留啊！为了不让秦振国起疑心，李清洁还是钻了进去。听到秦振国走远后，才悄悄地跟了上去。你现在就去报案，就说有人在69号找半眼门，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。就这么个事，你怎么不自己去呢？跑个腿就给5块钱，秦友感觉有些不靠谱。这个你别管了，咱们认识这么久，我还能骗你不成？秦振国肯定不能出面，要是让李清洁的媳妇知道自己把他男人送进去，他是永远也别想的手。行，信你一回，那我一会走哪儿找你要报出去？我就在32号，你放心，1分钱少不了你的。32号住的是秦振国的老相好，这秦友也是知道的。李清洁啊，李清洁，这就不能怪兄弟了，谁让你媳妇那么招人惦记呢？秦振国得意的笑道一声，突然就昏过去了。李清洁一手把他架在自行车上，然后推到了69号，朝里头递了一把票子，当然是从秦振国身上搜出来的。秦友很给力，李清洁前脚才刚走，他就带着派出所的人来了。看着门口停着的自行车，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你们听我解释啊！人赃俱获，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跟我们走一趟吧。看着秦振国被拷走，秦友都傻了。什么情况？这是秦振国为什么让我报警抓他自己啊？举报有奖，记得留个联系方式啊。那个我。而李清洁这会已经到了黑市，而且已经找到了一个大主顾。除了鹿肉、野生鲫鱼、鸡蛋还有大米，你确定都要吗？你说呢，兄弟？城里现在最缺的就是这玩意，我就直说了，兄弟，你有多少我收多少，只要质量可以，绝对给你一个满意的价格。包发叫人把东西称了重，加上鹿皮河边，一共给了李清洁70块，还有各种票。下次要是再有好东西，记得找我啊，绝对给你满意的价格。李清洁只感觉手上沉甸甸的，这辈子都没拿过这么多钱，身怀巨款，他也不敢在外面折腾，只能找到之前关系不错的何雨柱，在他家里凑合一晚。柱子哥，雨水没在家吧？何雨水是他妹子，平时上学没在家。他不在，你今晚就跟我将就一晚吧。不用了，我就在客厅将就一宿就行。明天你还要上早班呢，早点睡吧。第二天一早，李清洁匆匆跟何雨柱告了别，一口气冲到供销社，他打算玩把大的。渣男重生回来救下大姨子，还跟着队伍进山吃上了肉，没想到第2次进山竟然遇到了熊瞎子。西月、西雪，我回来了。林希月昨天都要担心死了。隔壁村秦振国因为找半眼门被抓的消息，昨晚就传过来了。而自家男人就是和秦振国一起进的城，要不是消息里只有秦振国被抓，林希月怕是早就去城里了。愣着干啥啊？快看看你家男人给你们带了什么！阿杰，秦振国被派出所带走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昨天我们一起吃完饭就分开了，他说要去找半眼门，你男人身上一个钱没有，肯定不会去的。你这话的意思就是有钱就去找喽？这怎么可能啊？那城里的姑娘加起来都还没有西雪你好看呢。懒得理你，也不知道害臊。那个秦振国也不是啥好人，抓进去就抓进去了。快看看你家男人给你们买了什么。哎呀，我有衣服对付穿一下就行，给妹妹买1件就可以了，给我买干啥？林希雪虽然埋怨男人乱花钱，但哪个女孩看见新衣服不开心呢？别听姐姐的，以后你要是只给我一个人买，我就不穿了。这两姐妹简直是一个比一个好，李清洁都要怀疑上一世是不是福气不够，所以享受不了。买的所有东西都是一对，接着是护手霜和擦脸霜。姐妹俩看着更是心疼的不行，乡下人哪里用得上这些？买1罐，我俩一起用就行了。放心吧，你俩花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你男人挣钱的速度。这黄桃罐头，西月你一次可不能多吃啊！先来尝尝这个大白兔奶糖，甜不甜？等安抚完姐妹俩，系统的声音又在脑海响起来：翻倍5倍，奖励310元，自行车票1张，手表票1张，其他各种票若干。什么叫钱生钱？这就是啊！正准备让姐妹俩把东西收拾好，隔壁的王寡妇就像闻到味似的，又过来串门了。我昨天看见你男人跟那个光蛋进城，我还在担心呢，人回来就行。谢谢嫂子关心，阿杰他只是搭一下顺风车，把打来的猎物卖了就回来了。
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阿杰真是变了个人一样，你看看对你们姐妹俩多好啊！桌子上的好东西，这可给你嫂子羡慕的哟。既然没什么事，那嫂子就先回去了啊。好话不费事，还讨人欢心。王寡妇比谁都懂。林希月听到她夸自家男人，赶紧抓了一小把奶糖塞了过去。这玩意儿可贵了，希月妹子你还有身孕呢，留着自己吃，又不是给你吃的，拿回去给孩子尝一尝吧。看希月是诚心给的，王寡妇这才厚着脸皮把糖揣进兜里。谢谢希月妹子了啊，以后要是有什么事要我帮忙，千万别客气。王寡妇前脚刚走，李守山就找上了门。李清洁知道今天晚上又要上山了，价格卖的咋样？碰到了好买主，鹿皮和鞭加起来卖了15块，这个价格合适不？你小子没啥经验，反而换的钱比我们还多呢。趁着这几天晚上都是大月亮，有没有兴趣上山再撸一把？那必须有啊！今晚吗？说实话，李清洁也惦记守山口中那400多斤的大野猪，鹿肉这玩意儿只能改善伙食，大野猪的肥膘才是根本需求。守山哥，今晚你们要上山打野猪啊？带上我一个呗。李强一直在家里听隔壁的动静，怨毒的想着最好李清洁也被抓进去，可惜让他失望了。咋的？你也要去？守山是真不喜欢这个李强，心眼多又不干活。带上我背守山哥，家里好几个月没碰荤腥了，实在馋肉的紧。李强知道只要跟着打到了猎物，守山哥就不会让人白跑一趟，说不定还能分个好几十斤肉呢。那行，晚上天一黑，咱们在村西头碰面，过时不候啊。李守山继承了村长老爹的好心眼，看着村里可怜的能拉一把是一把，所以也就没有拒绝。晚上李清洁别了把柴刀，到老地方找到了李守山，看到他背后的那把猎枪，李清洁眼都亮了。人齐了，走吧，守山哥。等一下李强吧。那小子也上山啊？他上去有啥用？李建军还准备说点什么，就看到李强走了过来。你们2个上山没啥经验，那我就再啰嗦一句，上山眼睛都放尖点，找不到猎物另说，提前发现要命的玩意儿才是最要紧的。没事干就把嘴巴紧紧闭上，遇到危险了就死命跑。李守山交代了一句，就带着人往林子里去了。这2天李清洁吃了不少肉，这一趟进山明显没有之前那么累了，倒是苦了李强，肚子里根本没有水，到了山脚下就累得不行了。进了林子爬高上低的，要是不行你现在就回去。没事守山哥，我还能坚持住。都到了山底下了，他哪能说放弃就放弃，跟着钻了差不多2小时，几人猎了一些野鸡和兔子，都让李强拎着，这小子嘴角都快咧到后脑勺了。哪怕今天晚上没有打到野猪，回去也能开荤了。休整了20分钟，李守山带着队进了小溪沟，这一次运气很差，连个会动的东西都没碰见。算了吧，守山哥，打这几只野鸡兔子就够了，咱们早点回去睡觉吧。李强不靠打猎过日子，觉着有点东西就够了，可其他人不这么想啊，好不容易进了趟山林子，他们可不想就这么走了。就在这时，李清洁看到了不远处的熊瞎子，看特征就是伤亡军的那一头，这片林子有这玩意在，其他畜生根本不敢过来喝水。大家小心，慢慢走，先离开这里再说。话音刚落，就见李强一个趔趄，想到王军的惨状，他拔起来就跑。坏了，赶紧走！果不其然，熊瞎子一听到动静，立马朝这边飞奔过来。救救我！救命啊！守山哥！狩猎队伍进山遇见了熊瞎子，猎户们跑得都比李强快，甚至李清洁都超过了他。李建军此时都恨不得问候李强的8倍祖宗，要不是他被吓破胆开跑，这会他们一点事都没有。眼看熊瞎子就要追上来，要是李守山不管的话，明天李婶就不用准备李强的早饭了。可惜没打中，反而激怒了熊瞎子的雄性。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慌，李守山索性停了下来，一股脑把子弹装进了枪里。此时知道害怕了，熊瞎子怒吼一声，慢慢撤回了林子里，李强这才捡回了一条命。还好那头熊瞎子被枪声吓跑，不然我们也会被你牵连，知道吗？李建军本来就火爆，要不是看李强都吓破胆了，少说不得给他几拳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人没事就好，有那头熊瞎子在，也别想碰到别的畜生了。今天晚上先回去，明天再来吧。李守山不想多说什么，今天什么大玩意儿都没打到，反倒浪费了这些子弹。到了村口，丢了只野猪给李强。你小子拿回去开开荤，以后啊，还是老老实实在的里跑屎吧。下次无论这小子怎么纠缠，守山都不会再带他进山了。谢谢守山哥，我回去了。一妻子人就这么不欢而散了。李清洁也拎了只野鸡回去，刚把鸡炖了，系统提示音就响了，翻8倍，奖励野鸡8只。李清洁的动静不大，但是林希月却醒了。要不是担心肚子里的宝宝，她恨不得等到男人回来才愿意睡。阿杰，明晚还进山吗？今晚没啥大的收获，放心吧，媳妇。他们手上拿的有枪，哪怕是遇上熊瞎子也能瞎跑。对了，上次扯回来的布，你俩自己裁剪一下，做身新的衣服穿。说着，李清洁便搂着媳妇进了房间。第2天晚上，李清洁又跟着守山他们进了山，先是搞了几只野鸡开胃，没有过多停留，继续深入。那畜生应该就在附近，大家眼睛放尖点。众人一阵搜索，终于在林子里找到了野猪。好消息是身边还跟着几个小崽子，坏消息是还多了头体型更大的公猪。都注意点，今晚把那头母猪弄死就赚了，不要贪多。李守山说完，端起汉阳灶，照着母猪。当时传来一阵嘶嚎声。
没打到吗？打到了，那畜生生命力顽强的很，还能再挣扎一会，快追上去，小心那头公的。顺着野猪留下的血迹，众人追了10多分钟，总算是找到了倒地的野猪。大公猪和猪崽子早就没了影。这玩意儿还真特么顽强啊，打头了还跑这么远，这下可有的吃了。看这大小，至少得有400斤吧。要是把那头大公猪也宰了就好了，看那样子至少600斤打底。行了，都别贪了，母猪腥味很重，一会再引来大家伙，咱们可招架不住。几人把野猪抬到了村长家的时候，天都已经开始蒙蒙亮了，消息早就传遍了村里。媳妇快起来了，带你去吃杀猪菜。林希月睡得正香呢，被自家男人吵醒也不恼。孕妇本就馋，听到吃杀猪菜，口水都快掉下来了。阿杰，你们打了一头大野猪吗？放心，是守山打的，我都没出什么力。听到动静，吸血也醒了，快把咱家最大的碗拿上啊！估计人多盛不了第2碗，还有那个竹篮子也带上，给村长家还回去。热热闹闹的吃了顿杀猪饭，李清杰拿着农副产品回家了。3人对着桌上这堆肉犯起了难。吸血，你就没跟王军学2手吗？林希雪有些尴尬，王军打的那些都是血淋淋的，他看都不敢怎么看。要不要找人帮忙？正说着呢，王寡妇就主动走了进来。刚才吃杀猪菜的时候，阿杰故意给他来了块大的，自然心存感激了。姐就猜到你们不会处理，阿杰你过来，我给你示范一遍，你看好了。王寡妇他爹以前是屠夫，之前年轻的时候也跟着学了几手，虽然不精通，但处理这50、60斤肉还是不在话下的。处理完肉，又把肥膘熬成了猪油，王寡妇这才停下手。林希月也不小气，直接给了他一刀肉。哎呦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上次拿你们大白兔，我脸就臊的不行了。推辞了半天，最终还是败给了林希月。那就谢谢妹子了，有什么忙不过来的，尽管来找我。这是王寡妇第2次说这话了。与此同时，李清杰脑海里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同时为林希月、林希雪、王秀丽花费物资，解锁新功能，搜寻翻8倍返还猪肉420斤。给王寡妇东西也能奖励。李清杰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，这搜寻又是什么东西？难不成进山还能寻找猎物不成？连忙闭上眼睛，意识里出现了一幅图画，然后就是一个场景，这里是王寡妇家。这金色的小点又是什么？李清杰猛然一怔，回忆起之前跟他男人混的时候听到的一些话，难不成那家伙说的是真的？他家里藏了黄金，而且死都没有告诉王寡妇。就在李清杰还在思索要不要据为己有的时候，林希月叫醒了他。想什么呢？兄弟们，感谢一直以来对阿杰的支持，最新1集已经放在小程序里了，喜欢的朋友可以提前观看。生活所迫，制作不易，谢谢理解。渣男重生后，把大姨子领回了家，每天不想着好好挣钱还债，反倒惦记上了隔壁寡妇家的大宝贝，怎么办呢？难道真要翻寡妇门墙吗？秀丽姐，你看一下这么多的料子，能裁几件衣服？真是好料子啊！李清杰，你可真舍得，这都够做3件大人的，1件小孩的了。嘿嘿，真的吗，姐？那刚好可以给小豆丁也裁1件啊。林氏姐妹不会裁缝活，只能把隔壁王寡妇请过来帮忙。当然，这里面少不了李清杰的撺掇。那怎么好意思啊，希月妹子，姐今天上午就占了你们大便宜了，怎么好意思再要1件衣服呢？姐，你要是不肯，那我不请你帮忙了，说不定1下午都裁不好呢，太麻烦你了。这真是好吧，豆丁，还不快谢谢姐姐？谢谢姐姐，姐姐你真好看。好哦，豆丁有新衣服穿了。那我回去一趟，把篮子拿过来，剪刀、尺子啥的都在里面呢。我去吧，反正我也帮不上忙。李清杰哪肯错过这个机会，赶紧自告奋勇。那行，就在堂屋挂着呢，一进门就能看见。知道了具体位置，李清杰怀着期待出了门。刚到王寡妇家门口，就发现一道鬼鬼祟祟的身影。李婶家的2儿子正蹑手蹑脚的拿着个裤衩子，闷不吭声的在那胡吃呢。好小子，这要真被你偷走了，帽子岂不是要扣在老子头上了？李清杰捏着嗓子哼了一声，但小贼手一抖，裤衩子掉在了地上，回过神后撒腿就跑。就这点胆量，还来偷人寡妇裤衩呢！安心在被窝里捣鼓针线，活的了。见那小子跑没影了，李清杰才堪堪走了过去，捡起地上的裤衩，本想帮他量起来，可谁知手脚不听使唤，鬼使神差的往鼻子上蹭了蹭。这特么绝对不是老子的本意，肯定是上一世的本性作祟。这么一耽搁，寻宝是寻不成了，只能进屋拿了针线篮子给王寡妇送了过去。不好意思啊，嫂子，刚不小心把篮子打翻了，里面东西掉了一地，耽搁了点时间。不碍事，都是些不值钱的家伙食。那你们忙，我先去睡觉了。李清杰不敢对上王秀丽那水汪汪的眼睛，生怕她从里面读出点什么来，赶紧找个借口溜了。没想到刚出房门就有人找上了门。阿杰，今天没啥子事干，下河摸鱼去不去？去啊，干嘛不去？那你抓紧收拾下，咱村西头集合哈。李守山说完就走，还得去招呼下一个小伙伴呢。媳妇，你们在家慢慢裁啊。守山喊我一起下河摸鱼，等我回来咱炖鱼吃。李清杰这一嗓子没啥意思，可把王寡妇听了个大红脸，总感觉这小子是占了自己的便宜。李守山带着一票小伙子，光着膀子在街河里摸索着。建军，60斤猪肉全当聘礼，这下总能讨个媳妇了吧？行是行啊，守山哥，虽然能换个媳妇，但是肉都让丈母娘和小舅子吃了，这年头谁不馋猪肉啊？怕是俺媳妇儿一口都吃不到哦。嘿嘿，
那你小子直接娶丈母娘不就行了？李清洁这一句神来之笔，顿时把小伙子们笑开了怀。首山哥，咱们啥时候上山宰那头大公猪呀？总不能把肉都给丈母娘和小舅子吧？不能让咱娶进门的媳妇一口肉都吃不上呀！首山一听也是，自己虽然媳妇儿子都有了，但去年过年都没给媳妇扯件新衣服，想想都觉着亏欠。今晚的月亮估计很圆，那咱们哥几个趁热打铁呗。行啊哥，那就这么说好了。杰哥，咱俩换个地儿呗，我这水深鱼多。李清洁眯着眼睛朝对岸看了一眼，和对岸就是秦镇国住的秦家沟。这会不少小媳妇正在岸边洗衣服呢，那出了名漂亮的秦怀茹也在里面，旁边站着的是她表妹秦金如。这哪是要换地方啊，明摆着是想在秦家姐妹面前露露脸啊！行啊，要真摸到了，分你一条。李清洁看破不说破，默默和李建军换了位置，几个跟着来的小伙子不干，不请自来的围了过来，都是奔着秦家姐妹去的，一个个怂得跟犊子似的，喜欢就上去吆喝呀，都跟你们这样的，还找个屁的媳妇啊！李守山这一席话说的小伙子们个个骚的不行。我看啊，那秦家姐妹你们也别浪费心思了。前2天我去秦家村玩，听说人家姑娘想嫁给城里人呢。都听见没？你们啊，没戏，收拾回去了，晚上老地方见。李清洁拎着几条鱼回家了，刚到就见王寡妇要走。嫂子，你这是干啥去？一起吃鱼呗，反正又不花钱的。对啊，秀丽姐，你要是不吃饭也行，我让阿杰给你装几条鱼带回去吃。人家夫妻俩都这么说了，王秀丽也不好推辞，厚脸皮就厚脸皮吧，只要能让孩子吃肉长个子，都是值得的。那行，那今天就让你们尝尝姐的手艺。不得不夸一句，王秀丽这女人是真能干，一手饭菜烧的那叫一个香啊！吃着吃着就把自己给吃哭了，不是被鱼刺卡的，而是想起这些年的艰苦日子，上一次沾荤腥都记不清什么时候了。这2天频繁吃肉，完全就是靠眼前的男人。要是自家男人没那么混蛋，日子哪能过得那么苦啊？吃过饭，李清洁交代了几声就出了门。这次李守山倒是没说什么，都是有经验的人了，直接避开熊瞎子的活动范围，绕到了之前打母猪的地方。可惜连根猪毛都没看到，估计那野猪受到了惊吓，往林子里钻了，这下真不好找了。怎么办？要是过来今晚，明天可就没这么好的月光了，那就更难找了。李清洁没有搭话，默默地打开了脑中的搜寻功能。这玩意儿1天只能使用1次，刚熬过了12点，终于可以用了。阵阵波浪起伏，如同超声波一便朝周围散去。搜寻范围最大10公里，刚好出现了2个亮点，一个是红色，另一个是绿色。这2个亮点离得不远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这绝对是2个不一样的宝贝。守山哥，我感觉那边有点动静，咱们要不一起去看看？李清洁随便扯了个理由，带着队伍朝红点方向走去。差不多半个小时后，果然看到了那头獠牙大公猪。可惜的是，它背对着众人，要是打屁股的话，很难造成致命伤害；要是绕路换个位置的话，又有可能被这畜生发现。守山哥怎么办？建军，你射他腿，我来 K 他大长头，打不死也要疼死他。李建军弯弓搭箭，嗖的一声射了出去，同时林子里一阵凄凉的惨叫，然后冲撞树木的声音。快追！大家小心这畜生的临死反扑！大公猪的血条厚，可小猪仔的皮很薄。李建军是这3件1只小猪仔，而其他人也没闲着，4只小猪仔被他们砍翻2个，剩下2只跑没了影。李守山对着大公猪又打了几枪，可惜枪法太准，拿了个猪体瞄准，这反而激起了大公猪的凶性，掉过头来朝李建军冲去。建军小心啊！守山在提醒的同时，2发子弹也打了出去，虽然但没有改变獠牙猪一换一的决心。李建军虽然跑得快，但哪里跑得过拼命的獠牙猪？射手被猪八戒近了身，结果可想而知。獠牙猪一个冲刺，将李建军直接顶飞出去，当场就吐了血。可獠牙猪不是气，这是一个眼看李建军就要香消玉损，千钧一发之际，柴刀落在了猪头上，那清脆的声响惊得树上的燕子都飞走了，庞大的身体轰然倒塌，砸在了李建军的身旁。接着一起子人就闻到一股怪味，但没有一个人笑话。生死之间，他们的反应可能还不如李建军呢。杰哥，我缺你一条命。原本还有些看不起李清洁的小伙子，现在是彻底服了，一刀把发狂的野猪砍到脑死亡，这得多大的力气才能办得到啊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被这畜生撞了一下，胸口有点疼。李守山走到野猪跟前，试着把柴刀拔出来，没想到全身青筋暴起了，这刀愣是纹丝不动。你小子这刀什么名堂，居然把头骨都砍破了！李清洁坏笑着走了过去，一把将柴刀抽了出来。此刀乃是我家祖传宝刀，相传是古代铸刀大师欧冶子所铸，并由龙虎天师张丰年亲自开的光，所以没有获得他认可的人是没办法拿起来的。众人听完一阵唏嘘，都知道这小子纯属是吹牛。只有阿杰自己知道，重生后身体被系统改造过，一身蛮力堪比推车老牛。你们2个快去山下叫人，这头大的加上3头小崽子，少说也得有个800斤，就咱这些人肯定抬不下去的。记得让我爹叫人起锅烧水，争取在天亮之前把杀猪饭给吃上。李守山挑了2个腿脚快的下山报信，这里有獠牙猪在，估计一时半会也不会有大型动物过来。守山哥，我去附近转转看看有没有人参啥的，上次去买东西人家问我来着。哼，那玩意儿要是好找，咱们村就不至于这么穷了。那你别跑远了，林子里比你想的危险的多。李清洁应了一声，直接朝绿色光点的位置走了过去。在微弱的光线中，他很快就找到了夹在石缝中的宝贝。1、2、3、6。
6笔叶，这可是100年人参啊！李清洁激动了，这可是真能续命的玩意儿，一颗就能直接翻身把歌唱啊！按压住心中的激动，他知道现在不是采参的最佳时机，手上一点工具都没有，要是把参须弄断了，岂不是暴殄天物？咋样，连个参叶子都没碰到吧？是我太想当然了，没找到不说，还差点踩到屎。李清洁的话把众人逗笑了，这一茬就算过去了。好了，不说了，趁着新鲜劲儿，咱们赶紧把猪抬下去吧。很快，李家村打到6、700斤大野猪的消息传开了，就连隔壁秦家沟的人都来凑了热闹。村长更是在家里支了2口大锅，给村里的小伙子们办起了相亲大会。姐，听说隔壁村打了头6、700斤的大野猪，咱村好多人都去吃杀猪菜了，咱们也去呗。都是些猪下水。再说了，那么多人也不够分啊。哪有啊姐，听说熬了2大锅，而且人说李家村村长可大方了呢。3女跟着李清洁吃了顿丰盛的杀猪饭，直到中午了，才推着100来斤肉回了家，准备明天拿到县里去卖。王秀丽要裁剪衣服，自然是留了下来，直到深夜才带着东西回了家。李清洁把媳妇哄睡着后，自己却没了睡意，满脑子都是王寡妇家的大宝贝。今晚跟李守山猜的一样，几乎没什么月光，黑灯瞎火的，啥也看不清。李清洁蹑手蹑脚的翻了出去，刚到王寡妇家门口，又看到了那道熟悉的身影。这不是昨天偷裤上那小子吗？大半夜不睡觉，居然爬人家窗户上偷看。李清洁随手捡了块石子，朝那人扔了过去，刚好砸在他屁股上。李家老二哎呦一声，撒腿就跑，比上次只快不慢。李清洁笑了笑，也没打算收拾他。今晚来的目的可是王寡妇家的大宝贝。趁着月黑风高的，他一个翻身就进了屋子，第一时间就摸到了酱缸旁边。这挨枪子的还真会藏啊！谁能想到他会把宝贝藏在酱缸底下呢？李清洁伸手在里面一捣鼓，摸出了几根东西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，全都是小黄鱼啊，还有大的，底下还有，来不及细数多少，一股脑的扔进了系统空间里。刚想伸手再捞，就听见一声娇嗤。谁在那？李家老二那声哎呦早就把人吵醒了。尽管李清洁翻窗户进来的动作很小，但落在装睡的王寡妇耳朵里简直是惊涛骇浪。可惜天太黑，看不见是谁翻进来了。你现在出去，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。我要是一喊，全村的老少爷们可都能听到了。嫂子，别喊，是我，李清洁。听到是李清洁的声音，王寡妇反而放下了心来。她知道村里的其他人惦记自己，不过一个个都胆小如鼠，也只有这个男人，他有这个胆子。你家里那2个姐妹可比嫂子好看多了，你为啥要来干这事？那个哎呀，姐你误会了，我是来给你送肉的。反正王寡妇看不见，李清洁直接从空间里取了50斤肉。要不是送100斤肉太不合常理，她恨不得直接把今天分的肉全送给王寡妇。毕竟拿了人家的小黄鱼，而且送了肉还能翻倍奖励，怎么算都不亏。这么多，王寡妇感觉自己像是在做梦，这年头哪有给寡妇送这么多肉的？这败家子到底要干什么？姐你别多想，我先回去了。李清洁心里惦记招数大黄鱼呢，根本没工夫在这费事。可这一举动又让王寡妇意外了。本来想着这小子有点什么要求，自己从了他也不是不行，毕竟娘俩有了男人帮衬，以后日子会好过一些。没想到男人就这么溜了，心里不由得有点小失望。李清洁可不管这些，回家第一时间就掏出空间里的金条，一根大黄鱼价值2000，4条小黄鱼每条500，那就是4000块。谁能想到我重生没几天就成了半个万元户啊！真是一波肥，看来还得抽个时间再去掏一掏王寡妇家的酱缸。第二天一早，李清洁就推着100来斤肉出了门，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收进了空间。刚下班车，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姐，你怎么也巧了吗？不是，昨晚李清洁给她提的肉，今天就跑城里来换钱了。是啊，这么巧。寒暄了2句，王寡妇娇羞的走了，可把李清洁尴尬的不行。不过王寡妇还是挺值得人钦佩的，自己带娃虽然日子辛苦了点，但并没有做那种乱七八糟的事，找个角落取了5斤肉。李清洁又去了那个熟悉的4合院。哎呦兄弟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柱子哥，知道你今天休息，所以特意找你来了。这是我们村在山上打的野猪，有点少，你可别客气啊。好家伙，院里的人口水都快掉下来了。这么大一块肉，就算是卖猪肉的也不敢说小啊。那哥也不跟你客气了，今天中午就让你尝尝哥的手艺。这边算是幸福上了，可有些人家里就翻天了。严先生，你自己说，自从我嫁到你家，沾过几次荤腥，早上吃粥连萝卜丝儿都数着吃的。我跟你说，今天我也要吃肉，要不然咱就离婚。我的姑奶奶啊，等我找到工作，天天给你买肉吃行不行？你要有工作，你早有了。算了，我还是回娘家吧，这日子我一天都过不下去。别啊，媳妇，你等着，我这就给你想办法弄肉去。隔壁寡妇在黑市遇险，差点被冒牌执法骗钱骗色。李清洁仗义出手，放开那个女孩。柱子哥，救命啊！咋了这是？大老爷们的，整这一出干啥？有事说事。何雨柱最讨厌这种哭哭啼啼的男人，看着严谢成满眼嫌弃。哥啊，最近我媳妇不知道咋回事，吃了就想吐，想来大概是有了。今天看到你兄弟拿这么大一块肉过来，我那媳妇也是馋了。我家情况你也是知道的。行了行了，还知道心疼媳妇，是个爷们。这半斤肉你拿回去，给你媳妇解解馋，别人吃可不行啊，就你们那一大家子可不够分的。
谢谢柱子哥，谢谢，以后要是发达了，绝对不能忘记今天的恩情。严谢成拿着肉千恩万谢的离开，回家的时候脸色得意极了。傻柱就是傻柱，咋说他都信，这下妥了，回去也能解解馋了。李清杰吃完了饭，跟何雨柱寒暄了几句就出门了，刚走没几步，就听见严家吵起来了。严谢成这日子你自己过吧，老囊不想再受这种委屈了。于丽一开始还觉着自家男人长本事了，真把肉给弄回来了，可自己炒了菜还没上桌，肉就被一大家子吃光了。媳妇，你听我解释啊！李清杰收了看热闹的心思，又去了趟供销社，出来的时候推着自行车，兜里还揣了块大劳，毛子8块1瓶买了5瓶，花子12一条买了5条。李清杰正得意着，突然就迎面撞上一女人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没注意，撞到你了吧？没事，是我走太快了，没注意。刚才还气呼呼的于丽看到李清杰手中的全新自行车，当时就没了脾气。果然，女人只会对没本事的男人生气。那行，没事，我就先走了。被李清杰这么一耽误，后面的严谢成也追了上来。媳妇，我可追上你了，不生气了好不好？我回去了就说他们，下次弄到肉让你一个人吃。唉，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怎么就看上这么个玩意儿？要是嫁的刚才那个男人该多好，长得又帅又有自行车。李清杰可不知道自己被人惦记了，天刚黑下来就进了市场，找个地方把肉推了出来。兄弟，这次带过来什么好东西啊？野猪肉要不要？太要了，兄弟，这是多少啊？不多，差不多800斤。这还叫不多啊？城里这会缺肉缺得要死，只要市面上有货，一会儿的功夫就被抢完。听到李清杰说有800斤，刀疤心跳都快了几分。这要是一转手，利润能顶辛苦1个月啊！找人称了称，最后刀疤给了82张大团结，市场肉价8毛1斤，没票，所以按1块1斤算，人货2清。李清杰也打算离开这种混乱的地方，刚走不远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王寡妇两手空空的，显然是肉已经出了手。给我站住！低沉的声音把王寡妇心都快吓出来了。干啥？还敢问我干啥？你知不知道投机倒把是什么罪名？王寡妇心都凉了半截了，差点就瘫软在地上。我不知道你们说什么，我有个东西丢在附近了，我出来找东西。还敢抵赖？我们看着你从鸽子室里出来的，走，跟我们回去一趟。男人说完就要去扒拉王寡妇，吓得他连连后退。不，求求你们了，别抓我！我家里的男人没了，就剩一个可怜的孩子，我要是被抓进去了，我孩子会被活活饿死的，求求你们了。听起来也怪可怜的。哥，要不这样吧，没收违法所得就算了，总不能看着人家孩子饿死吧？王寡妇一听有戏，立马从兜里掏出2张大团结，都给你们，你们是大好人。不行，谁家没个困难的？要是都像你这样，还要法律来做什么？那个小妹啊，你赶紧站起来说几句好话啊！我哥其实嘴硬心软，你要说几句好话，说不定就成了。王寡妇一听连忙点头，刚想说好话，小妹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今晚陪我们哥俩玩一会儿，反正你家男人没了，也不是黄花大闺女，天一亮咱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，行不行？2个假冒执法的人员终于暴露出了本来的面目。不行，这绝对不行！王寡妇虽然害怕，但她有自己的坚持。敬酒不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我们来强的了。2人刚想动手，就感觉脑袋后面挨了一下。王寡妇也傻眼了，看着面前的李清杰，手里还握着2块板砖。你怎么打公安啊？快走！别急啊，嫂子，这俩是冒牌货，你也不想想，鸽子市里那么多人，他俩怎么不进去抓呢？专门守在这门口，就是想黑吃黑吧？又来了一电炮，又被人点破了身份，阿杰可就开口，也顾不上脑袋还在飙血了。谢谢你啊，阿杰，要不是你，姐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人心太复杂，以后长个心眼，遇到这种情况，往人多的地方跑就行。那些人也就只敢在这种黑咕隆咚的地方欺负人，然后骗这些没见识的小媳妇。你有地方投奔没？我给你送过去。王寡妇摇了摇头，她哪里认识什么城里人啊？我在招待所开了间房，要不去我那儿将就一晚吧。要是李清杰平时说出这种话，王寡妇非骂他不可。可今晚确实被人吓到了，再加上英雄救美的戏码，他是想也没想就同意了。就像刚才那人说的，天一亮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可真当2人到了招待所的时候，王寡妇犹豫了，她怕自己进去之后，这么多年守的清白就没了。1块钱1晚上，要不姐你再去订一间。听到这话，王寡妇眼前一亮，还真去找前台订了个5毛钱的，毕竟今天挣了钱啊。李清杰恨不得抽自己2巴掌，干嘛非得嘴这么贱一下？第2天一早也没等王寡妇，直接骑着车就回了家。咋样，媳妇喜欢吗？哪有不喜欢的？人活一辈子为个啥？不就是让别人羡慕吗？林希月接过自行车，就在门口骑了起来。媳妇你小心啊，别摔倒了。放心吧，阿杰，妹妹技术好的呢。林希雪说完也凑了过去，2人换着玩了起来。同时为林希雪、林希月、王秀丽消费触发翻倍奖励，翻6倍，奖励780块，加上昨天刀疤哪里换的钱，他手里现在可是有1600块的现金了。杰哥，不好了，秦振国他爹带人来找你麻烦了，要不你带着嫂子躲一下。村里婶子见山草，不料刺鞋里窜出一头野猪，村长媳妇当场丢了命。林守山为报杀母之仇，当夜就带人进了山。
秦叔，昨天还来我们村里换肉呢，不少老人小孩都喝了杀猪菜了吧？这今天一大早的，带这么大帮子人想干嘛？我来给我儿子讨个公道，凭什么把我儿子送进去，他却一点事没有？哼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！你儿子找办眼门被人抓了关进去，只能怪他自己不争气。那也是这小子鼓捣我儿子进城去玩的，要不是他，我儿子能关进去吗？秦叔，你这就有点睁眼说瞎话了啊！2个村的人都看见了，是你儿子骑着自行车过来找阿杰的。那我不管，反正我们家钱都还完了，我儿子也没能弄出来，今天他必须给我一个说法。你的意思就是要耍无赖哥？李守山也是个暴脾气，被人欺负上门了，哪有忍着的道理？守山哥，我来说2句吧。果然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！今天老子就让你们父子彻底钉在耻辱柱上。你儿子被抓进去的消息是那个叫秦友的告诉你的吧？今天当着2个村里父老乡亲的面，我就好好跟你说清楚。那天下午，秦振国找我去城里玩，吃完饭后说一起去找办眼门。你放屁！我儿子不是这样的人，你就是看他人不待，胡言乱语。你先别着急啊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我那会儿身上没钱，他说帮我掏，然后转身就去找了秦友，让他举报我，把我送进去。他做的这些事都是因为惦记上了我媳妇儿。你要是有脑子的话，可以好好想想，我自家媳妇儿这么漂亮，用得着去城里找办眼门吗？还有你儿子之前找我去城里赌，想坑我欠下一大笔钱，让我媳妇抵债。当然，我空口白牙说的不算，你去问你们村的秦友就知道了，他全程都陪着呢。被李清杰这么一呛，秦父还真说不出话来了。主要是自家儿子的名声在秦家沟早就烂透了，乡亲们一听到这些，立马就灰溜溜的走了，多待一刻感觉自己丢脸。你们怎么的？秦叔这是大老远来了一趟，不想光着回去啊？要不咱哥几个给你配点土特产？秦父眼见自己考不了好，也只能就此作罢，虎头蛇尾的走了。这下不仅没有收拾的了李清杰，反倒是给他挣了名声，妥妥的偷鸡不成蚀把米。姐，我就说吧，那个人没你想的那么坏。就算那样又怎样？人家媳妇可比你漂亮多了，你还想去给人家当小妾不成？那又咋了？谁说结了婚就不能离的？再说我也不差，而且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呢。你这死丫头，这话是怎么说得出口的？村长家里，李守山把阿杰叫了过来，还介绍了个人给他认识，李解放，现钢铁厂的采购员。李哥，城里的日子现在这么难过吗？是啊，你哥这2天为这事把附近的村子都跑遍了，就是完不成任务。建军、阿杰，叫你们几个过来，就是看看家里有什么多余的农副产品啥的，让李哥给收了去。守山哥，我家里有些东西，正好马上结婚了，哪儿都缺钱用。上次杀猪饭，村长特意给他们几个相亲，结果就建军成了，看样子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。我家里倒是没啥了，你也知道，我家里人口多，李清杰不缺这3瓜2枣的，家里那点肉还是留着刷不，给姐妹俩补补身子用吧。李建军就成家，村里好好的热闹了一下子，没想到第2天就出了事。村长媳妇带着几个婶子进山采蘑菇，结果碰见了獠牙猪，人当场就没了。李守山哭的那叫一个惨烈，村长也是老泪纵横，闷声抽起了烟袋。该死的，不把那群野猪杀光，我李守山枉为人。当天夜里，李守山就带人进了山，兄弟几个都没说话，气氛无比沉重。大家都小心些，家里的子弹打完了。李守山虽然心里有恨，但还是很理智的。没有枪不是不能打野猪，只是会比较危险。李清杰通过搜寻功能，很快就定位到了那头野猪的位置，有意无意的带着大家找到了地方。快看，就是这畜生！不远处，一只比上一次的大猪出现了，身上还残留着血渍，想来都是村长媳妇和那些婶子们的。这么大的野猪，箭头根本刺不穿，守山哥怎么办？得想个办法，给这畜生先来上一刀，不然凭他的速度，要是窜进林子的话，咱肯定追不上的。交给我吧，你们负责包抄。李清杰一马当先，冲刺一段距离后，直接将柴刀飞掷出去，强化过后的力量异于常人，五感同样超强。柴刀瞄准野猪的脖子，狠狠扎了进去，摸出去半天，才堪堪停止冲劲。野猪吃痛，开始疯狂逃窜。李建军早有准备，金剑划破夜空，直刺野猪血红眼睛。李守山大喝一声，从一旁的草丛跳了出来，举起40米大刀，一砍撕裂。野猪最终还是不甘的倒下了，同时李守山也流下了最后一滴眼泪。这次的分猪很冷清，没有叫人整杀猪菜，各自拿着属于自家的那份回家了。逝者已矣，时间总能慢慢抚平伤痛。李清杰带着姐妹仨把140斤猪肉给腌了，还给王秀丽送了一块。同时为林希雪、林希月、王秀丽消耗物资，触发翻倍奖励，翻10倍，奖励1400斤猪肉。得，又得进城一趟了。找了个借口跟二女说了下，就准备出发了。路上慢点啊，赶不回来就在城里住一晚。知道自家男人是为了让他俩过上好日子，以前那种怀疑男人去鬼混的想法完全没了。放心吧，媳妇，走了啊。李清杰倒是拍拍屁股走了，留下吸血原地发热。察觉到自家妹子眼里的调侃，羞得都不好意思说话了。怎么了，柱子哥？谁招你惹你了？刚准备到4合院蹭个饭，就发现何雨柱一脸阴沉，狠狠地看着对面的屋子。原来是老对头贾有为要娶媳妇了，特意带过来再给柱子上眼药呢。李清杰扭头一看，心里也是一惊，这老贾家的儿媳妇竟然是秦家沟的沟花秦怀如那小娘们。看柱子哥这眼神，明显是看上人家了。李清杰赶紧打个圆场，用手上的五花肉遮住了傻猪的视线。柱子哥，这可是山上打到的鹿肉，拿过来给你尝尝。
哎呦喂，这玩意儿可是好东西啊！要是搁以前，咱平头老百姓可吃不上。傻猪故意提高的嗓门，生怕院里的人没听到一样。这下总算是掰回一城了，把贾有为恶心的。这么一比下来，自己中午不买点肉吃都不行了。妈，今天咱家炖排骨啊！这就纯属打肿脸充胖子了。以他钢铁厂临时工的工资，半拉月才能买上1斤呢。而另一边，闻着对面的肉香，于丽对桌上的清汤寡水登时没了兴趣。看到自家媳妇脸色不好，严谢成赶紧主动安慰媳妇，你等我一下，今天说杀你男人也要让你尝尝鹿肉的味道。很显然，他打算故技重施了。渣男重生归来，进山打猎，凭借1400多斤猪肉，成功获得了一份工作。没想到隔壁王寡妇还不乐意了。柱子哥，咱也别想太多了，以你的条件，不完胜的小子们肯定能找到更好的媳妇。今天是周末，刚好和雨水也在，两人一起安慰着傻柱。酒过3巡，他明显有些喝大了。哥哥心里苦啊，不瞒你说，哥大小就跟院里的人合不来，不仅是这个贾有为，还有里院那个最恶心的许大棒子。现在那俩都找了漂亮媳妇了，傻柱总感觉自己被比下去了，七拉八扯的，两人又来到了钢铁厂的工作上。柱子哥，你们厂里收肉不？货比3家，要是钢铁厂的收购价更高的话，李清杰还去什么黑市啊？价格算什么？前段时间听说啊，采购科的小科员个个任务不达标，最后放出狠话来，干不好就走人。谁现在要是能拿出肉来，直接给个工作，干得好的话，甚至连编制都安排上。听到这话，李清杰刚开始不以为意，毕竟他不需要工作，可越想就越得劲，这不就是给自己个进城的机会吗？柱子哥，我这……李清杰刚要开口，就被严谢成给打断了。柱子吃着呢，滚犊子！想吃肉自己想法子去。上次心情好就算了，哪有人天天上赶着吃白食的？不是，柱子哥你也就行好呗，你也知道我媳妇爱闹腾。不提媳妇还好，一提媳妇傻柱当场就燥了。上次给你肉，你媳妇不是也炒吗？反正是炒，赶紧回去炒去，我们正好吃瓜。显得你有媳妇似的，麻蛋，喂狗都不给你小子。不是，傻柱你怎么说话的？我就这么说话咋了？你有啥不服的？要干一下吗？好，就凭你这邋遢样，还想找个媳妇？我呸！被人家贾有为比下去，你就是活该。这句话一出，傻子当场就炸了。李清杰赶紧拦着，生怕闹出人命来。对，你是找了个媳妇儿，就你这样的，2-3天就得跑，你信不信？赶紧滚吧你！严谢成看着傻柱暴走，也不敢继续回怼，撒丫子就跑了。消消气，柱子哥，为这种人不值得，说不定过2天那小子媳妇就跑了，然后咱再领进院子里，那还不把他给气死啊？被李清杰这么一逗，傻柱也乐了。兄弟，你说的对，说不定以后还真有这样的事，我气不死他。两兄弟又聊了一会，李清杰也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。兄弟，你有这想法你早说啊！走，那采购科的科长我认识，我给你牵线搭桥，咱这个院里还有空房呢，说不定等你分配工作了，房子就分配在这个院了。傻柱是个急性子，拉着李清杰就进了办公楼，也不管是不是休息时间，直接敲了陈科长的门。只听里面稀稀松松的折腾了5分钟，终于让人进去了。陈科长，我的工作已经汇报完毕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回去吧，今天让你加班实在是辛苦了哈。两人表情相当淡定，要不是李清杰听力惊人，肯定跟傻柱一样，认为二人是在聊正经工作了。柱子，今天过来找我啥事啊？陈科长，不是我找你，是我这个兄弟，他是村里的猎户，手上有不少肉呢。这事儿啊，那你手头上能有多少肉？陈科长一脸无语，就这么点小事，居然打扰了自己的雅兴。领导，手里大概有上千斤猪肉，后续还能在山上弄些下来。你说真的？陈科长一听这个数字，立马一改之前的态度，要是能补上这1000斤肉的空缺，他也不至于被上面骂得窝火了。领导，你派个车给我，我马上给你拉1000斤肉过来。好，傻柱啊傻柱，你今天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了，以后要是有什么难处，尽管找我。领导，我没啥要帮忙的，就是我这兄弟，你看能不能给安排个工作啥的？这都是小事，一会儿去办个手续，明天就开始上班。不过暂时是临时工，你们也知道，这编制不是说给就能给的。后续表现要是好的话，以你兄弟的能力，给个编制也是迟早的事。这就是陈科长的手段，一是还了傻柱的人情，二来又能堵了二人的嘴。万一刚才的事他们听到了呢？李清杰不是傻子，当然知道这中间的道道，找了个机会就把1400斤猪肉拉进了厂，按照8毛钱1斤结算，当然还有肉票。有了采购员这个身份，那捞钱的速度还不是嘎嘎的？就算你林家有资本又如何？等咱爬上去了，说不定他林家还得巴结咱呢。走完程序，李清杰也分到了一套40平的房子，刚好就在何宇住他们院子里。恭喜了兄弟，等你搬过来住的那天，哥给你接风洗尘了。行啊，柱子哥，那我先回去给媳妇说一声，这么大的事我媳妇还不知道呢。客套2句后，李清杰就不再逗留了，骑车去了趟全聚德，打包了2只烤鸭给媳妇解解馋。吸血，赶紧去抄俩菜，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。阿杰，要不把王姐也叫过来吧？中午我和姐姐在王姐家吃的饭呢。行啊，多双筷子的事。自从李清杰变好后，王秀丽跟二女的关系就缓和了。饱餐一顿后，李清杰把工作的事说了一遍。那太好了，咱村子里还没有人在城里有工作呢，那分配住的地方了吗？比起两姐妹的开心，王寡妇更担心的是这个，要是她们都搬进城里，自己怕是又要过苦日子了。甚至她都在想，自己晚上要不要付出点什么，至少要留住这个男人的心才行。分了，不过大小就40来平，咱家这么多人肯定住不开的，所以我想着那就是个落脚的地方，平时我还回来住。
一听这话，王寡妇可算是松了口气，夜里不用麻烦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李清洁就到采购科报了到。来，大家都把手头上的工作停一下。今天来了个不错的小伙子跟你们同事，这是李清洁，那1400斤猪肉就是这小伙子搞到的。以后要是有什么工作不明白的，你们多指点指点啊。陈科长把面子算是给足了，又分配了个老采购带着，交代完事情就走了。采购科一共4个人，有2个李清洁认识，一个是昨天下午从办公室出来的女人兰桂如，另一个是之前去李家村采购的李解放。此时脸色冰冷的看着李清洁，记得上次去采购的时候，李清洁说没什么物资的，这没2天就变出1400斤肉来，他心里自然不爽了。至于剩下的这个，是陈科长分给他的师傅。小伙子真是帅气啊！我叫周卫国，你叫我老周就行。周师傅好，你叫我阿杰就行了。跟着周师傅在周边村子里逛了一天，下班的时候领了个宿舍条子，算是把住的地方找到了。奇怪，这房子是公家的，怎么还落了锁呢？管他3七21的，捡个石头砸开不就完了？你个挨千刀的，砸我锁干啥？李清洁刚准备砸第2下，就听见隔壁的贾张氏叫骂着出来了：“你个老太婆胡言乱语什么？我兄弟现在是厂里的采购人，这房子就是厂里分给我兄弟的。既然是你的锁，赶紧把钥匙拿过来吧。”何雨柱可没什么好脾气，平时就跟老贾家不对付，这回更不会讲客气了。傻柱，你胡说，这是我家房子，凭什么让他住？贾张氏还想着等儿媳妇娶进门，他就搬到这个屋子住呢，哪想到突然房子就有主了。阿杰，你把条子亮给他看看，让这瞎眼老太婆也清楚自己这是在做什么。李清洁刚拿出条子，就见老太婆疯了一样冲上来，好他反应快，抬腿就是一脚。你这死老太婆想干啥？这可是厂里批的条子，你也敢抢？你们干什么？竟然敢欺负我妈！我特么弄死你！贾有为这时候刚回来，直接二话不说飞起一脚。李清洁速度很快，一个侧身让过，反手甩了一巴掌，直接抽的贾有为满眼星辰。贾张氏见儿子被打，又嗷的一声扑了上去，可哪里是李清洁的对手？要知道上一世的李清洁可是李家村里出了名的混混，现在只是被欺负了，不是变冷，抓着鼻子俩就开始一顿胖踩。还真是反了天了，敢来我们院子里欺负人！谢成，你快去保卫处叫人来。作为贾有为的师傅，易中天赶紧站出来主持公道，严谢成则是一脸兴奋地冲了出去。严谢成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还管得了我了，傻柱！脚长我身上，我想去哪儿去哪儿。柱子，你住在这个院子里，怎么能胳膊走往外拐呢？柱子哥，你别管，让他们去叫人，就是不知道是侵占公家财产的罪名大，还是打人的罪名大。院里的人都看着呢，又不是我先动的手。李清洁一句话把贾张氏冷汗都吓出来了，旁边的易中天也是反应了过来，这事要真闹大了，打架的人倒是没什么事，这侵占公家财产的，怕是要进去蹲一段时间了。先等等，易中天挥了挥手，让严谢成停了下来。小伙子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这是贾家确实有不对，但你也打人了不是？这样，我们各退一步，这件事到此为止，行吗？啊？什么？他占我房子，还打我们娘俩？你作为师傅就这么主持公道的？老贾呀，老贾，你在天上看看呢！你一走，咱娘俩就只能任人欺负了。你要是在天有灵的话，就把这挨千刀的和易大爷一起带走吧。看着贾张氏在地上唱大戏般的哭闹，院里的人都憋红了脸，而易中天那脸色如同黑炭。贾张氏，你在胡说什么？要不现在就叫保卫处的人过来，这事我不管了，让他们来处理。一他要撂挑子，贾张氏顿时闭了嘴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提前声明一下，以后谁要再拿这件事说事，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这把锁我就留着了，免得有人再作妖。李清洁也知道这老太婆难缠，以后还要住在隔壁嘛，必须要好好的立个威。行了，以后这件事谁都不许再提了，大家该干啥干啥去，没啥热闹看的。随着易中天一句话，看热闹的人一哄而散。兄弟，你可真行啊！这个老太婆烦人的很，还得是你有招。恶人就得恶人磨。李清洁重新拿起石头，水砸得稀巴烂。这小子不好惹啊！严谢成，你给老子注意点，以后别让人当枪使了。我还怕他，不就一个临时工吗？等你有份工作了再说这句话，指不定人家就转正了。你以为分房子是你想的这么简单吗？这年头工作是那么容易分配的，说不定人家背后就有啥根脚了。知道了，以后离他远点就是了。爸，我的工作有信了没？你爸我只是个老师，不是厂长。一提起这事，严守存就头疼，找个工作得把家底给掏空，他实在是不舍得这钱。正在洗碗的于丽听到公公这样说，又开始后悔了。当初为什么就要嫁到这个家里面？要是提前认识那个小伙子该多好啊！哪怕是个临时工，至少也不用跟一大家子挤在一起住。更何况人家长得高大帅气不说，还有自行车呢。那天没把你撞坏吧？因为有事，所以走得有点着急，不好意思啊。李清洁的声音把于丽吓了一跳，反应过来后脸上登时一红。没事，上次也怪我，真没想到你会分到这个院里。是挺巧的，那我去柱子哥家吃饭了啊，你忙。院里来来往往的都是人，李清洁也不好意思老跟人家媳妇聊天。饭菜刚上桌，就见许大棒子端着盘子进来了。柱子，我自带盘肉菜过来蹭饭，你这不能撵我走了吧？葛雨柱眉头微皱，这院里他最不喜欢的就是许大棒子了，但是上门是客，也不好硬撵。好在人也不像严谢成一样，还带了个菜过来。行吧，一会咱一起喝一个。酒过3巡，许大棒子的来意也清楚了，特意来认识李清洁的，毕竟人家刚来就分了房子，以后前途无量不是。你这棒子真不要脸，这可是我兄弟，你上杆子攀啥亲戚啊？
傻柱，你知道你为什么那么让人讨厌吗？就因为你这张破嘴。老子那叫真性情，不像你们一个个的心眼多。狗屁真性情，你那就是不会做人，要不然凭你那厨艺，早在后厨当上领导了。放屁！你一放电影的，你懂什么？你一个厨子还瞧不起放映员，也不瞅瞅你这邋遢的样子，难怪娶不到媳妇儿。完了，傻猪又爆了，开手就是一拳，直接把许大棒子干飞了出去。这不是喝得好好的吗？咋又干起来了？阿杰，你帮我把这小子扔回去，哥再去煮点面，一会再吃点。李清杰也不好多说什么，只能拎着许大棒子走了出去。咋喝这么快？又跟傻猪闹得不愉快了？门刚打开，罗小娟就傻了眼。这小子不是新来的那个吗？嫂子是我，许哥喝醉了，我送他回来。来呀，天天跟他说喝不了，别喝那么多。谢谢你了，帮我把他放进屋里吧。两人一前一后扶着许大棒回了炕上，刚准备撒手，就听许大棒一声哼哼：“媳妇儿，来陪爷睡觉。”谁都没想到晕倒的许大棒会有这么大的力气，就连李清杰都被拉了个踉跄，直接扑在了嫂子身上，气氛瞬间微妙了。对不起嫂子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还不快起来！罗小娟的脸蛋瞬间烧红了，自家男人就在旁边躺着呢，这要是醒了，说破天都解释不清楚了。走了，嫂子。李清杰不敢逗留，一溜烟的跑了。许大棒，你真行，把自家媳妇拽别人怀里去。李清杰出了门，在洗手池灌了几口凉水压压惊，转身准备回屋睡觉呢，正巧就看到一个身影朝自己房子后面跑去。这大晚上的，谁呀？小媳妇半夜钻地窖哭泣，李清杰好心下去安慰，没想到就用了一颗糖，竟然换来这么大的惊喜。阿杰偷偷跟着那道身影，一直走到隔壁库房。原来这还有个地窖，难不成里面还有什么宝贝不成？默默点开系统搜寻功能，一阵玻璃扩散开来。这下可不得了，周边竟然有几十个各种颜色的亮点，金的、黄的、橙的、白的、银的，应有尽有。好家伙，49成就是49成，不敢说家家户户都有杀好宝贝，可这亮点的密度也太吓人了，就连隔壁贾家和许大棒子家都有。得知地窖里没宝贝，阿杰本打算回去睡觉，顺便重温下孟德志，可刚转身就听到一阵女人的抽泣声。这女人半夜没事干，跑到地窖里哭啥？谁在那？是我，李清杰。我刚才看见有个人影过来了，来看看啥事。听到是李清杰，于丽的哭声反而更大了。姐，这是发生啥事了？你要不跟我说说，说不定说出来就轻松了呢。于丽哭了大概10来分钟，也许是哭累了，开始慢慢倾吐起心声来。今天我一个姐妹约我去百货商场玩，我想着去转转过个眼瘾，又不要钱。可到了商场，我那姐妹一买就好几件衣服，花的都是她男人的钱，我呢兜里1毛钱都掏不出，尴尬的恨不得从百货商场2楼跳下来。明明她还没我漂亮，凭什么我就要过这样的日子啊？越说越崩溃，于丽的眼泪又不争气的流了下来。李清杰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总不能上来就给人家买衣服吧，又不是自家媳妇。姐，吃颗糖吧，这样心情或许会好点。这还是西月硬塞给阿杰的，他不太喜欢吃甜，所以随手丢进了空间，把糖递给于丽。李清杰赶紧撤出地窖，要是让人过来堵在地窖里，那可真说不清了。10几分钟后，于丽才收拾好心情回了家。不是去上个厕所吗？怎么回来这么久？一进屋子，严谢成就缠了上来，顿时让于丽有些恶心。连个工作都没有，还好意思碰老娘？要是怀了孩子，你有钱养啊？从今天开始，等你找到了正式工作，再碰老娘。解锁新绑定对象，翻10倍奖励10颗大白兔奶糖。解锁新功能，商城。李清杰刚躺到床上，就听到系统的提示音，当时乐开了花。这简直就是百货超市啊！现在最缺的就是物资，很多东西花钱都买不到。给我来个西瓜。居然还可以选冰的，还是常温的。算了，还是明天回去买给媳妇吃吧。这系统也太不正经了，送颗糖给我这么大的回报，这不是逼着我去关心别人的媳妇吗？阿杰从超市里花1毛钱买了本三国，津津有味的读了起来。第二天一早就被门外的声响给吵醒了。何雨柱，你给老子滚出来！我圈圈你个叉叉的傻柱！许大棒子，我看你是在作死啊！李清杰一推开门，就见两死对头快干起来了。你把老子打成这样，让老子怎么上班？你少跟老子胡扯！昨天我就干了你一拳，你长2黑眼圈，能怪我吗？老子跟你拼了！许大棒子抬起拳头就要打，结果被手一3下就扔在了地上。院里人看着院里都习惯了，闹了几声，许大棒子就没停过。到傻柱家蹭完早饭，李清杰就去科里报了到，然后骑着车往李家村去了。有了商城功能，采购对他来说根本不是事。妈，听说李清杰在城里找到工作了。不知道啊，昨天一天还真没见到那瘪犊子。妈，那你快去看看他在不在家，说不定也能给你儿子讨一分工呢。李强也是敢想的人，就凭他和李清杰的关系，人不落井下石已经不错了。那王八犊子可没这么好心，你就老老实实的别想那美事了。妈，要不咱们把林希雪欠的钱给还了吧？帮了李清杰这么大个忙，让他介绍个工作，应该不会拒绝吧？这样我既能娶到媳妇，又有了工作，那133块钱1年不就挣回来了？李婶一听眼睛亮了，这不是不费一分一毫，还白白捡了个漂亮儿媳妇吗？也不多说啥，
屁颠屁颠就出了门。李婶有什么事吗？就你们姐妹俩在呀。你李婶找阿杰有点事，她在吗？李婶一边说着，眼睛还瞅着桌上的皮蛋馊肉粥，打心底的羡慕这伙食。阿杰他有事出去了，李婶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。你看看你这孩子，还瞒着婶子呢。我都听人说了，咱阿杰在城里有了份工作，说不定过段时间西域你也要搬去城里呢。城里可分配不了那么大的房子，那吸血怎么办啊？所以婶子就想了。上次阿杰不是说了吗？那133块钱，婶子帮你们掏了，让吸血过了门，咱还不都是一家人吗？要是再给小强找个工作，那吸血不是也能沾上光了吗？李婶嘴上说的好听，可在两姐妹看来，全都是些盘算。不用了，李婶，欠的钱我们自己慢慢还。再说了，我男人也没那么大本事啊。那你们姊妹俩窝到一个屋，跟同一个男人住，你们就不怕村里有什么风言风语呀？见姐妹俩不吃软的，李婶打算直接泼脏水了。西月虽然性格好糊弄，但吸血哪是那么容易吓唬的，当场就爆了。滚！我们姐妹俩住一起，关你屁事！想说说去。不过我可警告你，但凡我在村里听到类似一句不干净的话，我都算到你家头上，到时候可别怪我上门砸你脸。正好李清洁这会儿回来了，听到老太婆竟然威胁自己老婆，立马拿起柜子上的柴刀。阿杰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婶子刚才是胡说呢。村里谁不知道李清洁之前就是个煞星，现在只是知道疼老婆了，可不代表别人能欺负了。赶紧滚，少在这碍眼！李婶哪里还敢说什么，直接一溜烟跑了。至于传谣言，她可真不敢，不然阿杰那柴刀说不准啥时候就插定上了。好了，都别生气了，吃个西瓜压压惊吧。两女本来还有些窝火，可见到这么大的西瓜，瞬间把不愉快都忘了，叫上王寡妇和小豆丁，几人一起大快朵颐。阿杰，快尝尝我婶子送的果酒，可甜了。你们先喝吧，我还得去村长家转转。桂花婶的离开对村长打击很大，之前他们一家对自己那么好，怎么着都应该去探望一下。知道了，晚上回来路上慢点。阿杰拎着西瓜和烤鸭，手上端着2斤红糖进了门。李叔，我来看你了。我还以为你小子在城里有份工作就不回来了呢，咋这个点过来了？我勒个去，这么大一只烤鸭，饭都吃不饱的年代，谁家吃得起这么大的玩意儿啊？李清洁这下子的确把李守山吓到了，更何况还有个大西瓜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这玩意太贵重了，你快拿回去给弟妹吃。少废话，我是来看李叔的，又不是来看你的，何况我家里还有呢。等李清洁回家的时候，3个女都喝翻了，小豆丁早就躺床上睡了。还真是心大啊！幸亏我回来的早。李清洁把姐妹俩放到床上，又抱起装睡的王寡妇，轻手轻脚的放回了她家炕上。王姐，你该不会是想一直架着睡觉，然后从了我吧？李清洁直接坦白，王寡妇这才知道自己演的有多假。阿杰，我姐，你是不是有话要对我说？王寡妇刚想说话，就听见屋外有点动静，是李婶家的二儿子。有次我撞见过他。王寡妇并不意外，那小子基本上每天晚上都来，手脚又笨，难免不被发现。看就让他看呗，也没啥好看的。阿杰，你说我能相信你吗？姐你就说呗，不管出了什么事，我给你担着。老头一气之下把亲儿子开了瓢，傻猪仗义出手可惜杯水车薪。关键时刻阿杰送上温暖，成功说服刘家兄弟。今天我婶子来看我了，想给我说媒，嫁给他们村一个跛脚汉子，带的东西我不想要的，可我婶把东西搁下就走了，说是过2天带人来看看。李清洁一听就明白了，王寡妇这是在让自己做选择呢。要是愿意的话，今晚怕是都不用走了；要是不答应，过2天人就改嫁给那个跛脚了。答案很明显，李清洁怎么可能放弃这个刷掌力的人呢？不过他没给出明确答案，而是从空间里调出10张大团结。姐，你以后带着豆丁好好过日子，有啥事尽管找我就行。这也太多了吧？要不你拿回去几张？上次靠着卖阿姐给的那些肉赚了30，在他眼里已经是巨款了。没想到这小男人这么夸张，出手就是100，你自己留着用。不过平时尽量低调，不怪阿姐出手阔绰。这100算什么？人家酱缸里还泡着黄鱼呢，远不止1000块了。这个我知道，阿姐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别人知道咱俩关系的。今晚你就在这住下吧。好吧，王寡妇显然误会了。不过见他这么懂事，阿姐也不好说什么。姐，咱不着急，你先得出去把那憨货弄走，不然我也回不去啊。王秀丽脸色一红，整理了下衣服走了出去。趁着这个功夫，李清洁又来到酱缸旁边，熟门熟路的摸出金条，直接扔进洗盆间。你怎么出来了？姐，我先回去了，咱们来日方长哈。看着阿姐离开的背影，王寡妇内心五味杂陈，不知道是应该感激还是应该失落。难道我刚刚误会了？不对啊，以前这小子不是呀？哎呀，羞死了！给王秀丽消耗100元，翻6倍，奖励600元。今晚还真是大丰收啊！收获大小黄鱼和600块不说，秀丽姐也愿意自荐枕席了。不过嘛，既然已经是自己人了，以后就不能让李家那小子惦记了，得找个机会敲打一下才行。第2天一早，李清洁吃完早饭就赶去了单位，没想到采购科里都哭丧着脸。咋了这是？周师傅，发生啥事了？你昨天下午没在，所以不知道。咱食堂里都闹翻天了，工人嫌饭菜里没有水，跟傻猪吵了起来。要不是保卫科拦着，怕是都闹出人命了。这么严重吗？厂里没肉跟厨子有啥关系啊？再说了，我前2天不是还……
小声点，你那1000多斤肉啊，贴补上头都还不够呢，哪里轮得到工人们啊？陈科长都发话了，现在只要谁搞到肉，谁就提升待遇，不然就全部降薪，所以大伙都烦着呢。李清杰心里大概有数了，只要搞到1000多斤肉，说不准转正就有希望了。不过这事得先亮一亮，才能显得自己有价值。跟周师傅道了别，就打算去4合院看看傻柱，没想到院里围满了人。救命啊！谁来救救我二哥啊！爸妈，二哥他昏过去了。哼，砸死他都活该，竟然敢忤逆我！刘海柱满脸的无所谓，就像地上躺着的不是他亲儿子一般。街坊邻居们，求求你们了，求求你们救救我哥啊！刘广福没办法，只能朝着院里的邻居求助。何雨柱实在看不下去，不知道从哪儿搞来辆下子车。大家伙都别看热闹了，多多少少出点钱，不然这小子一会真不行了。说罢，又给了刘广福5块钱。这年头5块钱可是一笔巨款了，像傻柱这样的倒是没几个。谢谢柱子哥，这钱我一定还你。哥，这咋回事啊？见李清杰来了，何雨柱把刘家的事给他说了一遍。原来是刘海柱喝了点酒，二儿子一顶撞，就被老爷子爆了头。都说虎毒不食子，哪有把亲儿子往死里整的？那还等什么？别跟着浪费时间了，拿着快去医院！李清杰直接掏了张大团结，一把塞给刘广福。也不是说他圣母，主要是以后要在这院里立足，光靠何雨柱一个人可不行。再说了，他还得设立一个乐于助人的人设，不然以后接济寡妇刷奖励的话，院里估计会有风言风语。刘广福深深的看了阿杰一眼，然后跪下磕了3个头，吓得他赶紧把人扶起来。咱同辈之间可不兴这个哈，赶紧送人去医院吧，再晚流血都把人流没了。那小子真是人傻钱多啊，估计还不知道刘家那2小子没工作吧，到时候还不上有他哭的。谢成，你少说2句吧。不管怎样，人大小伙子做的确实不错。听到爷俩跟家里面打嘴炮，余力不由得撇了撇嘴，手上攥紧了那颗温暖的奶糖。自家男人的这副模样，是让他彻底失望了。至于李清杰，没事就躺在房间里品3国，有事就到厂里摸摸鱼。至于别人怎么说他，无所谓了。第2天中午，刚想去解决下肉的问题，就碰到了从医院出来的兄弟俩，没想到对方上来就跪了。你俩这是干嘛？广福，赶紧把你哥扶起来，伤口还没愈合呢。刘广福没动，刘广天把剩下的2块7毛钱拿了出来。哥，这是没花完的钱，我以后一定报答你。拆卸换纱布这些都要钱，自己留着，赶紧起来。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？兄弟俩这才颤颤巍巍的站了起来。李清杰打量了刘广福一眼，个子还不错，心里突然有了个想法：你能吃苦吗？哥，你让我上刀山下火海，我要是犹豫1秒，我都不是男人。兄弟俩这是打定主意了，爹亲娘亲都没有阿姐亲。今晚我要回村打猎，你跟着我去，虽然要吃点苦头，但是能分到野猪肉，不过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你要是不怕的话，就跟我一起吧。打猎自然用不上他，但是好歹帮忙抬个肉什么的，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。哥，我不怕，我也要去。你在家好好养伤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说完，李清杰也不犹豫，带着刘广福回了李家村。林希雪，到了还钱的日子了，你要是还不上，还是得跟哥几个走。我倒要看看谁敢动。李守山带着狩猎的兄弟，紧紧把西月、吸血护在身后。这群无赖还真是难缠，本想着还了钱就能解决，看来没这么简单，得给他们一个教训才行。我说兄弟，你们看热闹归看热闹，不关你们的事你们少管。那王军人已经没了，咱今个过来清账，那叫天经地义。混混不知道李守山跟阿杰的关系，还以为他们是过来看热闹的。怎么着？看人家男人不在，想英雄就没了。你嘴巴给老子放干净点！阿杰，你回来了。给了二女一个安慰的眼神，阿杰又拦住蠢蠢欲动的刘广福。刚才这小子就看明白了，有人在欺负自家嫂子呢。要不是阿杰一直拦着，早上去跟人家拼命了。守山哥，谢谢你们了。都是一个村的兄弟，说着干啥？哟呵。咋又想跟上次一样拿个砍刀跟我们哥几个玩狠吗？混混头子掏出匕首，在手上转了一下，满脸都是戏谑。今天要是拿不出133块钱来，老子让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。混混话音刚落，李守山那哥几个就凉了家伙。刘广福不知道从哪找了个粪勺，上面还带着点烟渣之物。李建军更苦，直接上了3分剑，拉了个满弓。这一松手，怕是能带走3个。把东西给老子卸了！男人第一次进山就闹肚子，没想到却因此引来2头野猪。混混们怂了，手里的匕首好像烫手山芋一般，直接扔在了地上。哥几个有话好好说，还有那拉弓的兄弟，你手可千万别抖啊！李清杰咧着嘴，笑盈盈的走到混混面前，一手拎起他的耳朵。刚才你不是很拽吗？再拽一个试试。杰哥，我错了，说错话了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形势比人强，这就是混混界的天理。守山哥，把家伙放下吧，咱李家村可是出了名的讲理，又不是占山的土匪。欠债嘛，还钱就好了，你说是吧？对，杰哥说的对，那133块钱你看。既然是一次性付清，那总不能连本带利一起给吧？借钱的人是王军，跟我们可没啥恩情可言。这个吸血，本金多少来着？80块钱。好家伙，这利息都快赶上本金了，你们可比房地产还能赚啊！上次那5块就当是上个月的利息，一次性再给你80，咱们2清，可以吧？杰哥，这么大的事，我们也做不了主啊。可以，杰哥你说啥就啥，就算不给也算2清。
行了吧？说80就80，拿上钱，赶紧滚，混混不敢啰嗦，捡起钱就跑了。这次可下的不轻，如果不出什么意外，以后是不敢再来了。多谢兄弟们给我撑场子，晚上咱们一起吃个饭。你小子还跟我们客气个蛋！兄弟们，咱今晚上吃垮这小子！李守山一声令下，哥几个热热闹闹的散了。阿杰，那些人不会记仇吧？没事，吸血，这东西你拿着，记得随时揣在身上。李清洁花了120从系统买了把勃朗宁，也不怕他打不到人，只要震慑下宵小就足够了。这是平时放身上一定要注意好保险，别擦枪走火了。晚上兄弟们在阿杰家里搓了顿大的，个个扶着肚皮进了山。守山哥，刚才那烤鸭好吃吗？我才尝了个鸭屁股就没了。你还好意思说？知道要进山的，还吃那么多，半头小乳猪都进你肚子了吧？瞧你现在这德行，一会儿见到野猪可别拉不开弓。哼，哪有那么容易碰见野猪啊？能收个傻狍子都不错了。哥，你说咱今晚真能遇到野猪吗？运气好就能遇到，不行就当溜弯，潇潇10倍，机会多着呢。刘广福第一次进山，黑漆漆的，似乎有些害怕。哥，我想拉屎。你小子该不是害怕了，想偷偷溜下山吧？刚吃饭的时候，李建军就和他杠上了，两人抢一口烤乳猪，谁也不让谁。去，刚刚干的吃多了，又灌了一大瓶水，这回肚子有点背不住了。这会天还早，咱就跟着休息会儿吧。你小子还不快去，离草丛远点啊，小心蛇咬你屁股。刘广福清啐了一口，捂着肚子就跑了。守山哥，上次去黑市卖肉的时候，我整了点这个，你看好用不？雾嫂，子弹这玩意儿你也敢碰？被抓了可是得吃花生米的。李清洁撒了谎，子弹是从系统里买的，根本没人能查到。什么鬼？该死的李建军，什么狗屁蛇咬屁股就知道吓唬老子！刘广福刚提上裤子，就感觉身后传来一阵低吼，强忍着心中的恐惧，慢慢的扭过头去，这一差点把裤子弄湿了。两头堵车大小的野猪，正一脸意犹未尽的看着他呢。刘广福拔腿就跑，身后野猪也瞬间。李守山等人闻声而起，拔出刀就冲了上去。李建军更快，3根利剑划过夜空，直接贯穿。另一头野猪见状要跑，李清洁赶紧举起柴刀，谁知李守山他们更快，一把大刀已经飞出，直接插入了野猪的局部。看到阿杰满头黑线，你们这是故意练过的吧？上次看你这招好使，兄弟几个就现学现卖了。怎么样，没事吧？吓死老子了，都怪你，讲什么蛇咬屁股，这特么哪里是蛇啊？你还怪我？刚才老子可是救了你一命呢，还不赶紧跪下磕头谢恩？谢你二一个裸圈腿，老子用着你救吗？要不是刚才没看清，信不信老子直接跟他单挑？得了吧，你裤子都湿了。别听他的，上次遇到野猪的时候，他比你还尿得多呢。阿杰，你这兄弟可真是福星啊！平时咱们上山毛都看不到一个，他一来就给咱弄了2头，这就是所谓的新手光环吧？众人把野猪切割完，直接拖回了李清洁家。这次厂里有采购任务，兄弟们，你们那份我就直接给你们现钱和肉票了。至于广福，分你20斤肉，没意见吧？刘广福当然没意见了，他就漏了个定，就能拿20斤肉，都够他们兄弟俩吃2-3个月了。笑嘻嘻的拿着猪肉，跟着李守山回了村长家住。第二天一早，不用阿杰交代，800斤猪肉已经腌制完毕。兴许是系统察觉了他在卡 bug， 所以这次只翻了2倍。不过1600斤猪肉已经足够交差了。有时候能力太强反而会让人怀疑。怎么就你们几个？李清洁呢？科长，自从把那个李清洁招过来后，到现在都没采购到一点物资不说，他天天早上点个卯就出去了，到现在都没见过人影。李解放本来就看阿杰不爽，这时候不站出来踩一脚，就不是他风格了。凉的，这小子以为撞破我跟桂如的好事，就能想干啥就干啥了是吧？等他回来，让他来找我，让他知道厂里有厂里的规矩。陈科长放完狠话，刚要走，就见李清洁走了进来。李解放嘴角的裂缝肉眼可见的张开了。李清洁，你还有没有把工作当回事？这还没转正呢，就迟到这么久。陈科长的声音很大，大到不少人都过来看好戏了。阿杰本来还打算过几天才把肉拿出来，看来现在是不用了。科长，我昨天回乡上山打猎去了，一晚上没睡觉，忙完立马就赶回来了。哦，是吗？打了多少斤啊？有50吗？李解放不看场合的嘲讽，让陈科长不爽的瞪了一眼，当时不敢作声了。不多，昨晚上运气还算好，跟同村的小伙子打了1600斤野猪肉。1600斤？李清洁的话音刚落，让陈科长倒吸一口凉气。1600斤还叫不多，那什么才叫多？好，你小子好样的。虽然1600斤肉对钢铁厂来说远远不够，但足够让他给领导交差了。接着就见陈科长戏剧性的变脸，你们1个2个的，一天天只会坐在办公室，难不成等着肉从天上掉下来啊？以后多学学李清洁，别一天天的就知道给老子浑水摸鱼。从今天开始，李清洁正式成为钢铁厂的采购员。鉴于周卫国是李清洁的师傅，这次就免于处罚，你们2个各降1级待遇工资。这话一出，李解放的脸色立马沉了下来。兰桂如倒是没什么，反正凭着和陈科长的私下关系，降不降待遇都没区别。唯一成了小丑的就是他李解放了。察觉到他怨妇般的眼神，李清洁懒得搭理，晃晃悠悠的回了4合院。一进院就闻到了飘飘的肉香，想来是刘广福那小子在炖肉呢。都知道他跟着阿杰上了山，回来还分了20斤肉，这可把院子里的人馋坏了。尤其是严家老汉严守存，跟儿子媳妇一商量，决定让于丽去找李清洁买点肉。李清洁，
于丽姐啊，有啥事进来说呗。于丽咬了咬嘴唇，眼神里闪烁着复杂的神情，手上捏着奶糖的力度又大了些，思虑再三，还是跟阿杰进了屋。平时抠门的李婶突然献殷勤，李清洁为防有诈，打开系统，不一小心发现了他们家的秘密。姐，这2斤肉你都拿回去，就当上次不小心撞到你，给你赔礼道歉。于丽已经绑定上了系统，哪怕是20斤肉，李清洁也愿意给，可难免让人家误会自己惦记儿媳妇。上次的事不怪你，可这也太多了，我爸只给了我5毛钱。虽然很馋肉，但在李清洁面前，于丽实在不好意思占这个便宜。客气啥啊姐，以后咱们都在一个院里，说不定还有啥事要麻烦你呢。不等于丽拒绝，阿杰一把将肉塞进他手上，待会我去柱子哥家蹭饭，你也快点把肉拿回去炖上吧。说完，他就侧身出了门，直奔何宇柱家。于丽直接傻了，自己口袋里的5毛钱还没拿出来呢，压下心中复杂的想法，拎着肉回了屋。媳妇，咱爸不是只给你5毛钱吗？怎么拿回来这么大一块肉？严谢成第一反应是惊喜，但紧接着就有点怀疑，该不是那小子惦记上自己媳妇了吧？那天咱们吵架，在那个巷子那我不小心蹭人家自行车上了，人家收了5毛钱之后，说多出来的肉当做给我的赔礼，本来就不关他的事，人家做人做事真不错的。于丽并没有把钱拿出来，自己身上总要装个零花钱不是？我咋说那天你衣服上有灰呢？那天看你生气，我也没敢提，我还以为你自己摔了呢。快去把肉炖上吧，多放点油啊！严谢成乐不溜丢的笑了笑，儿媳妇摔一跤就能换来这么大一块肉，真是占了大便宜了。柱子哥，这咋了？这是吃肉啊？一想到那小子下个星期就结婚，哥这心里就没顺过。自打见过秦怀茹以后，傻柱夜里就开始做梦，他总不能跟人说自己惦记上人家未过门媳妇了吧？这要是让贾有为那小子知道，还不把他嘲笑死？行了哥，喝酒一醉解千愁。是啊，喝醉了就什么都忘了。贾有为那小子天天上班不用心，最好在厂里出点意外就好了。不是媳妇，什么情况啊？这不是那么大一坨肉吗？怎么才这么点啊？什么情况？那么大一块肉，只有不过日子的人才一顿吃完呢。咱们分几顿吃，每次都能沾点肉，不是？严守存这话还真有道理，让人也无法反驳。可于丽脸上的变化就是很精彩，从生气到无语，从无语到失望，最后化为了平静。媳妇，咱爸说的也有道理，你看这菜里面都有油了，不是？接下来的这几天也没事，李清洁化身上班族，摸了1星期鱼，终于迎来了休息日。严叔，你这是去钓鱼啊？周末没事干，这个习惯也保持好几年了。怎么，要不一起呀？那行，等我回屋拿个鱼竿，咱俩一道去。李清洁本来是想回去陪老婆的，可西月让她好好收拾宿舍，等空了姐妹俩坐班车来看她，这便闲了下来，说是回家拿鱼竿，其实就是掩人耳目的从系统商城里买，搞了跟7米2的6味指19药，又整了套老3样饵料，在盆子里和了一下就出门了。什刹海这回是4、9成的钓鱼天堂，一老一少算是来的比较晚的了，找了个位置就开始做钓。李清洁趁人不注意，从兜里抓了把西部风老坛玉米，简简单单打了个窝。这个年代的鱼哪有见过什么好吃的？不一会儿窝子里就沸腾了起来，他也不着急，抓着8号鬼牙1实力拉了下饵料，抛下幸福美满的第一杆。唰的一声，终于了！这一捉可把旁边的大爷们看傻眼了。他们一大早就过来坐着了，大部分人半天还没见过飘动呢，更别说坐在不远处的严守存了。这小子运气也太好了吧！刚下竿就中大鱼了，不会是挂地球了吧？打脸来得很突然，阿姐没费多大力就把鱼拉了上来，10斤左右的草鱼。可惜的是忘记买鱼护了，总不能现在凭空变出来吧？小伙子，我看你没有带鱼护啊！来，我这里有条多的，送给你了。那就多谢叔了，我也不能占你便宜，这条鱼你拿回去。我这鱼护可没你这鱼值钱，小伙子，我可不给你补差价啊！瞧你这话说的，这鱼我没费多大功夫，一会还有呢。老头一阵爽朗的大笑后，拿着鱼回了自己钓位。3个小时过去，李清洁的鱼护里多了4、5条鱼，都是10斤左右的，稍微比较小的，那种2、3斤的都放掉了。这可把周围的钓友都看阴谋了，人家放掉的鱼比他们钓的还大，这特么的上哪说理去？这都是你钓的？今天运气不错，严叔你拿1只呗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昨天咱就占了你不少便宜了。严守存嘴上很客气，但手上的动作可一点不慢，拿鱼的同时也盯上了阿杰的位置。下次可不能叫这小子一起来了，这位置可要记好，以后常住都行。2人刚回院里，傻柱就笑眯眯的走了过来。哟，严叔今天真是走狗屎运了，钓这么大条回来。傻柱，你怎么说话的？一张嘴就是一股臭味。严守存白的一条鱼的喜悦心情，当时就被傻柱一句话全部冲散了。我第一个乖乖，这是在哪儿钓的这么多鱼啊？我说严叔今天咋钓这么大一条鱼呢？感情是你小子给的吧？傻柱，你给我闭嘴！严守存就像被踩了尾巴一样，直接破口大骂。李清洁笑着看热闹，丢了一条鱼给傻柱，骑着车就回了李家村。这么多鱼，得让媳妇好好补补。当然，少不了隔壁的王寡妇，在家里歇了一天，刚准备去厂里上班，就被李婶拦了路。李婶，你想做什么？阿杰，你可别多想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就
就是咱们也这么多年邻居了，李婶想请你帮个忙。你说让我帮，我就得帮啊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1块钱，李婶给你1块钱，帮忙把强子带城里去。看着阿杰一脸凶样，李婶还哪里敢废话，赶紧说出自己的目的。坐公交也就2毛钱，为什么非要花1块蹭我的车呢？原本李清洁还有点生气，现在更多的是好奇。他可不认为李婶是为了修复2家关系，这李强肯定是有什么不能坐公交的理由。这没什么，就当看在这么多年邻居的份上，你帮李婶一个忙呗。李婶越是支支吾吾，阿杰就越好奇。平时这么抠门的李婶，宁愿多花钱也要蹭我的车，说明有更大的利益在等着。不想坐公交车，恐怕就是担心车上有扒手吧。这么说来，李强这小子身上有宝贝啊，而且是可以直接翻身把歌唱的那种。李清洁默不作声的点开搜寻功能，很快就在地图上显示出一个光点。果然，他猜想的不错。那行，有钱不挣王八蛋。不过我可不管，把人拉回来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强子，你快上车，路上可当心些呀。李婶忙不迭的塞了1块钱给阿杰，一边招呼着李强上了车。阿强，今天咋突然想着进城了呢？那个杰哥，我妈说让我去城里找大舅一趟，具体啥事我也不清楚。闲聊了几句，知道从他嘴里套不出什么来，李清洁就没了下文。杰哥，你经常去城里，你懂得多。现在城里投机倒把抓的没那么严重了吧？也就那样，我是正经工人，从不关心那些。一听就知道这小子是把主意放在黑市上了。原本还想着怎么上手，看来现在机会是现成的了。男人乔装打扮在黑市买了块玉佩，没想到人生像着了魔一般。刚回到家，一亮震晕。谁知半夜时候，一道意外的身影闯入了房间。李强随便找个地方下了车，黑市在晚上才有，所以阿杰并不着急，先去厂里点卯后就回了4合院。还有为和秦怀茹结婚，看来想睡个回笼觉是睡不成了。严叔，今天不去钓鱼啊？不钓了，特意没吃早饭，就等着贾有为把媳妇领回来开席呢。严守存的抠门是整个厂里出了名的，兴许是今天喜庆，他还特意调侃了下自己。那我可得快点去刷牙，免得赶不上趟了。街坊邻居们，我来隆重给大伙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媳妇儿秦怀茹，以后就住在这院里，和大家一起生活了。行了，磨磨唧唧的，闲摆啥？开不开席了？柱子，你看你急的，我还说席面要请你帮忙呢，一会儿开席了可多吃点。这么好的机会，贾有为自然要刺激一下傻柱，不然以往的气就白受了。你小子别得意，指不定谁笑到最后呢。一阵喧哗过后，贾有为自然是喝多了，这可苦了刚入门的秦怀茹，坐在炕上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怀茹啊，今天有为喝的有点多，等天黑了你记得把他叫醒啊。蜡烛就放在床边，一会儿记着点上。贾张氏的话很明显就是想早点抱孙子了。秦怀茹打小就聪明，哪里听不出婆婆的话里话外，只能红着脸点点头，心里说不上是紧张还是期待。也别太着急叫啊，等天完全黑了再说，等那个时候再点蜡烛，毕竟要过日子的，咱能省点是点。唠叨完贾张氏就走了，房子不大，他只能到外面凑合一宿，把屋子留给新婚小夫妻。秦怀茹默默地借着月光打量着自己未来的男人，这几天他也忙坏了，竟然不知不觉就睡了过去。李清洁也没工夫留着听墙角，心里惦记着李强的宝贝呢，特意换了身衣服遮挡了脸。天刚黑就摸到了黑市，果然在角落里看到了一脸憔悴的李强，耷拉着个脸，像是谁都欠了他钱似的。兄弟，你这玩意儿20块出不出？李强一听生意上门，立马来了精神。这位爷，这是我家老祖宗传下来的玉佩，不敢说要100块，但至少值个50吧。成色倒是不错，或许其他时候值这个价，但现在嘛，不值当。李清洁转身就要走，丝毫没有犹豫。李强立马急了，别急着走啊，40不能再少了。阿杰没有搭理他，头也不回的走出了黑市，然后找个没人的角落，又换了身装扮，重新走了进去。这次他没有直接去找李强，而是漫无目的的逛了起来。早知道就不那么贪心了，能卖个20块钱也不错啊。这玉佩是李强在山上林子里捡到的，当时可把他高兴坏了，以为这玩意儿值老鼻子钱了，没想到进城后却吃了鳖，别说要价了，就连看的人都很少。差不多过了1个点，阿杰觉得钓的差不多了，又朝李强走了过来。这位爷，这玉佩可是我老祖宗那辈儿传下来的，听我爷爷说这可是宫里的玩意儿，要不是家道中落，我也不会拿出来贱卖。这位爷，您看看，30块您拿走。听李强胡七八乱扯，很明显没把他认出来。阿杰也不作声，转身就要走。这位爷，那20总行了吧？李清洁像没听到一样，继续走，根本不带留恋的。黑市马上就要清场了，要是再卖不出去，李强还得在街上露宿一天。爷，请留步，15块总行了吧？一下子少了这么多，李强砍得自己都肉疼了。好在李清洁总算是停下了脚步。其实要不是系统觉得这块玉有用，15块他都懒得掏。出了黑市，阿杰才把衣服换了回来，把玉佩扔到空间里，骑上车就往回走。没想到这时空间一阵抖动，他开始全身散发白色气体，就像馒头蒸熟了一般。我去，系统这啥情况啊？来不及多想，回到家连门都没锁，直接躺在了床上。
系统仿佛也得到了指令，白日更加猛烈些。直到砰的一声轻响，阿杰被震晕了。与此同时，隔壁睡着的秦怀如却被震醒了，摇了摇睡懵的脑袋，总算想起来自己的任务。一旁的男人还在打呼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时辰了，该不该把他叫醒？突然一阵变异袭来，秦怀如这才想起来自己忙活了一天，连厕所都没来得及上，蹑手蹑脚的出了房门，把门轻轻掩上。外面漆黑一片，他只能借着微弱的月光，凭着零星的记忆去寻找厕所。好在没出啥意外，要是不小心掉到厕所里，那可真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了。顺着原路摸索，秦怀如好不容易碰到一扇虚掩的门，顺着门缝就溜了进去。屋里漆黑依旧，床上的男人像是喝醉了般，有些难受的低吟。秦怀如顿时有些不忍将他唤醒。李清洁此时全身宛如火烧，系统吸收玉佩带来的力量无处释放，在他体内不断乱窜，意识迷迷糊糊的，感觉到有只冰凉的小手印在额头。怎么这么烫？该不是着凉了吧？唉。这样耗下去也不是办法，都已经嫁给他了，总不能放任他不管吧。凌晨5点，此时天色已经麻麻亮，秦怀如拖着沉重的身子坐起来，顺着微弱的光线看向身旁的男孩，心里顿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。只是一瞬间，秦怀如感觉后遭雷击。我这是在哪儿？为什么不是贾有为？难道昨晚我跑错房间了？天哪，我这都做了些什么？一瞬间，秦怀如脑中闪过千万道思绪，比如拿刀杀了眼前的男人，可他并没有做错什么，是自己不小心跑错了房间。可要是自杀，家里的二老怕是也会伤心到死，不仅要承受丧女之痛，还要被人戳着脊梁骨骂一辈子。秦怀如咬咬牙，决定先瞒着，趁着天还没亮，钻回了自家房子，看着躺在床上的男人还在打呼睡觉，心里不由一痛。你倒是睡得舒服，可害苦我了。半个小时后，院里摸摸索索的响起了动静。有为啊，快点起床上班了。易中天知道徒弟新婚燕尔，起床晚点也正常，但上班就是不能迟到，所以特意过来叫一声。贾有为听到师傅的声音，立马酒醒了一半。媳妇，我先去上班了，我现在还是实习工，迟到了影响不好，晚上回来给你带好吃的。结了婚之后，这份工作就更重要了，所以贾有为强忍着疼痛，立马出了门，也没注意到自家媳妇的脸色不对。等贾有为出了门，秦怀如总算是松了一口气，这关暂时算是过去了，可一会儿贾张氏那边怕是不好过了。女人狠心咬破手指，将血滴在一块白布上，本想借此遮掩犯下的罪过，没曾想却因此惹下大祸。怀如，妈进来了。贾张氏掐着点赶了回来，公鸭般的嗓音吓了秦怀如一跳，下意识的就要把白布收起来，没想到婆婆已经推门进来，看到这一幕立马笑眯眯的。快躺下再休息一会，妈给你去握俩鸡蛋。贾张氏走后，秦怀如双眼空洞，心如死灰，这一关也算是过了。可要是晚上自己男人回来问起，又该如何回答呢？直到日场3竿，李清洁才从昏迷中醒来。奇怪，昨晚系统到底在搞什么鬼？身上倒还罢了，就是这腰怎么有点酸呢？阿杰一念一动，那块玉佩出现在手上，外貌没有变化，只是少了一抹灵韵。算了，先不想那么多了，反正系统不会害我。刚起身，阿杰就发现了床上的一抹异色，这好好的怎么还会流鼻血呢？随便吃了点早饭，阿杰推着自行车准备回家，正好撞上出门晾衣服的秦怀如。哟呵，昨晚不是没什么动静吗？怎么走路还一瘸一拐的，而且眼神还有些幽怨？阿杰没有多想，骑着车就走了。其实这一切都是秦怀如的试探，刚才阿杰看他的时候，心脏都快跳出来了。还好这男人不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，不然眼神绝对不是这样的。李清洁回了家，跟姐妹俩温存了一会，就直奔村长家。守山哥，咋了？又给哥带啥好吃的了？杰哥，我要吃烧猪。李守山刚吃完饭，正拉着李建军聊姑娘呢。有件好事找你们，说不准咱哥几个可能还要发笔小财呢。真的吗？李清洁一合计，将李强卖玉佩的事说了出来。那小子说是家里祖传的，我信他个鬼，8成是在咱山里那个旮旯捡来的。所以我断定这小子今天回来之后肯定还会上山。我一会儿要去上班，没时间，麻烦你和建军他们几个盯着那小子，只要找到了宝贝，咱们平分。李守山不喜欢李家，一听说这事立马答应。李建军同样兴奋不已，刚娶完媳妇压力正大着呢。而另一边，李强是坐班车回来的，自然要比李清洁晚一些，白捡了15块钱，到哪儿都得谨慎小心。妈，快猜猜我捡的那块玉佩换了多少钱？50块嘛。哪有那么值钱啊妈，换了15块。那也行，反正是白捡的嘛。昨天有人说要20买下来，我硬要50块，人家不肯，最后就没谈拢。快收拾了又来个人，我好说歹说15块才卖给人家。哎呦，你看看你办的是什么事，一来一回就亏了5块钱。没事，妈，林子里那个洞我那天没仔细检查，说不定还有，以后我就去看看去。哥，我陪你去，人多找的仔细点。大哥我也去。不行，刚刚李清洁那小子骑车回来了，昨天掏1块钱蹭他车，说不定这小子已经发现什么了。这时候你们哥仨上山，保不齐要被那小子跟着，等他进城上班了，你们哥仨再悄悄上山。李婶虽然脑子不过，但关键时候还是有点弯弯绕绕，只是这会儿突然飘来的一丝香味让他有些冲动。妈，隔壁是不是在炖火锅呢？这杀千刀的李清洁天天在家里炖肉吃，今天居然把羊肉都弄到了，这叫别人怎么活哟？妈，您别着急，等咱把宝贝找到了，咱们也吃火锅。临近下午的时候，钢铁厂发生了一件特大恶性事件，贾有为死了，因为昨晚宿醉，脑子不清醒，直接掉进了机器，救出来的时候半个人都没了。我的儿啊，你死得好惨啊！昨天才结婚，
今天就遇到这种事，我的儿啊，你醒醒啊！你就这样走了，你让妈怎么活啊？得到消息的贾张氏和秦怀茹第一时间赶到，看到惨状后，贾张氏差点哭晕过去，秦怀茹也是一阵眩晕，感觉天都快塌了，自己想尽办法嫁进城里，刚结婚就成了寡妇，简直就是天意弄人。都怪你，要不是你，我的儿子也不会死得这么惨。贾张氏哭着哭着，突然就把过错指认在易中天身上，也不知道是哪来的力气，哭之下给易中天挂了彩。都怪你，要不是你，我儿子也不会来这个厂上班，也不会这么惨死。直到厂里的安保将两人分开，易中天已经被挠了好几爪子，本来也想骂两句，可人家毕竟刚刚失去了儿子，还不如自己大肚顶，在厂里博一个好名声。别为难他，也是个苦命的人。本来还指着贾有为给自己养老呢，现在人没了，易中天又得寻摸新人了。你们听听，难怪老易能成为厂里唯一的8级钳工呢，就凭人家这技术，就是常人不能比的。贾张氏，你也别乱嚷嚷了。难道当初易师傅给你儿子找工作还能存坏心吗？不求你报恩，但也不能恩将仇报吧。听到众人的数落，贾张氏又故技重施，坐在地上就开始哭闹。我弟儿啊，你死得好惨啊！娘把你带大花光了家里的积蓄，你这样一走了之，以后让我怎么活啊？正巧这会李副厂长赶了过来，先把看热闹的工人们赶走，这才安慰起婆媳俩来。大娘你也别哭了，谁都不希望有这种事情发生，当下要紧的是先把你儿子的后事处理了，就这样摆着也不是个事啊。哪有这么容易？你们当领导的今天要是不把事情处理好，要想开工，除非从老太婆身上撵过去。贾张氏说的话很明显，要是赔偿不满意，这件事算是没完了。这样吧，大娘，你儿子的事我们也感觉深表痛心，经过深思熟虑，决定赔偿你儿子500块，你看怎么样？贾张氏哪有那么容易满足？当场就开始骂街起来，最后李副厂长没办法，又把易中天拉上当和事佬，好说歹说，才把事情平了下来。500块现金加上贾有为的工作让秦怀茹顶上，这才把老太婆子送走。可刚回到四合院，老太太就开始撵儿媳了，毕竟钱拿到自己手里才是真正的棺材本。就是你这个扫把星，把我儿子克死了，怎么死的不是你？秦怀茹本就觉得自己命苦，加上恶毒婆婆这么一骂，转头就要朝墙上撞去，还好被易中天一把拉住。死老太婆，你到底想要干嘛？贾张氏不依不饶，抬手就要打秦怀茹，被赶来的傻柱一把拦住。贾婆子，贾有为认没了，那是因为他自己工作不认真，跟人家有什么关系？这点破事厂里谁不知道？好你个傻柱，我儿子刚死你就来惦记我儿媳妇，我给你拼了！贾张氏一激动，竟然朝傻柱张开找起来，吓得易中天一个哆嗦。给我住手！这不是在救傻柱，而是在救贾张氏。要真把傻柱惹毛了，他可不管什么尊老爱幼，牙打掉都算轻的。贾婆子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有为没了，难道就你一个人伤心吗？再怎么说，昨天有为就成了婚，说不定一晚上就中招了。你要是把人姑娘打出个好歹来，我看你是想亲手给自己断后。易中天这么一提醒，倒是把贾张氏给吓了一跳。回想起早上那一幕，顿时有些后怕，也不敢再撵秦怀茹了。可没有人知道，这一句话给秦怀茹心里增加了多大的负担。这漂亮女人结婚第2天就克死了丈夫，全院的人都给她捐款，唯独李清洁没有出手。没想到贾老太太却玩起了道德绑架。杰哥会惯着她吗？回了家的李清洁根本不知道城里发生了什么，刚要搂着小媳妇想休息，就听到外面一声轻呼，要不是她的五官被系统大幅提升，根本就听不到。咋了，阿杰？肯定是隔壁李周那小子，大半夜不睡觉又去扒王姐窗户。那小伙子不是看起来挺老实的吗？越是这种看起来面相老实的，实际上越腻歪。有时间咱把外面砌个围墙，然后把玻璃片插上面，谁知道这小子有没有趁我不在的时候偷看你们姐妹俩呢？李清洁越想越气，决定出去给他一个教训。刚走出门，就看到那个猥琐的身影，屁股还一扭一扭的，说不出的恶心。随手捡了块石头，用了8分力就朝着局部射出去。当时一阵杀猪般的惨呼传来，几乎把周围的邻居都惊醒了。李壮见势不妙，撒腿就跑。下一秒，王寡妇就冲了出来，手里还拿着把82年的砍刀。哪个王八犊子半夜扒老娘窗口啊？是个男人就给老娘站出来，家里没媳妇儿的就跟被窝里鼓捣点针线活得了，再敢来惹老娘，信不信把你剁碎了喂狗？这一次他选择不忍了，足足骂了有10来分钟，直到骂累了才回屋睡觉。屋里的李清洁和西月相视一笑，没想到王姐还有这么泼辣的一面。媳妇儿，我去上班了，休息了一整天，阿杰终于还是进城上班了。李家3兄弟听到声音，唰的一声齐齐走了出来，朝着村西进山口走去。大哥，大概还有多远啊？我有点坚持不住了，还在流血呢。你小子真不知道说你什么好，明知道这2天有正事，昨天半夜还出去做那事，忍着点，翻过前面的山头就到了。兄弟，昨天下午贾有为不小心卷到机器里面，人当场就没了。啊？什么？好端端一个大小伙子，怎么说没就没了？等等，那岂不是说秦怀茹那丫头嫁过来第1天就……谁说不是呢？你哥我就是有点可怜那姑娘。咋，柱子哥，你对她有想法啊？那姑娘那么好，总不能一辈子守寡吧？你说的也对，不过眼下可不是最好的时候，毕竟人家贾有为头期都还没过呢。要是这么干，还不得被人戳脊梁骨啊？傻柱点了点头，虽然他人傻，但这种事肯定不会干的。
相信贾家的不幸遭遇，大家伙也都知道了。有为是我的徒弟，昨天晚上我也是一宿没睡好。大家都知道，贾家就这么一个劳动力，要是以后再有个孩子，那日子恐怕过不下去。所以今天召集街坊邻居们过来，大家能帮一把是一把。易中天为了贾家也算是殚精竭虑了，可这年头谁家日子都不好过，哪有人愿意把东西无偿的拿出来？更何况是给贾张氏这个黑心的主，别人帮他不惦记一点好，反而觉得给少了。见大家都不说话，易中天不得不硬着头皮掏了2张大团结出来。这样吧，我带头资助20块钱，大家都各看心意。20块钱可不是小数目，甚至能抵得上院里的工人1个月工资了。老易啊，按理来说，工人在厂里出了意外，厂里难道没有赔偿吗？严老奴，你个瞎了心的！原本不吭声的贾张氏这回忍不住了，立马跳出来破口大骂，气得易中天直跺脚，简直了，没见过这样的猪队友啊！就凭他这态度，还有谁会给他家捐款啊？贾婆子怎么跟老严说话呢？快给人道歉！贾张氏冷哼一声，别过头去，没有半分道歉的意思。严守存也乐得他这样，至少不用出钱了。大家也都是个意思，哪怕是给个鸡蛋也成啊！易中天把2张大团结递给秦怀茹手上，傻猪见状心里一喜，立马掏出5块钱来，急冲冲走到秦怀茹边上。这司马昭之心，简直路人皆知啊！傻住之后，又有几个陆陆续续过来捐款的，不过都是1毛2毛的小户，而且目的都一样，在秦怀茹面前露露脸。直到捐款进入尾声，所有人把目光都看向了李清洁，都知道他是个大款，而且出手阔绰，也不知道这次能捐多少。兄弟，你要不表示一下？我捐个毛，没把那小子坟头草拔了，就算给猪面子了。咋了，柱子哥？这是结束了吗？走走走，吃饭去！眼见李清洁装糊涂，贾张氏又憋不住了，跳着脚就骂了起来：“你个挨千刀的，你那么有钱，凭什么不捐款？”院里的人都傻眼了，这得是脸皮有多厚才能说出这样的话。易叔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是来了。可有些人倚老卖老，随便骂人的话，我扇他2巴掌没问题吧？前世作为混蛋的李清洁，当然知道怎么治这种无赖，只有让他知道疼，才会彻底闭嘴。贾婆子，你给老子闭嘴！人家又不欠你，凭什么给你钱？给了是情分，不给是本分。再这样胡闹，把所有的东西都还给邻居们。易中天看似指责，实际上是救了贾婆子一次。要不是年轻时候跟贾婆子有点破事，他才不愿意管他死活呢。好了好了，大家都散了吧，天冷早点回去休息。人群说散就散了，只有秦怀茹傻傻的待在原地。昨晚的荒唐事他肯定不知道，要不然也不会这种做派了。愣着干啥？还不快去做饭！儿子都没了，贾张氏彻底不装了，直接暴露本性。这年头离婚是不可能的，所以秦怀茹只能任他拿捏。爸，我还以为那小子会拿10块钱出来呢，原来也是个小气鬼。你胡咧咧什么？咱家不也1分钱没出吗？厂里给贾家赔了大几百，恐怕现在是咱们院里最有钱的，凭什么给他钱？这事别人不知道，严守存还是清楚的，甚至他还知道易中天和贾寡妇之间的牵扯。居然赔了这么多钱，人都没了，要钱有啥用？也是。对了爸，接替工作的事好像没听人提起过啊。再说女孩子家家也不适合钢铁车间，不如爸你去找易叔说说。这才是严谢成最关心的，要是接手了这份工作，转正后可就是铁饭碗。要是用200块真给你换个临时工，头2年工资必须交家里。严守存从来不做亏本买卖，哪怕对方是亲生儿子也一样。行，都听你的。老易，吃完饭了没？咋了，老严？都这么多年的邻居了，有啥话你就直说呗。那行，我也就不跟你绕弯子了。你看贾家那个工作能不能让谢成顶上？严守存边说边把20张大团结掏了出来，心口不断的滴血。老严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这件事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那天李副厂长也在，点了名的要那个新媳妇去顶有为的班，你就是掏2000块钱，我也不敢在副厂长面前耍花招啊。易中天的一句话彻底堵死了严守存的希望，那姓李的副厂长铁定是看中这新出炉的俏寡妇了。老严，要不你去试试新来的那小伙子？你是说李清洁？他一个临时工，上个星期就转正了。你还记得他啥时候搬咱们院的吗？这才几天时间啊！严守存愣住了。是啊，钢铁厂可是国有单位，哪个临时工不在厂里打磨1-2年才有机会转正的？爸，易叔答应了吗？这事办不成了。昨天下午副厂长也在，点名道姓的让秦怀茹去顶岗。一听到副厂长的名头，严谢成就彻底绝望了。不过易中天说可以去找找新搬来的那个李清洁试试门路。你们都是年轻人，谢成你去接近接近。爸，他就是个临时工，能有个屁的门路啊！哼，你懂个屁！那小子上个星期就转正了，你自己想想，他才上班多久？听到老爹这么说，严谢成就像溺水的人抓住了救命的稻草一般，可下一秒就想起来，因为傻住的是自己和李清洁闹得很不愉快，这样空手上门求人，估计啥也干不成。但要是拿个理的话，又不是他们老严家的风格。小丽，你知道我和那个李清洁闹不愉快，要不你跟他说说？严谢成不说还好，于丽本来在一旁听着不吭声，可牵扯到自己身上，立马就炸了。严谢成，你个挨千刀的，天都黑了，你让我去一大小伙屋子里，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。李清洁，你这也太不讲究了！李清洁伙同猎户们进山抢宝，没想到被李家兄弟堵了个正着。他们会为了点宝物同村相残吗？
媳妇儿一会儿说话记得嘴甜一点，可别像是跟我说话一样，3句把人呛得下不来台啊。严谢成好哄歹哄，终于是把于丽给说通了。其实不用他提醒，于丽面对李清洁自然会展现出温柔的一面。行了，知道了。要是怕被孤位，你就跟我一起。这哪能啊？我还能不相信媳妇对我的爱不成？严谢成说这话都没底气，毕竟那小子长得帅气不说，还年少多金呢。于丽咬了咬牙，终究还是敲响了李清洁家的门。姐，麦乳精你都喝了2杯了，咱有话能不能直说？一会儿严谢成在外面该等着急了。说出来也不怕你笑话，那姐就直说了。我家那口子惦记贾有为的空缺，就想着让一叔帮忙，可谁想到一叔说李副厂长内定了，让那个新媳妇去顶他男人的岗，所以这是没成。然后呢？然后一叔说你工作转正这么快，说不定会有路子。你也知道我家男人前段时间跟你闹得不愉快，所以让我过来说说。李清洁听明白了，可这是误会了，他哪来什么门路啊？不就是抓住陈科长的把柄了吗？姐，你上门求工作就空着手啊？李清洁原本是想调侃一下，没想到于丽眼睛一亮，还真以为李清洁有路子，情急之下嘴就瓢了。要是真的办成这件事，你想干啥姐都依你。李清洁被于丽的大胆吓了一跳，上一次听到这话还是从王寡妇嘴里说出来的，可现在不一样啊，于丽她男人就在门外呢。可惜了姐，我就一个刚转正的工人，哪里有那么大的能耐啊？那姐就不打扰你了，工作也确实没那么好找。于丽的语气充满了失望，也不知道是在失望哪一点。姐，你先等等，我给你商量点小事。眼看天气就要凉了，风刮屋里头凉飕飕的，我上班又忙，姐你看看能不能帮我缝个帘子，把这破窗户挡一挡？放心，不让你白忙活。这件事倒不是临时起意，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而已，正好于丽赶上了。那咋不行？不过想弄厚实点，得往里头塞棉花，好棉花可不好弄到啊。这个我来想办法。姐，那这窗帘记得针脚缝密一点，弄好之后给你1块钱。李清洁不知道市场价，不过1块钱绝对绰绰有余了。那我现在就帮你。等等，姐，你还是先回去吧，这个不急，再不出去，怕是严谢成要等急了吧？于丽俏脸一红，不好意思的出了门，一眼就瞧见了望妻室般的严谢成，正死死盯着门口呢。就说这么个事，怎么这么久才出来？严谢成，你几个意思啊？难道不是你求老娘去找李清洁的吗？你要是怕戴帽子，你自己怎么不去？这件破事老娘不管了，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吧。面对自家男人于丽可没好脾气，脚一跺就往家走。错了，媳妇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街坊邻居们正在睡觉呢，可别那么大声平白惹人笑话。我早就成院里的笑话了，还怕这个？哎呀，媳妇，那件事办得咋样了吗？人家说得很清楚，没那么大本事。不过他拜托我给他缝这个窗帘，还说是成之后给我1块钱。这可是好事啊，媳妇儿，那冤大头估计不知道市场价，哪怕给了5毛，咱也有得赚啊。看着男人占小便宜的模样，于丽都不想再说什么了，差别实在太大。媳妇儿，咱好久没有聊了，要不今晚滚！没找到工作之前，别想碰老娘，蹦出个孩子来谁养？第二天一早，阿杰去单位点完卯后就回了村。杰哥，你可不知道啊，李强那个蠢货竟然在山里迷了路，别说找宝贝了，他们昨天进去，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没事，只要有个大致的位置，咱哥几个四散开来，难道还会找不到吗？阿杰这么说是有依据的。自从系统吸收了玉佩之后，搜寻功能范围扩大了5公里，很快就带着几人找到了那个山洞。我提前说好啊，一会儿要是谁觉得分配不均动手，可别怪我不客气。放心吧，守山哥，咱哥几个这么多年的感情，多点少点能有啥？消息还是杰哥给咱们说的，山洞也是杰哥找到的，一会儿给杰哥多分点也应该。李守山点了点头，把柴火放在洞口，烧出来的烟往洞里面扇。要是有大型畜生的话，估计一会儿的功夫就能给熏出来。约摸熏了半个多小时，也没见什么东西出来。众人这才处理了火堆，等里面的烟消散的差不多了，咱们就出发。等等，李清洁，你小子这事做的不地道啊！李强3人从林子里走了出来，明显是跟着刚刚的烟雾找来的。守山哥，再怎么说这山洞也是我第一个找到的，你们现在趁我们不再闯进去，要是传出去了，你觉得你这个村长的儿子脸上还有光吗？要搁平时，李强绝对不敢这么跟守山说话，但是巨大的利益面前，每个人都可以是死士。话虽这么说，可要不是我带路的话，恐怕你们哥仨还在山里转圈圈吧。不过来都来了，不让你们进肯定是不行的，谁找到宝贝就谁的，之后愿意给谁分就给谁分，其他人都不许多说什么。怎么样？要是地图上显示是经典的话，李清洁绝对不会退让，可惜就是个白点，顶多里面就是几块玉佩啥的，不至于闹那么僵。行，那谁第一个进去？别说我们几个欺负你，李强你先进去吧，要是里面有宝贝，第一个进去的人吃到肉的几率很大哦。听到阿杰这么说，李强登时怂了。谁知道这山洞有多深？刚才的烟要是没熏到，里面蹦出来个熊瞎子什么的，那不是漂亮传送餐吗？守山哥，第一还是让给你吧，我跟你后面就成。李守山咧了咧嘴角，揣起汉阳造就钻了进去，几人随后跟上，没几分钟就把山洞走了个遍。可惜地上一干二净，啥也没有。李家3兄弟更是开启了离地模式，趴在地上一寸一寸的找起来。奇怪，地图明明显示就在这里的，难道是在地里形？李清洁摸出柴刀，使劲往地上挖了起来。众人有样学样，拿着能用的家伙使就开凿。没半个小时，就听李清洁一声叫唤：“守山哥，快过来看！”
李强哥仨顿时心凉了半截，这下宝贝是彻底与他们无缘了。15块小银砖，1块玉佩，就是洞里所有的宝贝了。当然，还有一本小日子的笔记，早就被他藏进了系统空间。阿杰，你说说你的想法。放心，要是谁敢反对，老子手里的枪可不是吃素的。李强三人的表情明显一僵，随后显露出一抹怨毒，转身就要往回走。等等，这样吧，咱们哥几个一人2块银子，剩下的那1块你们兄弟3个分了。李清杰倒是不怕三人翻脸，可万一趁他去城里上班的时候，这兄弟仨生了歪心报复姐妹仨就完了。幸福者让路原则，没必要为了这10块钱把家人置于险地。果然，听到李清杰分自己1块，李强的脸色还是好了许多，不过心中一阵后悔。该死的，这些宝贝原本都是老子的，要不是老娘非要自己蹭他的车，也不至于现在被抢了。回到家里，李清杰把银砖交给西月保管，又把山里的事说了一遍。西雪，你要记住，勃朗宁一定要随身携带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不要开枪。话音刚落，门口传来一阵猛烈的敲击声。谁啊？大晚上的想干啥？阿杰是我，姐求你了，求求你救救豆丁吧。咋了，王姐？豆丁出啥事了？我也不知道，豆丁突然开始全身发烫，我怎么叫都叫不醒。阿杰，姐求你了，快救救豆丁吧！姐你别慌，咱们现在就把豆丁带城里去治病。为了避免把小豆丁脑子烧坏了，阿杰又从空间里取出一根百年参须，这还是上次他天黑进山采回来的。姐，这是百年人参的参须，豆丁一定没事的，相信我。在王秀丽儿子身上消耗1根百年人参参须，翻倍奖励1整根百年人参。阿姐回去跟西雪、西月招呼了一声，带着王秀丽母子就往城里赶，直到把孩子送到医生手上，王寡妇才松了口气。小孩已经没事了，在病床上打着点滴呢，两位家长去看看吧，有事再叫我们。谢谢医生。秀丽，你去看着孩子，我去交费，医药费也不贵，花了不到10块。当然，这是对于李清杰来说。回到病房的时候，顺手关上了门，主要已经是后半夜，招待所也关门了不是？姐，豆丁已经没事了，去睡一觉吧。不用，我跟豆丁挤挤就行。阿杰，你去床上睡吧。那也行。其实刚才阿杰想的是晚上2人挤挤睡的，毕竟今天机会难得。可王秀丽却会错了意，说完之后就反应过来，后悔了。阿杰，豆丁的病还没完全好，就让他一个人睡吧，姐跟你挤一挤。第二天一早，李清杰去厂里点完卯，又骑车把母子2人送回了李家村。阿杰，秀丽姐，豆丁没事了吧？谢谢妹子关心，豆丁的高烧已经退了。阿杰，谢谢你了。王姐说那客气话干啥？正好二姐昨天打了只野鸡，今天中午炖了，给豆丁补补。哦，知道了，吸血妹子，那我把家里晒的洋芋干拿过来一起炖上。你来我往才是相处之道。王秀丽不好意思一直占人家便宜，即便已经和阿杰达成了羁绊。秀丽姐，你腿没事吧？昨天晚上我着急豆丁，让阿杰骑太快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阿杰啊，姐还没跟你说不好意思呢，这恩情姐永远记心里。女人啊，果然天生就是表演家。这算啥啊，王姐？咱这么多年街坊不说，豆丁也是我看着长大的。2人配合之默契，让西雪看了也没话说。吃完午饭后，阿杰一觉睡到下午4、5点，主要是昨晚折腾了一夜没睡，困的估摸着厂里快下班了。他交代了几声，也出了门。兄弟，我可算是碰到你了。昨天晚上咋没在院里呢？傻猪拎着2个饭盒，一个装着肥肉片子，另一盒装着半只烧鸡，正好遇上了回来的李清杰。昨天我回村里了，咋了，柱子哥？这是找我有事吗？兄弟，你看这是好颁布，我也没啥坏心思，就是这个那个。傻猪扭捏了半天，才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。合着今天厂里领导开小灶，他就寻摸着弄点好吃的去送给秦怀茹那小寡妇，又不好意思开口。我当是啥事呢？这也简单啊，你一会儿直接把盒饭送给贾张氏，就他那性子绝对不会拒绝。然后你再打着帮一把邻居的口号，要脸的人不仅不会说什么，还得说你柱子哥情商高呢。哎呦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兄弟，你厉害啊！一会儿到哥家里来，晚上咱哥俩整点。李清杰刚想答应，就见严守存笑眯眯的走了过来。小杰回来了，到叔家里坐会儿呗，请你吃饭。哟，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严叔竟然还能请人吃饭。兄弟，我跟你说，这是狐狸献殷勤，非仙即到啊！柱子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跟你严叔道歉。严守存刚要跳脚，就见易中天走了过来。自打贾有为归西之后，老易就开始物色养老的对象，最终把主意打在了傻猪身上，开始对他言传身教。不好意思，严叔，我说话不过脑子，你也知道，拜拜了您嘞。傻猪也懒得跟严守存掰扯，主要是进攻目标出现了。这饭盒虽然要送给贾张氏，但好歹也得当着秦怀茹的面不是。贾大妈，今天厂里领导开小灶，我带回来2盒肉菜，您别嫌弃。再怎么说，有为跟我也是一个院里长大的，能帮着的我也帮着一把。贾大妈，你甭客气。哎呦，我的好柱子呀，大妈谢谢你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从贾张氏嘴里蹦出来柱子这个称呼，都不记得上次是啥时候了。吃完记得把饭盒给我送回来啊！要是明天领导开小灶，再给你带。当然，这招是李清杰教的，贾张氏吃完肯定不会洗碗，到时候肯定是秦怀茹送，这不就有机会说话了吗？好好好，院里这么多年轻小伙子，还是柱子心肠好。且说另一头严守存家里，李清杰心里后悔死了，4个小菜上桌，一点荤腥都没有。
只能端着杯子喝素的。好赖一口没喷严守存脸上，感情是拿水勾兑的。就这样熬了3巡，总算是把严守存的话熬出来了。阿杰啊，就当严叔欠你个人情，你帮谢成弄到钢铁厂里去，哪怕是个临时工也行啊。要说李清洁没背景，严守存是打死自己也不信的。掏出20张大团结，齐齐摆摆放在阿杰面前，一家人就等着他点头呢，这就让人头疼了。上一世特么连饭都吃不饱，要是老子这有什么背景，至于过得那么惨吗？李清洁刚想张嘴说出事情，就感觉桌子底下的脚被碰了一下，根据方向判断，正是坐在旁边的于丽。不是，这娘的又要干啥？这可是在他男人家啊！于丽低着脑袋，装什么也没发生过。刚才怕李清洁一口回绝，自己竟然脑子一抽，用脚蹭了蹭阿杰的小脚。不过好在有效。这样吧，严叔，你先把钱收起来。你也知道，现在不管哪儿的工作都是紧俏货，更何况是钢铁厂。这段时间我帮你们留意，要是厂里有空缺的话，我第一时间跟你说，到时候运作一下，弄个临时工估计问题不大。李清洁诚恳地说了个谎，赶紧起身告辞了。主要是啥也没吃到，回去得好好补补。爸，你说那小子真的愿意帮忙吗？听天由命吧，至少那小子真的有门路。这段时间你就和他慢慢处，关系要是好了起来，说不定不花钱就能把事办成了。严守存也是真敢想，就严谢成这德行，还能跟人家李清洁处成过命交情吗？放心吧，爸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。听到父子俩的谈话，于丽不由得撇了撇嘴。就这清汤寡水的一顿饭，还有兑了水的勾兑酒，就想请人办事，这家人还真是敢想啊！兄弟，那严老寇拜托你什么事啊？说让我给介绍个工作，还说事成之后给个200块钱，我哪有这个本事啊？哼，这严老寇倒是打的一手好算盘啊！咱这厂可是国营单位，哪怕是个临时工也得500啊！这严老头心可真黑啊！算了，这事我也没放心上，过段时间随便找个理由搪塞下就行了。鉴于咱们科最近这段时间的优秀表现，特别是李清洁和兰桂如，经过厂里领导批准，今天晚上咱们老四羊涮肉馆聚餐，好好吃他一顿。既然这样，陈科长，我顺带把我儿子带上，给大家伙认识认识。周卫国马上就要退休了，趁早让儿子来见见人，以后好接这个班。当然行，大家都可以带一位家属过来，晚上6点谁要迟到了自罚3杯啊。我晚上带谁好呢？抠门公公为了一口涮羊肉，竟然把儿媳放上了人家的车，还美其名曰不浪费资源，却不知差点把儿媳推向了深渊。咋样，媳妇？那小子回来没？于丽刚才把缝制好的窗帘给阿杰送了过去，没几分钟就红着脸回来了，还掏出了1块钱。其实阿杰给的是2块，于丽偷偷藏了一半。那小子倒是大方，给钱这么爽快。这算什么呀？人家一会单位请吃涮羊肉，而且还可以带一位家属。看着自己男人没出息的样子，于丽都懒得吐槽。那小子家里人都没在4、9成，那这个名额岂不是浪费了？于丽，你不是帮他缝这缝那的，你去说说看，能不能给你也带上？爸，这不好吧？严谢成虽然也爱占便宜，但这种聚餐都是带家属的，让李清洁把自己媳妇带去像什么话？这有什么不好的？既然不让小丽去也成，你拿钱带小丽去吃涮羊肉。要不是怕丢人，严守存都想跟着李清洁去蹭顿肉吃。瞧爸说的，我哪有这个钱啊？爸，这不太好意思吧？人家李清洁都没提这事。这种事人家肯定不会提，看在你帮他缝窗帘的份上，咱自己主动提他肯定不会拒绝，反正又不花他的钱。快去，一会儿那小子出去就来不及了。好，我这就去。爸，那我骑一下你那自行车，都跟着蹭饭了，总不好意思再蹭人家自行车吧？小丽呀，不是爸不借你，你也知道咱家那自行车用不了几年了，肯定要顾惜的用。李清洁那小子不会那么小气的，他那辆凤凰牌结实。于丽也是服了这个严老抠了，哪有把自家儿媳往人家自行车上推的道理？快去吧，说不定人都已经出院门了。于丽打扮了一下，漂漂亮亮的出门了，留下严谢成原地凌乱。我媳妇就这么打扮的水灵灵的，跟别的男人出去吃饭了。李清洁，咋了姐？你这是有事？你这是去哪儿啊？把姐也带上呗。于丽想着是先坐上车再说，有啥路上可以慢慢商量，到时候李清洁也不好意思撵他吧。也行，那姐你上车。时间有点赶，抓紧了啊！我骑快一点。李清洁也不废话，迟到了要罚酒3杯的，脚踏板都蹬出风声来。当然，时不时遇到一些坑坑洼洼的，也不忘了来个急刹什么的，整得于丽脸色微红，甚至还有些享受。对了，姐，你这是要去哪？你说个地方，我先给你送过去。你要去哪，姐就去哪，咋不行啊？李清洁这才反应过来，感情这小媳妇是想蹭她的涮羊肉，只是不好意思说明。那必须行啊，姐，咱一起去吃涮羊肉。不过姐，我没别的意思啊。严谢成他能让你跟我出来吃饭吗？他敢多说2句试试，是我公公说让我来找你的。听于丽这么一说，李清洁也不奇怪了，严老抠也不是第一次做这种逆天的事了。不好意思啊，陈科长，住的有点远，赶过来慢了些，一会儿我自罚3盘肉啊。你小子既然在外面就叫我陈哥就行，这是弟妹吧？于丽刚进来，陈科长一双贼眼就盯上了，
这种漂亮年轻的小媳妇，可比兰桂如有意思多了。陈哥，你想错了，这是和我一个院里的姐，没啥事干带过来蹭咱一顿涮羊肉。哦，没事，咱都懂，都懂。饱餐一顿后，阿杰载着余力回了四合院，望其实早就在门口守着了。完璧归赵，那谢陈哥，我先回了啊。李清洁懒得跟他废话，交代一句，直接回了屋。不就是吃个涮羊肉吗？怎么回来这么晚？要不是闻见媳妇身上有羊肉的香味，严谢成怕是当场就暴走了。才出去多少回？要是你去吃涮羊肉，怕是3个小时也别出羊肉馆。媳妇，你可别多想，这不是担心你吗？毕竟外面这么冷，不是？吃那么多羊肉怎么可能冷？早点回去睡吧，肚子有点撑得慌。对了，媳妇，刚才你跟着李清洁去吃肉，就没碰上大领导吗？有倒是有，而且还是个科长。科长？那你搭上话没有？要是有了往来，你男人的工作就不愁了。哪尼？你觉得我会跟人家说什么话？还是说严谢成？你想让我去投怀送抱啊？余力气不打一处来，说起那个陈科长，他敢肯定，只要自己主动点，还真能给自家男人谋份工作。不过他不是这种人啊，要是李清洁那样的，他倒是会考虑下。柱子哥，昨天咋样啊？嗨，兄弟你可别提了，那饭和秦怀茹送是送过来，可连句招呼都没打，人就跑了。好事多磨啊，慢慢来啊。这样吧，兄弟，你看能不能把秦怀茹叫上，跟咱一起吃个饭？哥们在私底下单独请你3次。傻柱没别的想法，就是想在秦怀茹面前展示下厨艺，说不准就抱得美人归了呢。行吧，柱子哥，那就这个休息日晚上。不过我多叫点人，想让人家单独跟你吃饭，那不可能。只要能把秦怀茹叫到咱屋吃个饭，其他都是小事，人多几个怕啥？咱1个月37.5块，不是吹的。得嘞，柱子哥，周日你就瞧好吧。李清洁去厂里点了卯，刚打算回李家村去看媳妇，就被陈科长拦住了。阿杰啊，这是要下乡采购吗？对啊，科长，在办公室里也没什么忙的。工作上进是好事，但也要注意劳逸结合嘛。这个周末有没有时间？咱们去什刹海甩两杆。行啊，科长，我这个周末正打算去呢，前2天有点忙，早就手痒了。那咱可就约好了，记得到时候把你那个院里的于姐叫上呗，人多热闹不是？陈科长随意的一句话，反而暴露了真实的目的。科长，我那于姐可是有家室的人，昨天晚上一起出来吃涮羊肉也是巧合，就这么平白带出来，人家男人肯定也不答应。好小伙就要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嘛，周末等你的好消息。好了，快去忙吧。阿杰撇了撇嘴，骑上自行车一溜烟走了。杰哥，你听说了吗？秦家沟那边出事了，有户养羊的人家遭狼了，有没有兴趣跟哥几个去秦家沟打狼啊？到时候咱弄个狼皮褥子啥的，冬天睡觉也舒服。什么？咱这林子里还有狼呢？怎么没有？林子里连熊瞎子都有，更别说狼了。只不过这畜生狡猾的紧，有点风吹草动就溜了。估计现在是天冷了，他们也想吃点羊肉，补点肥膘过冬。叫上首山歌没？正准备去呢，天黑了咱们一起过去。我爸说那些畜生昨天晚上尝了甜头，今晚可能还会再来，这次就不需要进山了，在秦家沟守着就行。那就这么说好了，晚上老位置不见不散。不巧不成书，几人刚到秦家沟，就见到了秦金如父女俩。原来遭狼的养羊户就是他们家，这次损失可不小。要是没人帮扶的话，估计一家人过冬都难了。得知消息的秦怀茹也心急如焚，全家都指着他能帮点忙，可自己的苦只有自己知道。妈，我求你了，借给我20块，我家里的亲戚遭了灾，没有这20块钱，冬天就活不下去了。知道贾章是不好对付，秦怀茹也不敢多要。要钱1分没有，要不你把我这条命拿去。妈，我求你了，有为的抚恤金不是有500块钱吗？你就发发好心，拿出来20就行。你也知道那是有为的抚恤金，难道我把儿子养这么大容易吗？我现在老了干不动了，那是我未来的保障，哪怕是说破天那钱也不能动。再说那是你家的亲戚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妈，算儿媳求你了，等工资发下来，第一时间还给你。咋的？你以为拿工资发下来是你的？那是我儿子的工作，只是让你接替下来，知道吗？工作你也落着了，你还想要工资？凭啥好事就全轮到你头上？等发了工资全部交上来，听到没？要是少了1分钱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见贾章是完全不讲道理，秦怀茹捂着脸走了出去，刚好撞进了傻猪的怀里。秦家沟养殖户家遭了狼，李守山等人半夜守草带狼，没想到却被女孩的一声惊呼搅了局。秦怀茹出来本来是想找李清洁的，毕竟他才是自己真正的男人，可没想到刚出门就撞到了傻猪。妹子，你有啥事跟哥说呗，哥肯定给你解决。很明显，刚才屋里的一幕都被这个男人瞧见了。至于找他借钱，秦怀茹根本就没考虑过。他手上的那2盒子肉，但凡进了贾章氏手里，就别想再留出点油来。这也是秦怀茹一直不搭理傻猪的原因，甚至还有点讨厌他。而秦怀茹一直惦记着的李清洁，此刻正趴在草垛里，等着狼群送货上门呢。此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，颇有伸手不见五指的感觉。突然一阵脚步声响起。谁在呢？别紧张，是我老秦。秦福带着女儿秦金如走了过来，手里还提着茶壶之类的。别出声，赶紧过来！李守山一把抓起汉阳造，死死盯着2人身后。不远处，一群恶狼已经缓缓靠近。父女2人强忍着内心的恐惧，咬着牙躲进了草垛。可秦金如不知道是太过害怕还是怎么，腿肚子突然不听使唤了，一下子扑到了旁边的阿杰身上，一声尖叫划破夜空，瞬间引起了狼群的警惕。给我打！秦金如会换手。
李守山抬枪就甩，身旁的李殿军也是三箭连珠，直接又秃了。李清洁反应也不慢，一把推开手中的软玉温香，抬手就是一记飞柴，人随刀影，呲溜一声窜了出去，几乎是电光火石之间，林子里响起了3两声惨叫，赶紧追！众人齐齐冲了出去，原本打算把那群狼都留下，可偏偏秦金如那一声娇嗔，彻底坏了事。死丫头，你叫唤什么？爸，我脚崴了。秦金如反应过来，也知道自己算是坏事了，委屈的眼泪不断往下流。小山哥弄死3头，其他的都跑了。阿杰呢？不知道啊，刚才还在呢。这头就是他用柴刀砍死的。这小子该不会一个人去追狼群了吧？建军，快去找找。不用了，守山哥，我没事。你这家伙真是要肉不要命了！万一狼群没走，你还能独占群狼怎么的？刚刚冲动了，这不跑半道就回来了吗？李清洁傻傻一笑，系统强化过的身体可不是吹的。他刚刚上去逮到一头活的，好像还是头狼王，被他锤了个半死扔空间里了，而他丝毫没有察觉到，之前从山洞里找到的玉佩正对着狼头冒白烟呢。把这些带回去处理吧，注意别把皮子弄破了。这群畜生狡猾的紧，今天吃了这么大个亏，恐怕短时间内是不会下林子了。刚才要不是那丫头叫了一声，李守山有信心自己就放倒2头来。守山，真是谢谢你了。秦叔，你跟我还客气啥呢？刚才那狼群满打满算也就6、7只成年公狼，一下子损失了3头，想来短时间不会来骚扰你们了，你就安心过年吧。至于金如妹子，你也别怪她了，毕竟是女儿家。自从秦怀如进了城，秦金如就成了秦家沟的钩花，就连李守山都忍不住想在人面前露露脸。金如，快给你这几位哥哥拿碗倒热水喝，暖暖身子啊。不用了，秦叔，家里人还在等着呢。要是回去晚了，平白担心，下次一定留下。这次就先走了。对了，阿杰，兜里有钱没？借我5块钱。李守山一开口，阿杰就知道他在想啥。守山哥，这是我一片心意，说借不是打我脸吗？从兜里掏了一张大团结，直接递给守山。10块钱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，单是这张狼皮就远远不止10块了。金如妹子，天黑你也别送了，赶紧回去吧。李守山把钱塞给了秦金如，然后带着兄弟们走了。小丫头看得清楚，这钱是李清洁掏的。妈呀，10块钱！说实话，这还是他头一回见这么多钱呢。还记得当初姐姐说他不是好人，可现在看来，明明他才是最好的人。回村后，李清洁没有直接回去，而是转了个弯，又绕进了山里。有了搜寻功能加持，根本不用担心遇到危险。很快他就到了那个藏宝的山洞，从空间里放了出来。原本还怕他反抗，特意把柴刀拿在手上，没想到这货出来后，直接趴在了地上，好像有些害怕，又有些撒娇的样子。拜托，你可是狼王，你的桀骜不驯啊，能不能恢复一下？狼王好像有些听懂了，慢慢站起身来，做了个前腿弯曲的动作，明显是臣服的意思。我去，你这是什么心态？被我打了一顿，就这么臣服了吗？狼王用头蹭了蹭他的腿，摆出一副娇羞的模样，肚子里传出一阵咕噜的声响。你小子原来是饿了。阿杰笑了笑，从空间里拿出一只烧鸭，这年头舍得用烧鸭来喂狗，呸呸，喂狼的。李清洁算是头一个了吧？以后就叫你二哈吧。今天先住在这里，等我回去安顿好了，再把你接到家里去，别把我媳妇给吓到了。李清洁不怕他跑掉，按照刚才二哈的尿性，肯定是系统又使了什么坏。普通的狼哪有这么灵性的？回去安慰了一下西月、西雪2姐妹，又把二哈的事情交代了几声，就搂着小媳妇休息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李清洁照旧出了门，去厂里点铆，前脚刚走，隔壁3个愣头青就冒了出来。那小子走了，咱们赶紧上山。自从分了一块银砖之后，他们的心思就没停过，报复人家没这本事，只能想着再去那个洞里找找，看还有没有宝贝。在厂里摸了一天鱼，刚回4合院就被傻猪堵上了，还把昨晚撞到秦怀如的事说了一遍，加上阿杰昨晚的经历，就把整件事猜了个七七八八。你说我要帮他，他为啥就不肯接受呢？晚了啊，柱子哥，要我是你，就不惜的问，直接拿20块钱塞他手里，他能拒绝吗？听李清洁这么一说，傻猪后悔的想给自己2嘴巴子。对了，兄弟，你说晚了是啥意思？李清洁又把打狼给钱的事说了一遍，听完之后，傻猪直接蔫了，自己算是彻底没戏了。没事，柱子哥，咱还有机会，这个周末你就只需要拿出自己的手艺就行。兄弟，那我的幸福生活可就靠你了。两人正聊着呢，就见刘广天匆匆忙忙的跑了出来。杰哥，珠子哥，我出去一趟。这小子像是做了亏心事一样，卷着肩膀，腰都不敢抬。你小子偷人家牛了，说话都说不明白。这2小子还真是稀泥扶不上墙啊。自打上次跟阿杰进山搞到肉之后，刘广福也不见人了，即便是见了面，也就打个招呼。得了吧，柱子哥，咱也不指望这2小子对咱报什么恩。李清洁刚回屋子，于丽就抱着做好的被子走了进来。这是上次做完窗帘之后，阿杰又给他派的活。不过一大包的棉花被自家男人克扣了1/3，于丽显然有些不好意思。接过被子的时候，李清洁就知道了自己买了多少棉花，心里有数。这严守存家还真是奇葩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看来一会儿得好好敲打一下。姐，你先别走，这2根香血肠拿回去尝尝。不用不用，姐都拿你的钱了，怎么还好意思再拿你东西呢？看着阿杰手上的东西，说实话，于丽脸上都骚得慌。人家给的工钱是市场价的好几倍，就这自家男人还好意思克扣东西？客气啥啊姐，你帮我这么大一个忙，更何况咱以后都住1个院，免不了要打交道的。这次大方一点，下次请你帮忙也不至于不好意思。为于丽消耗物资，翻倍奖励20根香血肠。
行，那姐就先回去啦。等等，我还有些话要说明白了。姐，你也知道我不是小气的人，关键是这次的事做得太不地道了啊！李清洁开门见山，于丽心里也不再抱任何的侥幸。很明显，偷棉花的事人家已经发现了。阿杰，是姐对不住你，我家那男人说自己冬天没个棉裤啥的，所以被褥子里面少塞了棉花，留下来给自己做了个棉裤。姐现在回去就把那棉裤拆了，一会儿给你拿过来。说这些的时候，于丽眼都红了，不是为别的，主要是委屈和心酸。姐，你先别急，听我说完啊，我也没别的意思，那点棉花对我来说也不算什么，这次就算了。你回去跟严谢成说说，以后要还是这样的话，有这样的事我就找别人帮忙了。李清洁拉着于丽的手没放，不是她小气，主要是不好好敲打一下，指不定人家以为她是冤大头了，以后好欺负。再说了，这棉花连王寡妇她都没给，凭啥让那小子划拉一小半去了？姐知道了，姐跟你保证，绝对不会有下次了。那我这棉花塞少了，到了冬天会不会冷啊？到时候你可得负责给我暖被窝啊！于丽脸色登时红透了，受不住阿杰的调侃，一咬牙瓢了一句：冬天你要是真冷了，姐来给你暖被窝。于丽满脸通红的走了，这会儿秦怀茹才刚从厂里回来，傻猪一早就等着了，一脸殷勤的把盒饭递给贾张氏。秦怀茹好像没看到一样，目光始终盯着李清洁家门上。妈，我去找李清洁一趟。秦怀茹也没有解释，贾张氏自然是知道他去借钱的，不管他找谁借，反正别找自己借就行了。可是傻猪被整懵了，自己主动提供帮助他不要，反而主动去找李清洁，是咋个事？媳妇，这是咋了？这是谁惹你生气了？于丽气冲冲的哼了一声，一屁股坐在了凳子上，也不说话。这克扣棉花的主意，爷俩都有份，现在反倒一副不知情的模样，恶心死了。咋生这么大气呢？跟你男人说说，手里拿了啥好东西啊？快让你男人看看。你说说你，人家都知道了，你让我的脸面以后往哪搁啊？不会吧，媳妇儿，那小子有没有说过让咱把棉花还回去啊？果然，严谢成没有让他最失望，只有更失望。于丽仿佛耗尽了最后的力气一样，回了一句没有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我就说嘛，那小子那么大方，应该不会在乎这点棉花的。这是一回事吗？严谢成，你让我怎么说你好？你知不知道刚才在人家屋里，李清洁怎么说的？你让我的脸往哪里搁？看到严谢成居然还庆幸，蔫了的于丽一下子就上头了，抓着男人一阵削。你是过来借钱的吧？你表妹秦静茹的事儿我知道了，我昨天晚上也在场。俏寡妇拘谨的坐在阿杰家里，手里还端着杯麦乳精。相比之下，于丽就放得开多了。静茹求到我爸那里，我爸没钱就找到我，贾有为的抚恤金全被他娘拿去了，我才上了几天班，没有工资。他娘还说那工资1分钱也不给我。说到最后，秦怀茹都哭出了声来，一副我见犹怜的样子，差点把咱杰哥的魂给勾。别着急，我临走的时候给了10块钱。秦怀茹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呢。后来李清洁把昨晚的事复述了一遍，心里才没那么慌了。那谢谢你了，我没什么事，先走了。主要矛盾解决后，次要矛盾自然就浮了起来。要不是出了这档子事，秦怀茹实在不想跟阿杰扯上任何关系。你确定不借钱吗？是不是很奇怪？我为什么还把你叫住？那10块钱是我和守山哥给的，跟你可没有关系。家里人都求到你头上了，你要是拿不出钱来，该怎么回去交差呢？这时候的秦怀茹还是很单纯的，什么心思都写在脸上。至于为什么活成了白莲花，还不是被生活步步紧逼的。我能不能借我20块钱？我攒到够了，一定还你。拿去吧，不着急，有钱了再慢慢还。当然，李清洁这钱可不是白借的，只不过想测试下系统，看能不能多个刷奖励的工具人。我一定会还给你的，一定。要知道，秦怀茹在乡下，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，目光再次落在男人身上，仿佛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不着急。对了，既然我帮你一个忙，那你也帮我一个忙呗。秦怀茹郑重的把钱收好，等着李清洁提要求，他就知道这钱不好拿的。这个星期天有没有时间？休息日我想把钱送回去，估计第2天早上坐班车回来上班。这样吧，过几天我估计要回村里一趟，我帮你把钱捎回去。星期天晚上跟我去柱子哥家吃顿饭。啥？吃饭？你也不用觉得尴尬，到时候我会把院里的年轻人都叫上，就简单的吃个饭。秦怀茹想了想之后，点了点头，又把20块钱还给了李清洁，把家里的位置说清楚后就走了。李清洁就纳闷了，怎么系统提示音没响呢？上次一颗大白兔不就响了吗？兄弟，他怎么过来找你了？傻柱刚才在外面等得心急如焚，见人走了，立马就冲了进来。着啥急啊，柱子哥，你也猜到了，不就是借钱呗？不是，哥们这么主动，为啥不找我来见呢？还好知道李清洁已经结婚了，不然傻柱还真觉着自己没胜算。可能我跟他认识吧，柱子哥，我以前没跟你说过吗？我们村跟他们村就隔了一条河，再加上昨晚。要不这样吧，兄弟，这20块就当是我借的，到时候让他慢慢还我，你看成不？柱子哥，你觉得借钱是个有面子的事吗？这么跟你说吧，我们邻村的在家上认识，所以人家好意思过来借钱。但是你呢？这段时间攻势那么猛烈，人家又不傻，一个好女孩子怎么会向自己的追求者借呢？更何况人家刚没了男人，怎么可能跟你这种大小伙子产生接触？对啊，那她肯定是个好女孩。放心吧，星期天的事她答应了，你就准备好你的手艺吧。
还得是你啊，兄弟，时时刻刻都想着哥们。走了，趁这会功夫再研究2道菜去。第二天一早，李清洁又骑着车回了村，顺道把秦怀茹的钱送了过去，这才心心念念的回了家。三姐妹正在吃中饭呢，是不是知道我要回来？中午吃的这么丰盛啊！哎呦，王姐，怎么几天没见，你这皮肤变得这么好了？自从产生羁绊之后，王秀丽在2姐妹面前都不太敢跟阿杰说话。那还得多谢西月妹子，擦脸油也给我分了点。阿杰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当然不介意了，用完再买就是了。对了，阿杰，李婶家的2儿子被山上熊瞎子咬断了腿，我看他可怜，借了10块钱给他。啥？李家那3个又进山了？阿杰立马就猜了出来，肯定是那3个玩意儿不死心，又去了上回那个山洞。等等，我不是把二哈放里头的吗？该不会是……李清洁不露声色，这小子落到如今这田地也是活该，谁让他偷看自家秀丽的？说到王秀丽，吃完午饭之后，有意无意的提了一下上次给他介绍对象的亲戚，说今天要过来，然后拉着豆丁就走了。阿杰，你是不是觉着王姐也很漂亮？反正你已经把姐姐肩挑了，也不差一个王姐，是不？哎，你个死丫头，胡说什么呢？媳妇，你说啥呢？王姐跟吸血的情况又不一样。再说我都已经有你们了，心里哪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？再说这种事，人家王姐肯定也不答应啊。那要是王姐答应你，就会同意呗。李清洁知道2姐妹是闹着玩的，交代了2声就往山里去了，得去看看二哈怎么样了。媒婆带人上门逼婚王寡妇，心思歹毒，居然还想验样。李清洁刚出门，就看到王寡妇家门口站了2个人，一个是陌生大婶，估计是王秀丽的婶子，另一个是杵个拐杖的马脸男子，长得干干巴巴、麻麻赖赖的，让人看了就有一种冲动。妈蛋，大主意打到老子女人身上来了，盘他！秀丽，你快把门打开呀，出来看看，你婶子今天把谁给带过来了？王红梅之所以这么上心，主要是人家钱给的足，哪怕王秀丽拒绝过1次了，这次还是带人来了。反正对她也是好事，这次要是还不答应，那只能上点手段了。也不知道老花头那瓶药管不管用。婶子，我真的不需要，你快把人带回去吧。上次你拿过来的东西，我已经换成钱都给你了，以后这种事你不要再提了。秀丽呀，你听婶子说，要不把门先打开呢，不然婶子今天可就赖你家门口不走了。婶子，算我求你了，强扭的瓜也不甜不是？我真的没这个想法，你去找别人吧。你这丫头，既然你不讲情面，那老婆子也顾不得那许多了。王婶子从裤兜里掏出一瓶药，往手上撒了点，示意瘸子踹门。只要这一手舞上去，那丫头想不从都不行了。到时候等你煮成了饭，啥都好说。这么下作的招数，亏你这死老婆子想得出来，自己享受去吧。李清洁抓起王婶的手，往她脸上抹了一把。瘸子刚想上来帮忙，就被李清洁一脚踹倒。你居然敢打人！来人啊！救命啊！打死人了！药性还没发作，王婶子还没意识到问题所在，一声呼唤之后，果然看到一群人风风火火的赶来，领头的是李守山，身后全是村里的猎户。然而比他们更快的是一头堵车大嘴的狼王。阿杰，快闪开！这畜生凶狠的紧，李壮的腿说不定就是他咬断的。李守山抬枪就要打，李殿军也是弯弓搭箭，做好了战斗姿态。守山哥别开枪，这狼是我养的。猎户们忙了，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就见狼王欢快的走到李清洁面前，娇羞的用头蹭了蹭他的腿。至于身旁的王婶2人，已经吓得缠在了一块，身下一片湿哒哒的。狼，妈呀，是狼！救命！李清洁冷冷的扫了2人一眼，还不快滚！再敢来我们村里害人，信不信我让二哈吃了你们？王婶2人互相搀扶着爬了起来，刚想逃走，就感觉身子一软。原来2人纠缠的时候，不知怎么把药瓶子打翻了，粉末洒了2人一身。瘸子登时上头了，也顾不上杵拐子，背起同样浑身燥热的王婶，朝着村口的玉米地疯狂的跑去。阿杰，这是发生了啥？他俩咋了？李清洁笑了笑，捡起地上的药瓶子，悄悄塞进裤兜。没事，估计是冬天快到了，春天也就不远了。对了，守山哥，你们这是咋回事？追我家二哈干啥？二哈，你是说这狼？杰哥，这狼真是你养的？平时咋没在村里见着呢？这家伙被我训了有段时间了，我怕他野性难驯，吓到村里人，就养在山上了。抽空就会去训一下。你们是怎么遇上的？还不是李婶家的2儿子偷偷上山被熊瞎子咬断了腿，那老婆子去求我爹帮他报仇，我爹面子上过不去，就让咱哥几个上山看看。刚好在山洞里遇见了他，一路追赶着就进村了。我说这狼怎么敢往村子里钻呢？合着是你小子养的？这边说着说着，就见李家兄弟抬着老2走了出来，哥仨在旁边听了老大会了。李清洁，原来这狼是你养的，赔钱。赔什么钱？你养的狼咬断了我2弟弟腿，他这辈子都毁了，你得赔。李强，你小子不要胡搅蛮缠！你们回来的时候明明说是被熊瞎子咬的，现在怎么又说是狼咬的？我看你们就是耍无赖，想碰瓷是吧？信不信小爷一箭3雕啊？李建军，有本事你就来，反正老子现在是个废人了，你以为老子会怕你吗？守山哥，你可是村长的儿子，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！建军，别冲动。守山哥，他们明白了是耍无赖。我倒是想知道，你们想要我赔多少钱？
2000块，还有每个月要给我家老二20块营养费，直到他能下地为止。就是，要是我以后站不起来了，那你就得养我一辈子，谁让你养这畜生害人呢？还有，我以后这样肯定不好讨媳妇，你要让林希雪嫁过来照顾我，当然嫁给我大哥也行。我嫁你老爷的罗圈腿！二哈，给我咬死这3个瘪犊子玩意儿！二哈闻言眼神一变，瞬间展现出攻击姿态，一强3人瞬间蔫了。要真被这狼王咬上一口，哪还有命啊？杰哥，你这狼居然能听懂你的话！李建军眼里满是羡慕，李守山此时也是双眼放光，死死盯着二哈不放。要知道猎人眼里有头猎犬是多么幸运的事情，何况是这么大一头狼王啊！那是，他们不是说腿是我家二哈咬断的吗？那就让二哈上去再咬一个，咱比比伤口，不就知道是不是了？不就是2000块钱吗？老子赔得起。话音刚落，二哈配合的发出一声低吼，李强彻底怕了，这狼王的厉害他可是见识过的，那可是能和熊瞎子打一架的玩意儿啊！别，我们弄错了，我们开玩笑呢。其实我们哥几个是出来道谢的。道谢？道什么谢？谢我家二哈咬断你家二弟的狗腿吗？不，都是误会。我二弟的腿确实是被熊瞎子咬的，要不是这狼王帮忙赶走熊瞎子，他怕是命都保不住了。是啊，谢谢杰哥的救命之恩。哼，你们这几个混账，断腿的事也能拿来开玩笑的吗？回去跟你老娘说清楚，你们这事咱们兄弟还就不管了。阿杰，这就是你说的那头狼吗？这么大啊！二哈的事之前就跟二女解释过，不过显然还是有些害怕，毕竟这可是狼啊。王秀丽在门缝里看了这么久，终于还是鼓足勇气走了出来。阿杰，今天的事谢谢你了。王姐，大家都是邻居，不用这么客气的。同为女人，林希雪还是能和王寡妇共情的。几人说笑了一会，也彻底放下了对二哈的戒心。以后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可要保护好他们，知道吗？二哈懂事的点了点头，又娇羞的蹭了蹭希雪这个女主人，也算是提前拜了码头。好了，我先进城了，明天休息日，我约了领导去什刹海钓鱼呢。李清杰告别了3女，骑车回了4合院。这回天都黑了，不到一会儿，就见于丽脸色红润的跟了进来。于姐，你咋来了？你先坐，我给你冲杯麦乳精。不用麻烦了，姐过来就是想问问你有啥需要帮忙的没？不需要工钱。主要是上回自家男人做事不地道，于丽总感觉自己心里不舒坦。姐，上次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你也不用有啥心理负担的。不过还真有一个小忙，想要请你帮忙。明天晚上柱子哥请院里的年轻人一起吃个饭，到时候姐你带着严谢成一起来。于丽还以为帮多大的忙呢，结果居然是一起蹭饭，当即就答应了。媳妇儿，那小子咋说？还有没有啥要请咱帮忙的？你说呢？你不一直在外面守着吗？我总共才进去几分钟。可惜了。谢成，明天是休息日，咱也跟爸一起去什刹海呗，天天待家里也无聊。行啊，媳妇，关键是明天得借个自行车，要是跑过去，得把咱俩的腿跑细了。要不你去找李清洁借吧，你帮他那么大的忙，他应该不会拒绝的。再说了，他那个自行车不仅结实还漂亮，咱骑出去也有面不是？人家明天早上肯定跟爸一起去，要不去借一大爷的吧？说的也是，明早看吧，不就是去什刹海吗？你男人肯定带你去。为了多分几条鱼，严守存竟然把自家儿媳塞到别人怀里，严谢成家的。第二天一早，于丽幽怨的看着自家男人，事又办砸了。你俩干啥？没啥急事，就等我回来再说。爸，你把我和小丽也带上，反正休息日也没啥事，天天窝在院里，脑子都快发霉了。那咋不行？不过你们自己想办法过去啊，位置就在什刹海，我和阿杰先走了。别啊爸，你把于丽带上呗，然后阿杰带我，人多热闹不是？李清洁撇了撇嘴没说话。这严谢成脸皮倒是挺厚的，2嘴皮一碰就让人带他过去。不过他知道严守存肯定不会同意的。谢成啊，你也知道，不是爸不想带你们，咱家这个自行车骑好几年了，要是把它给压坏了，咱家可没现钱重新置办一辆。阿杰，咱爷俩先去，免得一会儿没啥好位置了。说完推着车就往外走，李清洁也跟着走了。严谢成，你就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混蛋，你说我要你这个男人有什么用？严谢成也急得团团转，突然眼睛一亮，要不媳妇儿你跟着去吧，我在家等你好消息。于丽被他这一句整懵了，还有这种好事啊？媳妇儿你快跟上，再不跟上他们就走了。爸，你等会就让小丽跟你们去玩，我就不去了。严守存没有搭理他，反正不坐自己的自行车，咋地都成。阿杰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小事严叔，咱赶紧出发吧，免得一会儿地方让人占了。听阿杰这么一说，严守存急了。阿杰，要不严叔先走一步，你带小丽来的慢，叔先去帮你占座啊。说完头也不回，一溜烟的骑车跑了。至于自家儿媳坐人家自行车，大白天的也整不出什么龌龊事来。于姐呐，你可坐稳了，咱也提点速，早点赶到什刹海。于丽乖巧的坐好，用手环保住李清洁的细腰。现在你也心想事成了，一会儿去什刹海钓到大鱼，不给姐分2条，姐可不依你。2人一路有说有笑的骑着，突然路边出现一道人影，于丽连忙把脑袋埋到李清洁背上，感受到身后柔软的心跳。李清洁顺着目光看了过去，一个长得和于丽有几分相似的女孩正站在路边。直到2人过去5、6分钟，于丽才把头抬起来。咋了姐？刚才那漂亮姑娘应该是你什么人吧？那个是我妹妹，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亲妹妹啊？对，也不知道刚才认出我来没，都怪你。
姐，咱俩不是纯洁的邻里关系吗？更何况还是你男人让你坐我自行车的。哼，就怪你一会儿不多给我几条鱼，别想以后让姐坐你自行车后座。李清洁笑了笑不吭声，这不是上赶着让自己刷奖励吗？脚下一阵疾风，继续他的急刹享受大法起来。钓鱼的经过那是相当舒畅的，身边还带个钓鱼小妹，这简直就是每个钓鱼佬梦寐以求的待遇啊！差不多2个小时，李清洁就爆呼了。旁边空军的严守存虽然没钓到，但嘴角的笑那可是一点都不少。自家儿子总算干了件聪明事，让儿媳妇跟过来，一会儿不得多分几条鱼吗？果然，临走的时候，阿杰用草绳给鱼丽窜了5条鱼，最小的那条都有他胳膊长。严守存看着乐坏了，没想到阿杰又串了3条，递到了自己手上。这，阿杰，你这让叔怎么好意思呢？不能每次都占你便宜不是？严叔你也甭客气了，一会儿还得麻烦你帮我把鱼驮回去呢，我这后座也没位置啊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这会儿严守存倒不怕伤自行车了，哪个钓鱼佬没点虚荣心啊？回院的路上那脚踏都快被他踩飞了。为鱼力消耗物资，翻倍奖励20条大鱼。柱子哥，快来看看我带啥过来了。哎呦，兄弟，你这是在哪儿弄的这么大鱼啊？我前段时间去市场瞟了2眼，都没看到呢。今天上午在什刹海钓的，特意拿过来让柱子哥施展下手艺。兄弟，你是懂我的，今晚保证让你满意。爸，我想着下午回娘家一趟，这几条鱼就让我带过去吧。于丽刚开口，严守存的脸色就阴沉了下来。怎么，那5条鱼你打算全部都拿去啊？于丽知道自己有点过分了，又分了2条给自己公公。爸，那下午我有事要出去一趟，一会儿你自己想办法吧。严守存知道他想借自行车，可这宝贝怎么能给儿媳使？于丽那叫一个气啊！你不借不借呗，老娘去找李清洁去，她那自行车又大又漂亮。至于严谢成，于丽那是看都没看一眼，带回娘家是更不可能了。二姐，姐求你个事行吗？咋了姐？姐今天下午想回趟娘家，不知道你自行车方不方便？说实话，于丽都觉着自己有点厚脸皮了，在人家这里都占了多少便宜了。你放心，姐也不白借你自行车，你要是平时有啥脏衣服、脏鞋子啥的，你跟姐吱一声，姐帮你洗。姐，你都这么说了，那还有啥不行的？你放心拿去骑呗。单从刷奖励的工具人来说，李清洁就没有理由拒绝他。可在于丽眼中看来，这男人也太豪爽了些吧？你看看自家公公。阿姐，姐谢谢你，你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，姐给你洗完再回娘家。哎，姐，你别着急，衣服就先不洗了，你把这带上吧，回去也有面儿不是？红糖还是2斤？不，二姐，姐已经欠你太多了，这东西太过珍贵了，姐不敢要。那没法比，红糖这玩意儿不说值不值钱了，平常老百姓连见都见不到。姐，你跟我客气啥啊？我这又不是给你的，是给家里2老的。这小子一句话，直接把大姐姐整破防了。自己成家这么久，自家男人连根毛都没让带回家过。这个一刻，后悔嫁给严谢成的情绪到达了顶峰。只有李清洁这样的，才像自家男人啊！哭啥啊？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欺负你了呢。那姐先回去了，衣服以后再给你洗。于丽前脚刚走，4个院里面又闹腾了起来。刘广天拿着把菜刀追着后院的李卫兵就砍。李卫兵，你个王八羔子，敢坑老子，老子弄死你！哦，听到外面乒乒乓乓的，李清洁也乐得出门看热闹。广天，赶紧把刀子收起来，要是真把人伤了，你这辈子也毁了，知道吗？作为院里的管事大爷，易中天也是头大了，怎么就闹到要动刀子了呢？刘海柱，你看看你教的好儿子，拿着菜刀追着我儿子砍。老易，你给评评理，我儿子到底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了，让这小子手拎着菜刀砍？刘海柱脸色阴沉，他根本不会护着自家孩子，反而沉声呵斥起来：“你个孽子，发什么疯？还不把刀放下！”刘广天双手颤抖，听到老爹的话之后，眼睛更红了。老刘，你好好说话，孩子肯定是受了委屈了。院里谁不知道广天是个好孩子？广天，你听易叔一句话，先把菜刀放下，有什么委屈你说出来，易叔给你做主。易中天好赖是个管事，这话说的中肯又靠谱。刘广天的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。易叔，我心里苦啊，这李卫兵他不是人，合伙歪头的倒是坑我。傻猪费尽心思请俏公子吃饭，没想到却给阿姐做了嫁衣。家人们，秦怀茹的心思谁懂啊？几天前，李卫兵领着刘广天谈了个古董，说是能卖20块的宝贝。刘广天不知道是不是被老爹砸坏了脑袋，一拍屁股就把东西拿下了。靠着看病剩下来的那点钱，还有刘广福分的那些肉钱，七零八凑的搞了15块，想着一转手就能赚5块，拿着宝贝就去了进宝斋，也就是撞到阿杰和傻猪的那天。结果人家一眼就看出是赝品，刘广福今天都要看了，到处找李卫兵要说法，哪知道这小子滑溜得很，一连守了好几天，直到今天下午才碰见。李胜强，你听听，你倒是生了个好儿子，联合外面不三不四的人骗我儿子。今天要是不给我儿子一个说法，我可不依你。刘海柱，话可不是你这么说的，明明就是你儿子主动找我家卫兵的，要不是他自己贪心，我家卫兵会带他去倒腾那玩意儿吗？明明就是你儿子蠢，不读个书，净想着天上掉馅饼的好事。李胜强这一句话，让刚刚恢复理智的刘广天又红温了，上去就是2拳。
李卫兵见老爹被打，瞬间一杆热泪流了，跳起来就加入战斗。这边好热闹，阿杰心里倒是泛起了嘀咕：这老李家说不准还真有啥宝贝。那天晚上用系统搜寻的时候，就属他家的金光最耀眼了，就是不知道他们自己清不清楚。要是有主的宝贝，倒是不好下手了。一阵思考的功夫，傻柱也将二人拉开了。刘海柱，这就是你教的好儿子。我今天就算是把事情捅到保卫处，也要给我个说法。老李啊，你先消消气，今天这事绝对给你解决个明白。哼，刘广天，你怎么能对长辈下手呢？快给你李叔道歉。还愣着干什么？道歉啊你！反了天了！原本刘广天觉得委屈，死活不肯道歉的，可偏偏最怕自家这个老爹，最后只能低下了头。好了好了，大家都别凑热闹了，该忙啥忙啥去。这么一折腾，天也黑了。何宇柱家的饭局也准备了的七七八八，就连许大棒两口子都被阿杰叫来凑数。柱子哥，这一桌好菜都什么名堂啊？还不给兄弟们介绍介绍？李清杰就像个捧哏一样，给傻柱留足了装逼的机会。许大棒是个明白人，不过也没拆台，一个劲的盯着旁边的俏寡妇看。酒后三巡，傻柱愣是没跟秦怀茹说上一句话，反倒是把身旁的严谢成和许大棒给喝高了，那叫一个气啊！柱子哥，今天就到这吧。何宇柱失落的叹了口气，知道今天算是白忙活了。兄弟，你扶他们俩回去吧，我把这摊子收拾了。阿杰，你扶谢成回去就行了，你棒子哥没怎么醉。罗小娟害怕阿杰的技术性滑倒，赶紧把许大棒子叫走了。秦怀茹见有人走了，立马拔腿就溜。李清杰笑了笑，跟于丽一起扶着严谢成走走停停的回了家，却没发现不远处一道悠悠的眼神盯着他看了半天。秦怀茹成为绑定对象，觉醒技能中医圣手入门。啥情况？柱子哥忙活了一晚上没收获，反倒是给我忙活了。系统这是要干嘛？让我转行老中医吗？第二天去单位点完卯，李清杰忙不迭的回了家，抓住媳妇的手一顿乱蹭。阿杰，你还有这本事呢？嘿嘿，跟院里的老中医学了2手。媳妇儿，你猜猜你肚子里的是男孩还是女孩？那你是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呢？阿杰叔叔，我想让西月姨生个女孩，这样长大了就跟西月姨一样漂亮，然后给我当媳妇。豆丁这一番话把屋里的人都逗笑了。阿杰，你给秀丽姐也把脉呗，这几天总感觉秀丽姐心不在焉呢。不用西月提醒，阿杰早就看出王秀丽有心事。王姐，你把手伸过来看看呗。王秀丽有些不好意思，但还是把手伸了过去。身体上没什么毛病，但内心有郁结。姐，你是有啥心事吗？其实也没什么的，西月、西雪你俩不用为我担心。王姐，要是遇到什么麻烦，一定吭声，我和姐姐还有二姐一定尽全力帮你的。阿杰也点了点头，看来得找个机会私下里问问王秀丽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日子难得的安宁了下来。阿杰还是每天按时到场点卯。周师傅退休了，他儿子继承了岗位，两人同龄，聊起天来也多了些共同话题。听到阿杰想找人把宿舍翻修一下，周国栋立马拍拍胸脯，表示自己认识这么一个人。林叔、杰哥，我就先回去了，有什么事你们自己商量啊。林师傅你好，我是李清杰。阿杰老弟不用这么客气，江湖上都叫我把式林，老弟你叫我把式林或者老林都行。那老林我就说说我的看法啊。李清杰主要是嫌四合院的厕所脏，冬天方便的时候不方便，于是想在屋里弄个卫生间，但是厨房又不想舍弃，这样一来面积就不够了。好在老林还是有2把刷子的，很快就帮他完美的解决了问题。那咱就这么说好了，明天你就把人找好，什么时候动工你说了算。告别了把式林，李清杰正打算回四合院，就看到墙角站了个鬼鬼祟祟的人。见到李清杰过来，对方立马把手搭到了后腰上，等看清楚后，手又立马放了下来。李清杰眼睛经过系统的加持后，要比常人锐利几倍，一眼就瞅见了对方身后的那把砍刀。我去，这不4、9成吗？咋还动不动就拿刀砍人呢？找个角落把车停下，阿杰又折返了回去，远远的就看到那人举着砍刀追着个老头砍，没想到这老头居然还是个熟人。李清杰二话不说，开口就是一脚，然后一个箭步冲上去，卸了对方的兵刃。大叔，你没事吧？老头正是之前在什刹海给李清杰送鱼护的那位。谢谢小伙子。是你，别是我是你了，胳膊还流着血呢。不碍事，这点小伤不打紧。说话的功夫，一辆4轮子就开了过来，车上哗啦啦下来4个人，3两下就把行凶的人给按住，拖到一边打去了。领导，您没事吧？不碍事。对了，小伙子，今天出了这么个意外，还真是谢谢你了。麻烦你留个地址和联系方式。这一出把阿杰都整懵了，合着自己随意出手救的人，竟然是个神秘大佬啊！那个领导，我这救人不是为了报恩，是个爷们儿遇到这种事都会挺身而出的。再说上次你还把鱼护给我了呢，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小伙子很不错，那你留个名字，咱们改天约着一起去钓鱼总行了吧？连老头都没想到自己竟然会有被拒绝的一天，真不知道这小子是傻还是年轻气盛呢。这个行啊，领导你叫我李清杰就成。回到四合院，李清杰又弄了2筐鸡蛋，让傻柱把秦怀茹叫了过来。秦姐，麻烦你帮个忙，给每家每户拿俩鸡蛋。
各位街坊邻居，明天我这房子就开始翻新，难免有点吵闹，各位邻居，劳您们多担待。呵，兄弟你办事真局气。听说有鸡蛋分，贾张氏和严守存立马凑了过来，乐不溜丢的抢着帮忙发鸡蛋。阿杰啊，叔听说你要翻新房子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吱声，可千万别客气。之前于丽给阿杰缝个帘子就给了1块钱，这翻修房子可是个大活，要是插个手，指不定能捞多少呢。严叔你别说，还真有忙要请你帮的哦。李清杰请严家人给工人做饭，没想到严家父子第一天就敢克扣肉，这下儿媳妇都要赔出去了。严叔、于姐，我家房子不是要翻修吗？听人家说按规矩要供1顿午饭，我这边上班没时间，所以劳您2位帮忙给工人做个午饭。至于每天的工钱跟小工一样，严叔你看怎么样？李清杰说话爽快，讲的严守存心里乐开了花。果然跟他想的一样，做饭这里面占的便宜可就多了去了，不仅每天能领2份工钱不说，而且每天还能省2份口粮。阿杰啊，叔看你这边好像也挺着急的，不如让谢成也去给你帮忙呢，不用给工钱，管顿饭就行。那也行，那就跟你们一样，领小工的工钱好了。大工每天1块5到2块，小工则是1天8毛到1块2。李清杰也不小气，全都按最高标准给的。定好之后，严守存又热情的招呼阿杰留下吃饭。李清杰哪里敢留，那清汤寡水的想想都倒胃口，找了个借口婉拒了。叔，我先回去拿钱去，家里粗粮细粮都有，麻烦你们明天去菜市场买点菜。那个小丽啊，既然阿杰这么忙，你就跟他去跑一趟呗。严谢成这回没在家，只能让儿媳妇于丽去跑个腿了。你打算把房子改建成啥样啊？怎么，姐你感兴趣啊？那我跟你说说我的想法啊。这地方弄个2层阁楼，睡得舒服不说，隐私性还好。然后客厅保留，两边弄个单独的厨房和卫生间，到时候弄个可以烧水的东西，哪怕是大冬天也可以在家里洗热水澡。听李清杰这么一说，于丽都在开始幻想了，要是自己搬进这样的房子里该多好啊，简直就是她的梦中情屋。那等你把房子装修好了，姐想过来洗澡，那你可不许拒绝啊。那肯定的啊，不过洗个热水澡不仅耗水耗煤的，姐得交点水费啊。李清杰挑了挑眼，嘴角勾起一丝意味难明的笑容。那你去跟我家那口子说，他要是同意，姐天天给你交水费。于丽也是大大咧咧的，知道阿杰是在调侃，完全没有让步的意思。阿杰有些尴尬，赶紧把准备好的粮食和各种票交给于丽，当然少不了1块大肉。姐，那我丑话说在前头啊，我是信任你才把这些东西交你手上，要是再出现上次的事，那咱们的关系就到此结束，以后也没有必要来往了。他们一家3口都在里头吃饭，要是再克扣粮食和猪肉，无疑就是在打他的脸了。工人要是吃不好，指不定就会使绊子。阿姐你放心，要是再出现这样的事，姐家里那3份工钱你1分都不用掏。在门口送走了于丽，就见刘广天眯着小眼走了过来。杰哥，忙着呢？是广天啊，我这边有点忙，有啥事就直说呗。李清杰没把人叫进屋，这小子脑后有反骨，没有结交的必要。杰哥，我不是听说你要翻新房子吗？你上次帮我那么大忙，所以我想过来看看有啥需要帮忙的没，也不用给我工钱，管我1顿饭就成。也不知道这小子在哪儿打听到的消息，难道是刚才跟严守存商量的时候被这小子听了墙角？李清杰顿时有些不悦。行啊，广天，你这份心意哥领了，明天早上你直接过来就成，中午吃饭你跟他们一起吧。阿杰将计就计，闭口不提工钱的事，这下轮到刘广天傻眼了，怎么到他这就跟严守存那边不一样了呢？那个啥，杰哥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爸让我明天去干个事，改天有空了我一定来帮忙哈。刘广天支支吾吾的，连个借口都不会找，说完就撒腿溜了。媳妇儿，这谁给咱家送这么多粮食啊？还有这么大一块肉，一天天净想些美事，这是人家李清杰拜托咱家帮忙给做午饭的哦。是吗？这么大一块肉，要不咱先切个小块尝尝呗，反正他李清杰也不差这点半点的。严谢成说出心里的想法后，严守存也点了点头。不行，严谢成，你想吃肉你自己弄去，打这块肉的主意你想都别想。小丽啊，这么大一块肉，割一点尝尝也没事。那小子难不成还来咱家检查啊？爸，不是我心向外人，你知道我刚才去人家屋里帮忙拿东西，人家李清杰咋说的吗？要是这一次再克扣粮食和猪肉，以后就没必要处了。你们自己好好想想，到底是吃这1、2口肉重要，还是跟人家李清杰打好关系重要？哎呀，媳妇，真没事的，我向你保证，就这一次，绝对不行。这一回，严守存也站在了于丽这边，而媳妇说的对，和以后的长期饭票相比，这1口肉坚决不能吃。李清杰可不知道老严家的斗争，美美睡了一觉之后，又去厂里摸鱼了。杰哥，你跟林叔谈的咋样？听我爸说，林叔祖上是给皇帝修建宫殿的。你还真别说，那个林师傅确实有想法，这事哥还真得谢谢你了。改天咱有时间一起喝一杯啊。得嘞，哥。小周来这么早啊？果然是周师傅的儿子，对待工作就是认真踏实。兰桂如就好像没看到李清杰和李解放一样，单单只给周国栋打了招呼。哪有你说的那么好啊，兰姐。出来上班的时候，我爸就交代了，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。对了，兰姐，我刚才瞅你暖水瓶里没水了，已经给你打好了。谢谢了，小周。
改天有时间姐请你吃个饭。两人之间的聊天虽然客套，但李清洁明显感觉出了不对劲。这周国栋才刚来几天，怎么可能就和兰桂如的关系处得这么好？更何况以兰桂如和陈科长的关系，又怎么会眼睁睁看着他俩好上呢？难不成是兰桂如挖的什么坑？阿杰没有多嘴，这是自己不好插手，只能回头去找周师傅好好聊聊了。又到了休息日，李清洁一大早就和严守存去了什刹海，而且还带上了余力。老样子，没2个小时，阿杰的鱼户就满了。严叔，再晚回去估计赶不上给工人做饭了，要不今天咱们就到此为止了。严守存坐那半天，连飘都没动一下，自然有些不乐意。要不这样吧，严叔，我先带于姐回去，劳您回去的时候帮我把鱼带上，您自己从里面挑2条吃着。这下老袁头开心了。你小子，瞧你这说的什么话？那叔再晚一会儿，你们先回去。李清洁从户里串了几条大鱼，带回去中午给工人们加餐。坐稳了，阿姐，咱们得早点赶回去把鱼炖上。两人约摸骑了10来分钟，就经过了一片芦苇地。这段路不好走，李清洁故意放慢了点速度，就听于丽一声娇喘，腰上传来一股刺痛。怎么了姐？我疼，肚子疼。姐，你坚持一会儿啊，我现在就带你去医院。不用，你把姐放地上休息下。两人来到芦苇地上，他这才想起来自己还有中医圣手的技能。姐，要不我给你看一下吧。刘拱天恩将仇报盯梢李清洁，没想到被他发现于丽脸红的秘密。李清洁把手搭在于丽手腕上，一会儿就确定了她的情况，倒也不是什么大病，就是每个月都来的那几天，只不过她痛得比较严重而已。阿杰，你咋知道姐有这毛病呢？我跟村里一个老中医学了2手，也就浅知道些。姐，你还好吧？还是有些痛，咱们早点回去吧，一会儿赶不上给工人做午饭了。做饭着啥急啊？早点晚点吃能有啥的？姐，我有个法子帮你缓解一下。不过要推功过血，要是一会儿有啥接触的话，你可别说我耍流氓啊。那你试试吧。姐，这路上来回还要过人呢，咱们去芦苇荡后边吧，免得让人看见也不好解释。1个小时后，两人一前一后的回了4合院，于丽手里还拎着3条鱼。于姐，我下午出去一趟，要是严叔把鱼拿回来了，先放你们那里哈。要是我回来晚了，记得给林师傅拿2条鱼走。交代2句之后，李清洁推着车走了。媳妇儿，什么鱼啊？能有什么鱼啊？人李清洁每次去都能钓老大一堆了，拿不回来拜托咱爸带回来。对了，媳妇，算日子你那是应该来了吧？等你男人发工钱了，给你买点红糖啊。于丽听完忍不住撇了撇嘴，天天光嘴上说点没用的，难道老囊这事是这个月才来的吗？还发了工钱买红糖，估计那时候早拿去买云子抽了。你还跟我这磨叽什么？没见人家都忙活着吗？你也赶紧去。李清洁出门到2手市场逛了一圈，也没见着合适的家具，就直接回了旅店睡了会，想着明天回家去看看，顺道把今天钓的鱼带回去。直到天黑了，李清洁才缓缓走进了4合院，有把式灵帮他管着工程，替他省了不少心。没想到人还没去严家呢，就见于丽拎着3条鱼走了过来。姐，我的鱼呢？怎么就只剩这3条了？知道严守存一家喜欢占小便宜，但也没这么个占法吧？那小10几条大鱼，竟然硬生生的抠成了3条小鱼。不是你说给师傅们拿2条回去吗？一人2条，没那么多，就给了林师傅2条，剩下的工人一人给了1条。看于丽的表情，倒不像是演的，难道是自己没交代清楚？于丽好像也反应过来自己弄错了，白白把人家李清洁的鱼送掉了。阿杰，不好意思啊，姐没搞清楚，要不姐那份工钱就算了。那可是10几条大鱼啊，于丽干到最后结的工钱都不一定够赔的。工钱就算了，不过这么大的损失，不能这么轻易的翻篇吧？李清洁倒也不在乎这10几条鱼，于丽可是他的工具人。不过严老抠既然这么不当人，他也不能轻易饶了这小媳妇。两人一前一后的进了屋，过了一会儿之后，于丽红着脸走了出来，还去了趟厕所平复下激动的心情。其实今天根本就不是他听错了，而是他把话转告给严守存之后，这老头又开始抠了。好赖自家有3个人给阿杰打工呢，这么一分，自己家就能多分3条大鱼。等于丽反应过来的时候，老头已经把鱼分掉了。于丽没办法，只能把过错揽到了自己身上。不过还好，李清洁没发现问题，他也没啥损失。至于严谢成有没有损失，关他什么事呢？媳妇儿不是让你去交代1句就回来吗？你脸咋这么红呢？严谢成，你还好意思说？你瞅瞅咱爸干的那叫什么事？那么多鱼怎么就白白给人分了？哎呦，媳妇啊，咱爸不是解释了吗？他年纪大没太听清楚。严谢成也有些不好意思，不过占便宜是他老严家的传统美德，没啥过不去的。你不是问我脸为什么这么红吗？人家待咱们这么真诚，我睁着眼说瞎话，你猜我骚不骚？听于丽这么一说，严谢成也不怀疑了，要是真搁自己身上，估计也会脸红的吧。李清洁意犹未尽的锁了门，打算去旅社对付一宿，没想到刘广天这小子又找了过来。杰哥，这是去旅社啊？有什么话直说，要是过去晚了，旅社关了门，晚上我可没地方去。那个啥，杰哥，我跟你商量个事行不行？要不你也让我帮你翻修房子呗，每天你看着给这工钱就行，实在不行不用管饭也成。这小子原本没打算继续厚脸皮来找阿杰的，可听严谢成说一天能拿1块2，中午饭还有大肉片子，登时眼就红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广天，招的工人已经满了，要不你去别的地方看看，有什么临时工啥的。李清洁原本是不想跟这白眼狼纠缠的，可没想到自己拒绝后，对方竟然眼里露出了凶光。李清洁，你今天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怎么，你是要跟爷们玩狠路？嘿嘿，
你要是不想身败名裂的话，最好同意我的要求。这小子哪来的勇气？难不成刚刚下象棋的时候被他发现了？不应该，我明明看了外面没人的。李清洁也不说话，抬手就是一记大耳刮。刘广天，你要是觉得自己发现了什么，尽管去说。你看院里的人是相信你还是相信我？这小子上次把老李打了，现在跟院里就像过街老鼠一样，哪怕现在胡乱攀咬，人家也不会听他胡说。刚才我亲眼看到于丽红着脸从你屋里出来，我就不信你们俩没事。又是一个大耳刮子，滚！老子还以为你看见什么了呢。于丽红着脸从屋里出来，能说明什么事？难不成严谢成他不知道自家媳妇过来吗？两巴掌下去，彻底把刘广天打懵了。原以为抓住了李清洁的把柄，可剧情发展跟想的完全不一样啊！哎，哥，你脸咋了？不关你事。你个逆子，你又上哪里惹出祸事去了？广福，把门关上，我今天要好好教训这个逆子。刘广福哪里敢反抗这个家暴老爹啊，只能乖巧的去锁门了。刘海柱不知从哪儿搞了根木棍，上去就是一棍。老子让你跑，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说这次又惹出什么祸事了？谁把你脸打成这样了？二哥，你快说啊，到底发生啥事了？刘广天强忍着身上的疼痛，哽咽着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。刘海柱一听跟严守存家有关，双眼立马来了精神。平时在厂里两人就不对付，这下总算抓到把柄了。刘广天，你一会儿把所有人都吸引过来，然后把刚才的事情都说出来，听到没？爸，我怎么觉得这件事不对呢？前院那个李清洁理直气壮的打二哥，怎么看也不像是心虚的样子啊。刘广福心里默默骂着刘广天这白眼狼，上次被老爹打破头，还是李清洁帮了他呢，现在反而恩将仇报，还想着威胁人家了。兴许是那小子知道广天现在名声不好，就算说出去也没人信。我瞅这是8、9不离十。广天、广福，从今而起给我盯死那个于丽和李清洁，要是撞见了实质性的证据，立马大声喊，把院里所有人引过去。刘海柱就是要等到一个实质性证据，彻底把严守存一家钉在耻辱柱上。然而刘广福心里却想着，到底要不要暗中给李清洁报信？又是莫名其妙的一棒子，敲得刘广天一阵杀猪般的哀嚎。爸，那刘海柱都快把那个杂碎打死了，你怎么还闷闷不乐的？你等个啥？那个刘海柱分明是用苦肉计，这样一来，咱也不好继续找他麻烦了。麻蛋，这爷俩都不是啥好东西。李清洁找于丽下棋被人发现，刘广福的选择让人意外了。李清洁昨晚回了趟家，安抚完王寡妇和小媳妇后睡过头了，早上风风火火的赶着去上班，没想到路上却撞到了秦怀茹。秦姐，你没事吧？没摔倒哪儿吧？没事没事。秦怀茹忙不迭爬了起来，今天起来晚了，她也赶着上班呢。姐，你上来，我烧你一顿吧。秦怀茹一开始是拒绝的，可想想不能迟到，还是坐上了李清洁的小跑。这算是又一个第一次吧？又是这个男人。早啊，国栋。早啊，杰哥。李清洁刚到办公室，就和周国栋聊了起来。一会儿的功夫，陈科长也来了。那个小兰啊，你来我办公室一趟，我跟你说点事。陈科长说这话的时候，有意无意的瞥了眼周国栋，而此时的兰桂如有些幽怨，眼神深深的挖了周国栋一眼后，跟着陈科长走了。李清洁一瞬间读懂了里面的猫腻，要不是这小子是周师傅的儿子，他才懒得管这闲事呢。国栋，你知道你兰姐私下里跟咱科长的关系吗？我知道，昨天星期日我在兰姐家吃的饭，兰姐把一切情况都告诉我了。兰姐说那都是陈科长逼她的，她其实对我……国栋啊，既然你叫我一声哥，那哥就给你说句真心话。你说你一个国企大厂的正式员工，又是城市户口，什么样的姑娘你找不到呢？非要找她干嘛？陈科长他不过是个科长，又不是厂长，要是人家不愿意，他能强迫吗？李清洁说完，周国栋低下头，沉默了一会儿，明显是没把话放心上。等兰桂如回来的时候，双眼红红的，估计刚才一趟没少挨教训。周国栋还想上去安慰，结果人家根本不搭理他。直到吃午饭的时候，阿杰再次拉住了周国栋：“你小子，要是你兰姐真想跟你断了也好，不就是对象吗？哥碰到合适的，给你介绍一个，哪怕你喜欢年纪大的，哥也给你找一个。”不用了，杰哥，兰姐对我的感觉跟其他女人都不一样，这是我第一次有动心的感觉。李清洁知道劝是没用了，随便扒拉了2口就打算走，没想到又在食堂里遇到了秦怀茹。这俏寡妇拿着2个干馒头在啃呢。阿杰一眼就看出了其中关键，那个贾张氏在院里可是出了名的恶毒，看来秦怀茹的日子不好过啊。这个点食堂人多，李清洁不好上去说话。等到晚上下班的时候，李清洁特意在厂里等了会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上车吧，咱们路上说。秦怀茹犹豫了一下，并没有坐上阿杰的自行车。你放心吧，我又不缠着你，你以为我天天有时间在这等着带你回去啊？你不怕被说闲话，我还怕呢。找了个没人的苞米地，阿杰把秦怀茹放了下来，看着他一脸警惕的样子，阿杰不由笑了笑。你别误会啊，主要是那天我去你家送钱的时候，你爸托我照顾下你，今天中午看你吃那么少，是你那个婆婆克扣你了吧？秦怀茹眼神明显有些疑惑，自己父亲又不认识李清洁，又怎么会见一面就拜托他呢？这些你先拿着用吧。李清洁掏了20块钱，还有各种粗细粮票，一把塞进了俏寡妇手里。他这番可没别的意思，仅仅是为了刷奖励而已。没想到秦怀茹眼眶却湿润了。这还是头一回有人对自己这么好，难道真是父亲拜托他照顾自己的吗？愣着干啥啊？
你以为这是我给你的啊？以后要还的知道不？老话说狮子多了不怕痒，反正已经欠20块钱了，再多欠点也没啥，等你以后转正了再慢慢还呗。秦怀茹眼神务必复杂，眼前的男人之前在村里名声很不好，都说他是混蛋，可他要是混蛋，其他男人又是什么呢？谢谢你，我一定会还给你的。为秦怀茹消耗物资，翻倍奖励200元及各种粮票，1张自行车票。阿杰都快爽翻了，这不比下象棋还爽吗？还钱的事不着急，咱先回去吧，我还有事呢。傻猪看着阿杰和秦怀茹回来，顿时感觉手里的饭盒有些烫手了。不是，兄弟你咋回事？你俩咋还一起回来了？别提了，柱子哥，刚才我出去办了点事，所以才回来这么晚，然后路上差点把这个秦怀茹撞上，不小心弄得他摔了一跤，好在没有受伤，这不顺道把人给带回来了。哦，那你以后骑自行车可慢点，撞到人了可不好。傻猪眼珠子一转，脑子里又出了一条损招，我是不是也可以模仿阿杰这小子的，改天找机会把秦怀茹撞一撞呢？说不准以后天天都可以带他上班了。李清杰没有理会傻笑的柱子哥，这会把石林也差不多要收工了，自己也得去关心下进度。预想的工期可能会早一点，要不你看咱这边的工钱是不是要少给几天？该多少就是多少，大家伙都辛苦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马石林是个实在人，一时间没想到李清杰会这么局气，赶紧连番道谢。等工人们走后，严守存厚着脸皮走了过来，之前把人家的鱼送掉了，见面还是有些尴尬的。又来院里看进度呢，叔不是说帮你盯着点吗？不用经常过来的。严叔，那我可谢谢你了，有时间顺道过来看看，家里的存粮也不多，可不能短了工人们的吃脚。李清杰知道这老小子打的什么主意，不过他可不是吃素的，严老抠欠的债，迟早要从他儿媳身上刷回来。那行，我一会儿让小丽点点还剩多少粮食，到时候来知会你一声。李清杰笑而不语，跟傻猪招呼一声之后，就回家等着于丽上门收利息了。很快，于丽就漂漂亮亮的出了门。对于李清杰的算计，他是不反感的，反而有些许期待。哥，我过去盯着吧。你现在在院里名声不好，去前院混悠的话，大家伙都盯着你呢。刘广福不想李清杰出事，特意想把刘广天支开，就算发生了什么，自己也好帮忙敷衍一下。在李清杰门口约摸守了20分钟，于丽才提着粮食出来，不知道为什么脸上多了一抹红润。拿个粮食要这么久吗？虽然看不到里面的情况，刘广福敢肯定，于丽和李清杰之前肯定有事，也不知道的守梅见到李清杰出来，他赶紧迎了上去。杰哥，先别出去，有人要害你，咱进屋说。李清杰眉头一皱，还以为这小子跟他哥一样是来讨打的，没想到居然是来通风报信的。一进屋，这小子就把他爹那点算计全都抖落出来。李清杰眼里顿时露出一抹凶光。柱子哥说这一院子都是畜生，开始我还不信你，现在看来果然如此。广福啊，那你觉得我跟于姐之间有什么事吗？刚才于姐过来，估计被这小子瞅到了，足足停留了20分钟呢。对于一个连自己老爹都背叛的人，阿杰谈不上什么信任。发现女神和领导之间的秘密，一怒之下冲进房间，将2人的衣服扔了出去。杰哥，我相信你跟于姐绝对没什么的，这就是个误会。刘广福也不是傻子，看李清杰的样子，明显是有些生气了，赶紧表达自己的忠心。广福啊，你是个懂事的人，你说哥对你好不好？还有，我对你哥咋样？杰哥，你对我们哥俩那是真没得说，上次救我二哥一命，我二哥还那么对你，简直就不是个东西。杰哥，你放心，我是个知恩图报的人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很好，虽然我跟于姐确实没什么，让你们俩兄弟随便监视也无所谓，但你这份心意哥领了，这个你拿着，有时间自己买包华子抽抽。李清杰抽了2张大团结，塞到刘广福手上，这小子当时就死机了，他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多钱呢。杰哥，这我不能要，你对我那么好，跟我客气啥？拿着吧，对付这种人，光有大棒子是不行的，还得加上甜枣。赶紧回去吧，别让你爹看到你进我屋跟我聊了这么久。刘广福赶紧收好钱，听话的溜了出去。怎么样？那娘们刚才回来的时候，你看到啥了没？没有啊，那于丽刚才去前院上了个厕所，确实去李清杰屋子里了，不过前后待了不到1分钟，就拎着粮食出来了。你说这么快能干点啥？听到刘广福这么一说，刘广天也只能不甘的叹了口气，看来只能另找机会了。第二天一早，秦怀茹早早给婆婆做好饭，收拾完就出了院子，今天可不想迟到了。身后的傻柱早就盯好了，慢慢骑着自行车跟着呢，找了个机会，直接一个加速冲上去。哎，小心呐！傻柱嘴上喊着小心，自行车的车头就朝秦怀茹身上撞。可让他意外的是，秦怀茹好像早有防备一般，一个闪身就躲过了他的魔法攻击。结果傻柱人没撞到，自己倒是栽了个跟头。其实刚出院的时候，秦怀茹就看到他了，知道这货惦记自己没啥好心，估计会用李清杰的套路剐蹭自己，好有个借口带自己去厂里。秦怀茹聪明着呢，哪里会让他得逞？不好意思啊，车把突然歪了，你没事吧？秦怀茹冷哼一声，看都不看他一眼，直接朝厂里走去。要是傻柱还想再来一次，他绝对会指着鼻子骂娘。明明是一样的套路，怎么到我这就不行了呢？昨晚住在旅社的阿杰可不知道这事，在厂子门口遇到了秦怀茹，还自以为帅气的打了个招呼：“早啊，秦姐。”没想到对方瞪了他一眼，可这以为刚才傻猪那套是李清杰给他支的招呢。上次不就撮合他去傻猪家吃饭吗？这可把李清杰搞得有点莫名其妙了。点完饱摸了一上午的鱼，李清杰本想中午再劝劝周国栋，不要再跟那个兰桂如暧昧了。
了，可没想到这家伙滑溜得很，一会儿的功夫人就没了。陈科长门口，周国栋鬼鬼祟祟的贴在门边，他刚才发现兰桂如没有去吃午饭，居然偷偷摸摸的溜到了陈科长这里，鬼使神差的就跟了上来。自己说为什么要故意接近那个傻小子？今天不把实话说出来，看老子怎么收拾你！科长，我错了，我想让那傻小子对付你，好摆脱你对我的控制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算你老实。兰桂如好像有什么把柄在陈科长手上一样，根本就不敢反抗，只能默默看着陈科长解下了皮带。躲在门外的周国栋听得清清楚楚，双眼的泪水奔涌而出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一脚踢进了办公室的大门，这可把正在忙活的陈科长吓惨了。兰桂如也同时看向门外，小周，周国栋，你要干什么？一愣神之间，就见这小子冲了进来，抓起两人的衣服就从窗外扔了出去。大家快来看啊！李科长在办公室和兰桂如龌龊了，大家都快来啊！来看热闹了，保卫科的人赶紧过来啊！把这对狗男女抓起来了！周国栋用尽毕生力气，把心中的冤屈喊了出来。陈科长和兰桂如看着主人干着急，随手找个纸盒子遮挡一下，刚想跑出办公室，岂料门已经被看热闹的人堵上了。李清洁看着楼道里密密麻麻的人群，当场就麻了，千算万算也没算到这小子会硬刚啊！这下周师傅那边可不好交代了。很快，李副厂长带着保卫科的霸气清场，厂里出现这么恶劣的时间，第一时间肯定是要封锁消息的。至于陈科长和兰桂如，免职开除是板上钉钉了。兄弟，听说中午你们采购科出大事了，消息都被封锁了，你知道什么内幕不？我知道个锤子，我也是吃完饭才赶过来的，楼道里围的全是人，啥也看不到。哦，兄弟，那你是可惜了，我可是听说了，那小子把两人的衣服都丢楼下了呢。挤在门口的人可是大饱了眼福，那兰桂如的身材叫做一个绝啊！柱子哥，你头上咋了？咋还挂彩了呢？李清洁觉得这样的话题特别没品，找了个话题就岔了过去。傻猪一听尴尬了一下，把早上去算计秦怀茹的事说了一遍，听得李清洁都懵了。这一个个的都是人才啊，难怪早上秦怀茹对我那副态度呢，真是不怕坏人绞尽脑汁，就怕蠢人灵机一动。兄弟，你说明明就是同样的法子，我咋就不成功呢？就为了这事，傻猪都阴谋一整天了。柱子哥，你那是刻意为之，跟我那个可不一样，同样的招数短时间重复用2遍，傻子都能看出来问题。哦，也是哈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兄弟，今晚去我家喝点啊，顺便教我2招。李清洁撇了撇嘴，表示这一届的队友太难带了。两人回家喝了点小酒后，阿杰就回旅馆睡觉了。倒是于丽听说他回来了，还特意找了个借口过来找他。李清洁家门没锁，还以为他在里头特意等着呢。一进屋还有人啊，却不知这一幕被身后的刘广天看了个正着，一颗小心脏扑通扑通乱跳。正所谓捉贼捉赃，捉奸成双，等他们俩忙的时候，我再带人进去抓现行。没想到于丽进去还没1分钟，立马就走了出来。什么情况？难道真是我弄错了？他们俩根本就没事。你躲在那里看什么呢？我今晚月光不错，我帮我爹溜会儿鸟。这种20左右没谈过女朋友的小伙子，碰到漂亮女人就开不了口了。被于丽这么一瞪眼，立马扭头就跑。埋汰玩意儿，胆这么小还敢偷看老娘！而李清洁这边刚到旅社门口，就见一个俏寡妇在等着自己呢。王姐，你怎么来了？阿杰，不好了，西雪、西月他们出事了。李清洁脑子轰的一声就炸了，也不管天黑路滑，社会复杂的，拉上王秀丽就往李家村赶。她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。姐，他俩咋了？他们被人带走了。豆丁说是开着4个轮子车的人，说要把姐妹俩带去湘江。等我去的时候，人已经走了。4个轮子，湘江，看来是他们的家人找过来了。回到家里，看着眼前黑洞洞的房间，李清洁莫名的有些失落。重生归来一直顺风顺水的，没想到危机来得这么快。对了，二哈呢？妈蛋，这便宜小舅子把二哈也带走了。男人掏出一根100年人参递给俏寡妇，只因他为女人消耗物资就能翻倍奖励。没想到系统这次给了他一个意外惊喜，媳妇和姨姐子被人接走了。李清洁一连几天都提不起精神，即便现在自己找过去，也没有实力将媳妇接回来。当务之急还是得抓紧积累资源。可是给东西总要找理由不是？要是平白无故的给女人几千块钱，怕不是能把人吓死。阿杰，你回来了。姐，你这是找我有事啊？你要小心一点，那个刘广天啊，那天晚上你没关门，我以为你在屋里呢，所以过来找你，没看到你在我就出来了，然后就看到那个刘广天站在门口鬼鬼祟祟的。知道了，姐，你是不是看上我了？对我这么上心的？姐自己有男人，凭什么看上你？20几分钟后，于丽一脸娇羞的回了家。媳妇，你嘴咋了？李清洁去柱子那拿了几根麻花，我嘴馋尝了一根，那小子一脸坏笑，也不跟我说有辣椒，拿给我辣的啊，辣的肚子和胃都不舒服了。去了前院的公厕一趟，我嘴辣肿了吗？我咋说现在还是麻麻的呢？二姐这牲口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媳妇你下次可别嘴馋了。上次去傻猪家蹭饭，有好几道菜都很辣，那你歇着，我去给你倒点水啊。看着自家男人殷勤的样子，于丽不由有些好笑，就为了占点便宜，把自家媳妇都搭进去了，也不知道他们父子俩是咋想的。经过于丽这么一打岔，李清洁突然灵光一闪，想起那天晚上身体被玉佩改造的事情，特意打听了一下，在琉璃厂东街找到一家文物店，这是唯一经过国家特许经营的店铺，已经开了50多年了。
这个是糯种飘绿的小挂件，价格大概在100元左右。李清洁挑了个小巧的翡翠挂件，趁着店员不注意的时候丢进系统空间去。果不其然，刚进去玉佩就冒起来白烟。行，这个给我包起来，一次性拿出10张大团结来，把店员的眼神都看懵了。没想到这不起眼的小子竟然还是个狗大户。虽然店里的玉器繁多，阿杰也不敢多卖，毕竟怀璧其罪的道理他还是懂的。刚回到四合院门口，就见秦怀如冲了过来。李清洁，我求你一件事好不好？带我回一趟秦家沟，求求你了。秦怀如泪眼婆娑地看着阿杰，说完就要下跪。阿杰一把将他放到车上，二话不说就往秦家沟赶，丝毫没发觉两人的一举一动都被刘广天监视着。李清洁，老子这次让你死得明明白白的。回去的路上才知道，自从秦怀如嫁到城里发生这档子事之后，秦母没日没夜的担心，最终身体终于扛不住了，带信来的说人都已经不行了。李清洁骑得很快，原本2个小时的路程，愣是被他1个小时就登完了。到秦家的时候，秦金如一家人也在，看到李清洁出现在这里，明显有些惊讶。不过眼下不是问这些的时候。丫头啊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快跟你妈说说，让她不用担心，你在城里都好好的。说话的是秦怀如的二婶，也就是秦金如的妈妈。妈，女儿回来了，女儿在城里都好好的，院里的人也都很照顾我，妈你可要好好的。秦怀如抓着母亲干枯的手，一边说，那眼泪就控制不住的往下掉。不是，你们一个个的哭啥啊？婶子一点事都没有，就是身子虚弱了点而已啊。李清洁的声音嘹亮，直接把屋里所有人都听傻了。看秦母那半死不活的样子，任谁看了都会觉着不行了。秦姐你先起来，我给婶子把脉再说。中医讲究望闻问切，为了确保没看错，李清洁仔细的给秦母把了一脉，脉搏有力而稳健，根本不是生病，只是营养不良。但是对于秦家这个家庭来说，单单这点小毛病可能就会把整个家压垮，家里1分钱都没有，哪有钱给人看病啊？秦姐，这个你拿去给婶子煮1碗汤药，估计一会儿就能看到效果了。我就怕平时遇见意外啥的，这玩意天天揣兜里呢。李清洁从空间里搞了根百年人参腿出来，其他的补品也有，但就这玩意儿见效快，而且价值高，说不定还能报个大奖呢。秦怀如愣了片刻，直接朝着李清洁就跪了下来。别，姐你可比我大2岁啊，你这不是折我寿吗？快去把药煎了吧，婶子还等着呢。秦怀如接过人参点了点头，默默把恩情记在了心里。秦母喝完人参药之后，气色立马就好了起来，甚至脸上都多了一抹红晕。乖女儿，快替老婆子好好谢谢人家啊，上一次帮忙送钱过来都没好好感谢他呢。秦怀如听完二话不说又要跪，李清洁赶紧把他拉住。婶子，你说咱们2个孙住这么近，多多少少都沾亲带故的，这都是咱分内的事，就别这么客气了。既然婶子没事了，我就回村里转转去了，估计晚点会回城里，早上冷骑自行车都动手。秦姐，你看是晚一点跟我一起回去，还是坐明早的班车？秦怀如想了想，还是让阿杰一会儿来接她，这样也能省一个坐班车的钱。静茹，这小子该不会是李家村那个李清洁吧？不是都说他是个混蛋吗？大伯，你知道的，那都是老黄历了。人家自从买了自行车之后，人不仅不混蛋了不说，还在城里有了一份编制工作呢。我的个乖乖，人和人果然是不一样啊，这就是命啊。对了，李家村的事你听说了没？他俩媳妇是资本家的女儿，听说是走丢的，前几天被人找来，开着4轮子接去湘江那边了。那是什么地方啊？估计去了都回不来了。屋里的秦怀如听到老爹的话，眼眸微动，难怪最近李清洁心情不好呢，她心里应该很难受吧。乖女儿，李清洁的事儿你也听说了吧？这可是个好男人，既然他媳妇儿已经回不来了，女儿你也要考虑考虑自己啊。秦怀如没想到母亲会说出这样的话，这又想起新婚之夜那天晚上直接闹了个大红脸。妈，你说啥呢？人家自己有媳妇的。乖女儿，你把妈这句话记心上就行。你没见静茹那丫头吗？眼神就没离开过人家，幸福是自己争取来的，妈只是想让你有个依靠，以后不用活得那么累。为绑定对象秦怀如消耗物资，触发暴击奖励，奖励随机技能3选1。1. 掌握1门外语，语种可自行选择。2. 共享绑定动物视野，需消耗精神力，谨慎使用。3. 木匠手艺。3选1，系统这又是在整活啊！要是选外语的话，我手里倒正好有一本笔记本，说不定里面还藏着宝藏呢。不过共享视野的话，是不是能通过2哈的眼睛看到西月、西雪她们2姐妹呢？系统，我选2。阿杰默默打开共享视野功能，脑海中瞬间出现了2哈的虚影，刚想伸手触摸，就感觉脑袋一痛，差点晕过去。要么是精神力不够，要么就是距离太远了。系统，你可真坑啊！李清洁回村慰问了下王寡妇，就转身带着秦怀如进了城。1个半小时后，两人出现在4合院门口。秦姐，你自己进去吧，我就先回旅社那边了。院里没啥要上心的事，李清洁就打算回去研究系统了。没想到从院里突然冲出来一群人。李清洁，恐怕你今晚上别想那么轻易回去了。白眼狼诬陷救命恩人搞破鞋，没想到李清洁腰杆子这么硬，直接哐哐一阵打脸。秦怀如，我打死你个不要脸的！我儿子刚死，你就去勾搭院里的男人，
下午的时候，刘广天就召集了院里所有人，还打包票说这2人晚上绝对一起回来。一开始他们是不相信的，可现在就连何雨柱都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，明明早就得手了，还天天给自己支招呢，这不是故意耍他玩吗？老太婆，你不问清楚就上来冤枉人，这可是你家的儿媳妇，闹得这么难看，难道丢的不是你贾家的人吗？李清洁的脸色很难看，一张脸垮下来，简直要杀人。贾张氏见状连忙缩了缩，这小子打起人来根本不分男女的，自己还是不当这个出头鸟的好。李清洁，你敢说下午没带着秦怀茹出去吗？你敢说秦怀茹没有搂你的腰？一个有妇之夫，一个寡妇，2人搂在一起了，这是还不是板上钉钉的吗？对于刘广天嚣张的挑衅，李清洁没有理会，而是转头看向了管事的易中天。易叔，此事无论真假，不如我们回院里谈，不能让别人看咱们的笑话。在这个不开化的年代，一个女人要是被传出绯闻来，那是很可怕的。要是被外面人听到了，哪怕是假的，也会被传成真的了。李清洁为了秦怀茹考虑，不得不低调行事。可奈何刘广天这牲口不嫌事大，非要把李清洁直接踩死。你还知道要脸呢？勾搭寡妇时候的勇气去哪儿了？谁都没想到，李清洁这时候居然还敢打人，而且一巴掌就把一大小伙给抽飞了，甚至还吐了2颗大门牙出来。再敢当老子面嘴贱，非要了你的狗命不可！刘海柱平时嚣张跋扈，此时见到自己儿子被打，愣是连句坏都不敢说。一开始出来逼逼的贾张氏更是一脸后怕，刚才要不是缩得快，现在躺地上的恐怕就是自己了。不，一定是自己。听李清洁的，不管这是真是假，咱们自己院里人知道就行，免得让别人乱传。此时易中天已经猜到其中有误会，赶紧打个圆场，把人都拉进了院里。广天，你确定下午看到秦怀茹坐在李清洁的车上，而且还搂着她的腰吗？易中天把话题又重复了一遍，余力看向李清洁的眼神略显复杂，他比谁都清楚这男人的德行。一开始还以为他只是单纯的喜欢自己，所以才对自己好呢。感情是漂亮的他都喜欢。我发誓我说的都是真的，要是有一句假话，我全家死光光。你特么的兔崽子，发誓就发誓，拉上一家人做什么？信不信老子现在就干死你！刘海柱那个后悔啊！20年前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他和小花都冲动了。李清洁，那你能不能解释一下其中有什么误会？我凭什么要跟这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解释？要真是那样，那他以后是不是就可以随意污蔑我？我啥也不用干了，天天来给大家伙解释啊！李清洁也想明白了，以后少不了要和工具人接触的。要是见一次被撞见一次也烦得慌，还不如趁这个机会把刘广天摁死，顺道再给自己立个正义牌坊。你这是诡辩，有本事你也当着大家伙的面跟我一样发毒誓。发誓就能解决问题吗？你说我跟秦怀茹有私情，那你拿出证据来啊！难不成我说你早上吃了屎，你就剖开肚子给我看啊？我亲眼看见的。争执到这里，刘广天突然有点慌了。李清洁说的有道理，哪怕是亲眼看到他们搂搂抱抱的，自己也没证据啊。易叔，你也看到了吧？就是这小子在乱咬人，不如把咱厂里的保卫人员叫过来，让这小子去牢里过大年吧。说话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跟刘广天有仇的李卫兵。刚才李清洁一巴掌把刘广天抽飞，他心里叫做一个爽啊！卫兵，这是跟咱没关系，没必要牵扯进去。对，把厂里保卫科的人叫来，我就不信今天下午就我一个人看到，多找几个人问问不就知道了。刘广天这话一出，李胜强就直呼倒霉了。要是因为自家小子一句话得罪了李清洁，那就真是无妄之灾了。易叔，不如咱就听刘广天的吧，把厂里的保卫科招过来，就是不知道诬陷厂里的正式工人这个罪名能在里面关多久。李清洁一直绕来绕去的不澄清，就是想借着刘广天把事情闹大，到时候真相大白，自己的道德金身就塑造完美了。卫兵，你帮哥一个忙，去厂里知会一声，既然这小子不想待家里过年，咱就给他送牢里面去。好嘞，杰哥，我就等你这话呢。李卫兵顺杆子往上爬，结果李清洁手里的自行车就要去保卫处，易中天赶紧叫住了他。现在局势几乎明朗了，李清洁这小子绝对有底气，没必要叫保卫处的人来丢人现眼了。阿杰啊，易叔从头到尾都是相信你的，不如咱们把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情给大家伙解释解释，要是广天看错了，叔让他给你道歉。易叔，刘广天还想说什么，被刘海柱一把薅住，狠狠地给了一巴掌。他倒不是害怕废物儿子出丑，关键是怕牵连到自己身上。既然你们这么想知道，那行吧。下午秦姐接到家里来信，说她母亲因为担心积劳成疾，身子垮了，只剩下一口气吊着。刚好我办完事回来遇到秦姐，她哭着求我带她回去见母亲最后一面。我想这事是个人都不会拒绝的吧。要是你们不信，可以派人去秦家沟打听，没有人会拿自己母亲的健康来开玩笑的。刘广天听完李清洁的复述，感觉天都塌了，合着自己折腾了半天，人家是去做好人好事去了，这可把自己坑惨了。那个徒弟媳妇啊，出这么大事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？家里母亲还好啊？易中天作为贾有为的师傅，说句关心的话也是应该的，同时也是在向秦怀茹求证。谢谢易叔关心了，李清洁给我妈拿了人参熬汤喝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临走时候还给拿了2斤红糖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她才好呢。秦怀茹这话一出，院里所有人都惊讶了，这简直是活菩萨啊！然后再对比一下刘广天。对了，刘广天你自己好好听听，上次你脑袋被打破，是谁当场给你掏的医药费？你就是这么报答你的救命恩人的。傻柱知道自己误会兄弟了，赶紧站出来仗义直言。这件事一提起，院里人更是怨恨的看
看着刘广天了，这小子三观不正，恩将仇报的，说他是白眼狼都是侮辱二哈了。刘海珠一看风向不对，院里人恐怕是连自己都恨上了。广福，给老子把他看牢了，等会儿再狠狠地收拾这孽畜。那个阿杰啊，这件事确实是广天做错了，人参和2斤红糖的钱刘叔给你出，你心里千万别在意啊。当着院里这么多人的面，刘海柱也不敢敷衍，忍痛掏了5张大团结，一把塞到李清杰手里。这钱掏的还是有价值的，院里人的眼神顿时和善了许多。一叔早就知道你是被误会的，秦怀茹怎么说也是我徒弟媳妇，这钱怎么能让你出呢？你可不许拒绝一叔啊，赶紧拿着。易中天也是鸡贼，这么好树立形象的时候，怎么能让刘海柱一个人风光呢？这50块钱花的一点都不亏。那行，今天的事到此结束，大家也早点回去休息。等等，易叔，我还有话要说。哦，这件事从现在开始就过去了，以后谁要是再拿这件事说事的话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一时间，李清杰算是风光无限了。大戏落幕，各回各家，他倒不急着回旅社，反而躺在宿舍等人上门来。刚才院里的一幕，他看在眼里，估计不少人要来找他呢。严老抠一家眼睁睁看着阿杰孤立无助，事后开始瑟瑟发抖。为了缓和关系，又把儿媳妇派出去了。爸，你说刚才咱们一家子都没替李清杰说句话，他以后会不会跟咱断了往来啊？别说于丽担心了，现在严守存心里更是没底啊。要说院里跟李清杰关系好的，除了傻柱就是他们家了，而且他们光是占便宜，根本就没什么付出过，而且现在一家都在人家那拿工资呢。小丽啊，要不一会儿你去找阿杰一趟，想办法把这个误会消除了。于丽神情一僵，早知道这严老抠会这么说，可是没想到他会这么直接。你当这小子的火气是那么好消除的吗？严谢成见老爹让媳妇晚上去找李清杰，心里肯定是不舒服的，但又不好反驳，毕竟他也惦记着李清杰那点工钱呢。媳妇呢，你可早去早回啊，晚上外面也冷。哼，用得着你说吗？你当我是过去跟人家闲聊啊？肯定是完成任务就回来啊！你要是不愿意就自己去，老娘还省得去费口舌了。别，好媳妇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赶紧去，我不催你回了。你记着嘴巴甜点，把那小子哄开心点哈。于丽清脆了一声，更加讨厌男人这副嘴脸了。而贾张氏这边刚回屋，又开始训起儿媳来了。秦怀茹，你跟老婆子说实话，你跟那小子之间到底有没有事？不是别的，主要是秦怀茹这漂亮脸蛋，不知道多少人惦记着呢。贾张氏就不信李清杰不动心，要是真有点什么，倒还好了，他以后又多了个人孝敬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婆婆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妈今天差点都快没了，你觉得我有心思想乱七八糟的事吗？除非你跪倒我儿子灵牌面前发誓，要不然我非打死你个狐狸精不可。秦怀茹脾气也上来了，倔强的看向贾张氏。那你打死我得了，人在做天在看，你把我打死后，到了下面我可要好好跟有为说说你是怎么对我的，我倒要看看，到时候有为会不会把你也带走。贾张氏也是有些怪异，见秦怀茹这么强硬，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。哎呀，儿媳啊，你也理解一下我这个当妈的辛苦。你说有为才走了几天，就发生今天这样的事，这不是让有为在下面过得不安宁吗？就连我晚上也别想睡好了。秦怀茹懒得搭理他，自从嫁过来之后，对这个恶毒婆婆的个性那是再清楚不过了，估计下一句就没憋什么好屁。儿媳妇啊，刚才你也瞧见了，院里的老一和老刘都给了那小子50块钱，你说那是给谁的？还不是看在有为的面子上，还有你娘生病的份上。那你说说，这钱是不是也有咱家一份呢？要不你去问问看，能不能给咱家分个一半啥的？秦怀茹毫不意外的点了点头，倒不是真的要去找人要钱，她只是想找个借口过去好好感谢一下李清杰罢了。无论是下午给他母亲治病，还是刚才话里话外的维护，这辈子怕是都还不完了。至于一会儿空着手回来，他倒不怕贾张氏去找李清杰对峙。李清杰这边总算也等到了今晚的第一个客人，傻柱憋了好久，还是决定过来跟阿杰道个歉。兄弟，今天的事对不住了啊，哥也是被那个疯狗给糊弄了。柱子哥，你话可别这么说，设身处地的想一想，要是换成我的话，不得当场翻脸吗？现在误会解除了，咱俩该咋处咋处。不过下次去你家蹭饭，可得给兄弟加个菜啊！人家主动来示好，总不能让话落在地上。这一来一回，也算是把那点隔阂给消除了。那行，兄弟先回去了，你也早点回那边休息吧。客套了2句，阿杰也没留他。傻柱前脚刚到家，秦怀茹就溜了进来。刚才贾张氏和他的谈话被李清杰听得一清二楚，系统加强的五感穿墙那是没一点问题的。他倒是想看看这俏寡妇是不是真来要钱的。秦姐，你咋来了呢？阿杰，不管怎么说，姐真心谢谢你，一定会报答你的恩情的。秦怀茹说这话就要下跪。哎呀，秦姐，你感谢就感谢好了哇，不许再玩下跪那一套了，要让人看见，说不准又说咱俩玩夫妻对拜呢。阿杰这一句话又把秦怀茹闹了个大红脸，他瞬间想到了新婚之夜发生的事。两人虽然没明，但是有实啊。姐，我看这样吧，你也知道我媳妇现在去湘江了，平时没什么事，我估计不会再回去。你以后洗衣服的时候，顺道帮我把脏衣服也给搓2下呗。我天天也是忙得没空。阿杰怕自己给的东西太多，让秦怀茹这个工具人感觉压力太大，干脆提点小要求，以后刷奖励也好顺理成章。那行，我先回去了，你早点休息啊。事情说完，秦怀茹就觉得有些尴尬，毕竟这里还没装修完，黑灯瞎火的，让她总是不经意想起那晚。秦姐，我咋听到那老太婆让你过来要钱呢？你空着手回去怎么交代啊？这可让秦怀茹尴尬了，自己婆婆说的那话简直就是不可理喻。我咋还能要你的钱呢？她也不敢拿我怎样的，以后我也不会再让着她了。
经过今天的事情，秦怀茹感觉以前自己错了，一味的忍让换不来婆婆的收敛，以后不服干就完了。可李清洁一脸郁闷，他是真想把那100块钱给他，奈何俏寡妇跑得太快，一溜烟就没影了。不是，这年头给钱都给不出去的吗？秦怀茹刚走，于丽就进来接了班。阿杰一眼就看出来他的来意，估计是担心以后占不到便宜了，过来好好安抚一下的。不过今天这一出也能看出来，这一家人还真不咋地，以后也要好好规划一下自己跟于丽的关系了。于姐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对于男人言语中的淡漠，于丽心中泛起一抹酸涩，牙齿不经意间咬了咬嘴唇。阿杰，姐过来想找你说几句话。算了吧，姐，这个点我要赶紧去旅社那边了，有什么事咱们改天再说吧。对了，姐，你出门的时候帮我把门带一下啊。李清洁装作要走，于丽慌了，赶紧把男人拦住。阿杰，是姐对不起你，给姐一个机会好吗？姐想跟你说几句话。姐，大晚上的孤男寡女在屋里不好吧？有什么事咱们白天再说。李清洁的语气依旧丝毫不动摇，好像是真的要跟于丽彻底断了关系一般。这话一出，于丽眼眶立马就湿润了。阿杰，算姐求你了好不好？姐这不是看到你跟他那个啥，心里不痛快吗？这样吧，姐答应你一个要求，什么要求都可以。于丽说这话的时候，脸都已经发烫了。不过她也知道李清洁一会儿要回旅社，不会提什么过分的要求的。要我原谅你也可以，不过嘛，我现在火气很大啊。都这个点了，媳妇咋还没回来？难不成那小子以后真的不打算跟我们处了？不行，我得出去看看。你去干什么？小丽肯定是在说好话呗。要是关系缓和不过来，明天还让不让咱做饭都不知道。院里会做饭的又不止咱一家。我这不是担心吗？你说咱刚才怎么就不站出来替李清洁说句公道话呢？好了，你也别想太多了。你媳妇那小嘴多巧啊，肯定能把那小子哄好的。说着话呢，于丽就捂着嘴回来了。快，给我倒杯水，渴死我了。媳妇儿咋这么晚才回来？你还好意思说？你知道李清洁刚才跟我说什么吗？人家对咱那么好，咱那么对他，明天就要换人做饭呢。你知道人家咋说你吗？那个林师傅说你工作不肯下力气，明天就给你辞退呢。于丽是个人精，知道自己这么一说，严家父子绝对不会再怀疑什么。那媳妇，你跟他说好了没啊？那还用问？老娘有失手的时候吗？好了，赶紧洗洗睡吧。下次遇到这种事，咱可得上点心，万万不能让李清洁心生嫌隙了。社团大佬来普想拿捏阿杰，不料下一秒就跪地求渣。只不过这针吧稍微大了些。眼看宿舍就要装修完了，阿杰这几天都在忙着找二手家具。虽然系统商城啥都能买，但要是家里全用崭新的，指不定就被人惦记上了。可这二手市场逛了一圈，愣是没有瞧上眼的。爷们，你说你这就没点好东西吗？净整些破烂玩意儿，哪是人用的啊？兄弟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好货咱也有啊，不过得去找李爷，他老人家脾气可不好，要是心情好，别说好玩意儿了，就算是进口货都能给你搞来，但要是赶上他心情不好，说不准还得挨顿揍呢。李爷就是咱这市场的经理是吧？不是吧，李爷你都不知道？你去打听打听，这4、9成出来混的，哪个不知道李爷啊？他当年可是社团的双花红棍呢。这样吧，兄弟，我确实想淘点好东西，要不你给引荐引荐。李清洁掏了包华子递给售货员，这小子见他上道，当即表示没问题。我可丑话说在前头，你小子要是运气不好挨了揍，到时候可别怨我。阿杰跟着小哥上了商场2楼的办公室，一眼就瞅见了老神在在的瘦老头。说实话，阿杰对这种人并不是很感冒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整个贝勒爷式的姿态，要是上面风向不对，第一个打的就是这种人。李爷，我来买点二手家具。李四没有说话，对他来说做不做生意不重要，关键得看人孝敬。不知怎么地，刚才李清洁这小子一上来就感觉他有些盛气凌人，心下顿时不悦。售货员见状拉了拉阿杰，爷们儿，咱要不先撤吧。李爷就这脾气，1楼那些东西挑吧也能用。李清洁可不愿意将就，双眼朝李四身上一扫，心里当即有了谱。间歇性呼吸困难，睡觉时憋气惊醒，还伴有咳嗽、咳痰、咳血的症状，多在夜间或者活动之后加重。话音刚落，李四那波澜不惊的眉头皱了皱，随即又舒展开来。曲国安，你小子又收了人家多少好处，跑到爷跟前来唱双簧来了是吧？给老子滚！售货员明显还没从震惊中缓过神来，李四的病症他知道，可他从来没跟人提起过啊。李爷你误会了，我哪敢在您面前耍花样啊？这小子说的应该是他自己推断出来的，我可什么都没说。李四的脸色顿时凝重了起来，一个闪身就到了阿杰面前。双花红棍的名头可不是白叫的，他只是老了，但动作还是灵活的。小子，既然你知道这病症，可是有认识什么人能够根治啊？李爷的病是常年累月练功积累的，寻常人能治标，却治不了根。要想完全康复，除非是失传的鬼手13针在线。李四的神情顿时激动起来。这么多年，名医他也看了不少，但能说出鬼手13针来的，这小子还是第2个。要知道第1位那可是位国手啊。曲国安，你先下去忙吧，有事我再叫你。支走了售货员，李爷一改常态，面容逐渐温和起来。小兄弟，看来你还真是有2把刷子了，不知你师承何人，能否给老夫引荐引荐？只要能治好这一身顽疾，这市场里的东西随你挑，老夫送与你又如何？李清洁心里偷笑，他哪里会什么鬼手13针的，纯属瞎编的罢了。他有他的倚仗，那便是系统空间里的那块玉，只要吸收能量，就能修复任何伤势。
李爷啊，叫老哥，叫老哥就行。好吧，李老哥，尹健老师我看就不必了，要不你转个身，我帮你扎几针，你感受一下不就知道了。你是说你会失传已久的鬼手13针？算是吧。其实传说中的鬼手13针只是个传说，真正的鬼手13针就是这个。这是真？没错，此针名为鬼手13。李老哥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李四吞了口水，纵使他叱咤江湖这么多年，也抵不过眼前这一针的震撼。死就死吧，不就是扎针吗？谁怕谁呀？来呀！李清杰笑了笑，将针对准位置，直接扎。你小子没搞错吧？谁扎针扎那里的啊？李四刚想挣扎，就感觉到局部一阵清凉，随后就是舒爽的感觉游走全身。其实阿杰这一针是完全没必要扎的，只不过之前看着老头嚣张跋扈，想要给他个教训而已。扎针的同时，他已经调用了玉佩1/3的能量，一抹白烟通过针头涌入身体。差不多半个小时后，阿杰才收了神通。李老哥，感觉怎么样？李四缓缓转过身形，望着阿杰的眼眶都有些湿润了，虽然局部还有些胀痛，但身体已经明显好多了。兄弟啊，你这恩情我李四记着了，以后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，我李四要是犹豫1秒，那我就不是个男人。先别高兴得太早，后面还得扎2次针才能做到彻底根治啊！还得扎那里吗？扎那里见效快吗？下次换个地方一样。那你不早说。李四幽怨地瞪了阿杰一眼，又不好怪他什么，拿出一根小黄鱼递给了阿杰。这也太多了。兄弟，还跟老哥客气什么？这只是诊金而已。还有这院里的东西，只要你看上的，统统拿去，算老哥送你的。去国安去叫几个板爷过来，帮小兄弟拉家具了。要说李四办事有多局气，看着手笔就知道了。送的家具都是紫檀木的，床、桌子、椅子、凳子，甚至还有一套西式壁炉，看得林师傅都傻眼了。这得花多少钱啊？都2手的，花不了多少钱。林师傅，这些东西就交给你了，壁炉给我装好点，要全屋子都铺暖管哈。别舍不得替我省钱，把士林自然是高兴的，这不又给他添了点工钱吗？很快，房子完全翻修好了，不仅全屋铺了地暖，就连地板上铺的都是玉窑金砖，甚至连卫生间的淋浴都能供上热水。毫不夸张的说，把士林确实是这方面的人才啊！这几天辛苦林师傅了，工人们的工钱都算好了吧？应该的。客套了几句，林师傅把工钱汇总报了个数，没算上老严家的饭钱，翻修这套房子用了整整1000块，在这个年代来说，已经不能用奢侈来形容了。跟把士林结完账后，李清杰又跑去了严老抠家，把做饭的工钱给结了。严叔，你可点啊，咱们当面算清楚。瞧你这话说的，严叔难道还不信你不成？那行，严叔我先走了。李清杰前脚出门，严守存立马就把钱拿出来数了一遍。儿媳妇，这是你的那一份，谢成这是你的。于丽那份工钱他是不敢扣的，倒是严谢成的那份抽走了一半，毕竟是亲爹啊。儿媳妇，李清杰那房子不是翻修好了吗？他那些2手家具冬天坐上去可冷了。秦怀茹有些不解，这老婆子平时不是和阿姐不对付吗？怎么关心起这个来了？他肯定会弄些靠垫、软枕头什么的。你说他一个大老爷们哪会缝这些啊？你去把这活接了，那小子出手大方，说不定能挣几块钱呢。纵使严守存是个占便宜的高手，可在贾张氏面前依旧不够看。秦怀茹想了想，也点点头。他倒不是想挣阿姐的钱，只是这个法子多多少少能还点恩情。只不过婆媳俩不知道，还有个人也是这么想的。2个小媳妇抢着给阿杰缝靠枕，没想到刺鞋里又蹦出一个小妹妹，真是3个女人一台戏啊。青姐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李清杰前脚刚进了屋，秦怀茹就跟着过来了。他可不认为就前2天帮了他一次，就能把这俏寡妇的放心给俘虏了。那些家具冬天坐上面可冷了，你家里有棉花和被面子没？我帮你缝几个靠枕啊。秦怀茹自然没有提工钱的事，只不过她有些担心自己这么主动，这个男人会不会误会点什么？姐你可真细心，那肯定不能让你白帮忙的。我明天就去弄点棉花和好的被面，果然还是别人的媳妇好啊，这真是体贴细心到了极致。交代完，秦怀茹也没逗留，一扭腚就走了。怎么样，那小子答应了没？他说不会让我白帮忙的。秦怀茹倒是想说自己不要收工钱，可缝靠枕要用到家里的缝纫机，要是真不给钱，怕是这老婆子又要闹事了。到时候找阿杰少要一点吧，多给的我也不要。小丽啊，李清杰那些家具冬天坐上去可冷了，他估计得请人缝一些坐垫，不如一会儿你去问一下，说不定又能挣几块钱工钱。严守存有时候都佩服自己的脑子，简直是天生为了挣钱而生的。那我去前院转一圈。于丽也正好打算试探一下，要是阿杰拒绝了，那他们之间的关系怕是就有了隔阂。这种事严谢成自然不敢有意见，何况缝坐垫这种活在自己家就行，还能挣上几块钱。阿杰刚从商城里买了点饭菜对付2口，就见于丽走了进来。这个点外面也差不多天黑了吧？于丽这小媳妇天天晚上来找我，真不怕院里人和家里人多想啊。于姐，你来的正好，顺便帮我把屋子拾掇一下呗。用起这小媳妇来，简直一点心理压力都没有，根本不带客气的。知道了，老爷。于丽乐的李清杰不跟他客气，要真的客气，那不代表关系疏远了吗？老爷，你这房子可真漂亮啊！你这家具……于丽把这烫过来的目的提了一嘴，李清杰愣了一下，不好意思啊，姐。
刚才你还没过来的时候，住在隔壁的秦怀茹主动找过来，说帮我缝一些靠垫啥的，说是为了感谢我那天帮她，所以我就没拒绝。听到这里，于丽那一颗提起来的心可算是放下了，原来是有人抢活了，并不是李清洁想断了关系。姐，你天天大晚上的找过来，就不怕谢成哥多想啊？他多想什么？反正是他爸让我过来的。那他怎么一直在门口杵着呢？李清洁眼力惊人，即便外面现在乌漆嘛黑的，她一眼就瞅见了树下站着的严谢成。于丽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原本还有些羞涩的俏脸立马冷了下来。严谢成本来是躺在床上休息的，可想着前2天院里发生的事，总感觉自己头上有些沉。就在他打算不顾一切冲进去的时候，自家媳妇竟然出来了，这才把心放进了肚子里。我这可算是突击检查了，这都没事的话，肯定就没事了。于丽笑着跟阿杰道了别，转头立马黑了脸。媳妇儿，今天晚上也没个月光，我怕你晚上看不清楚，过来接你一下。于丽垮着脸没理他，直冲冲的往家里赶。媳妇，你别走那么快呀，等等我。严谢成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，今天要是哄不好，估计明天天一亮就得回娘家。媳妇儿，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除了担心你真没有别的想法。严谢成，你哪怕直说怕我跟你戴帽子，我都敬你是条汉子。看看你现在，除了会拿谎话骗我，你还能干什么？难道今天晚上是我主动去找李清洁的吗？还是以前哪一次是我主动的？我每次舔着脸跟人家说好话，嘴皮子都快磨破了，回家里还要受你冤枉。媳妇，我错了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好不好？街坊邻居都还没睡呢，咱们有什么话回家再说。哼，我也不想跟你吵，明天早上我就回娘家去，我都不待在这个院里，你总不能怀疑我给你戴帽子了吧？听到于丽平静的语气，严谢成这是真的慌了，可他也没办法啊，就这么冷冰冰的熬了一夜。第2天一早，于丽就回了娘家。你个死小子，快去把他追回来啊！爱回不回，就他那脾气，谁受得了啊？最好是一辈子待在娘家，别回来。你这兔崽子说什么混话呢？小丽要是真不跟你过了，我看你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媳妇去？严守存骂了2句也不管了，都在气头上，指不定这小子啥时候就开窍了。今天他还得去钓鱼呢，4、9成的天说冷就冷了。阿杰特意从外面拖了车煤回来，准备扔壁炉里取暖用。兄弟，买这么多煤啊？趁着降温前把东西都准备好，免得等下大雪的时候排队都买不到。说的也是，还等到过些日子，咱也得把煤给置办好了。对了，柱子哥，今天晚上你有空没？我屋子装修好了，打算请院里的人吃饭，我那手艺肯定比不上你，要不你看？多大点事啊？放心，你把材料准备好就行。那我把煤码好就去。哥们帮你一起吧。李清洁骑着车出门找了个角落，从系统商城里把菜就给买了。可这么早回去也不是个事啊，突发奇想的就去百货商城逛逛，刚进去就遇到了于丽姐妹俩。真巧啊，于姐，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。这不是上次在路边那个骑着凤凰牌自行车的大帅哥吗？坐他后座的是他媳妇吧？他居然跟姐姐还认识。于海棠不知道，其实他后座上坐的正是身旁的亲姐姐。是挺巧的，你一大老爷们来这逛街，就是为了买几块糕点吗？这不是没事干嘛，出来转一圈也没啥买的。于姐旁边这么大一美女，不给我介绍下吗？李清洁当然知道她是于海棠，但还是得装作不知道。对于她的夸奖，于海棠心里是欢喜的，主要是这男人长得太板正了，但凡是个小姑娘看了都觉得顺眼。这个是我亲妹子于海棠，她还是你们厂里的播音员呢。二姐，你在钢铁厂上班的时候应该听说过，我妹妹可是钢铁厂里有名的厂花呢。这可真是久违了，我还没进厂上班呢，就听说过钢铁厂厂花的名头了。今天可算是见到本人了，难怪于姐这么漂亮，感情是厂花的姐姐啊。海棠，二姐也是在厂里上班的，不过是采购科，她跟姐姐住一个院里，人可好了。于海棠没想到这个大帅哥在姐姐眼里评价这么高，平时聊起那个姐夫，姐姐永远都是吐槽和埋怨。于姐，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啊？平时在院里也都是大家照顾我。对了，于姐，今晚我请柱子哥烧一桌菜，宴请一下帮忙翻修房子的各位，你可一定要来啊！要是让于丽天天待娘家，李清洁也过得不舒坦。听她这么一说，原本不打算这么早回去的于丽，现在也有些动摇了。于姐，你们俩先逛吧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对了，这份糕点无论如何你得收下啊！于丽有心想拒绝，奈何阿杰扔下糕点就走了。姐，这个男人对你这么大方，刚买的糕点还没来得及拆呢，就给你了，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？你这死丫头说什么呢？你姐是有男人的，你觉得这种话说的合适吗？于丽虽然心里发慌，但是不能表现出来，要让妹妹发现什么端倪，那就真的完了。姐，我就是开玩笑嘛，追我的男人也是这样对我的呀。再说了，我姐长这么漂亮，被人喜欢也很正常。哼，你还说我呢？那么多追求者就没遇到一个合格的。刚才出门妈还跟我说了，让我问问你是啥想法。哎呦，我妈天天就会拿这个说事。对了姐，就刚才那个李清洁，她结婚了没？于海棠见过那么多男人，这李清洁还是唯一让她动心的。万一呢？万一上次坐她后座的是她女友呢？万一2个人现在分了呢？见到自己妹妹对李清洁有兴趣，于丽心里立马升起一丝怪异的感觉。要是阿杰真跟妹妹成了，那我算啥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他老家好像是乡下的，应该结婚了吧？姐，你别应该啊，你帮我打听打听，你和咱妈不是一直催着我结婚吗？我就相中这个男人了。姐，今天晚上你不是去他家吃饭吗？你把我也带上呗。你来真的啊？为了试探阿杰，严谢成竟然装醉，还好小姨子成了挡箭牌。
李清洁驮着物资回到院里，刚好撞见严守存钓鱼归来，每次就钓那么2条小鱼，也不知道他在坚持些什么。爸，你总算回来了，快把车给我，我去接小丽。严谢成生怕老爹不给，直接上手就抓住了车把。你小子不是嘴硬不去吗？现在这又算什么？来不及跟您解释了，一会儿还得去阿杰家吃大餐呢，我赶紧去了哈。严守存一愣神的功夫，儿子已经骑着车杀出去了。你慢点骑，遇到坑坑洼洼的别死命蹬。对于严老抠来说，自行车比他儿子珍贵多了。李清洁看到这一幕，只是笑了笑，打了个招呼就进了屋。严守存就纳闷了，请吃饭怎么不叫上自己呢？刚洗完澡休息会儿，第一个客人上门了。原本以为是傻猪过来做饭的，没想到竟是秦怀如这俏寡妇。你那个棉花和被面准备好了吗？我拿回家帮你缝靠垫。李清洁一愣，自己倒是把这事给忘了。姐，你自己倒杯麦乳精喝喝，去壁炉旁边烤火，棉花在上边呢，我去拿给你。秦怀如一边喝着麦乳精，一边打量着阿杰的房子。他是刚洗完澡吧？屋子里暖暖的，还有一种清香的气息。要是我也能在这里洗个澡就好了。天气转凉之后，秦怀如已经1个星期没洗过澡了。可自己一个寡妇，在人家大小伙子家里洗澡，想什么话？所以她也只是想想罢了。秦姐，你看着来就行，不用给我省棉花，往靠枕里面多塞一点。对了，姐，晚上我请院里的人吃个饭，你记得一定要来啊。镜头转到严谢成这边，他已经在于丽娘家门口跪了1个小时了。二女总算是走了出来，看着面色不善的小姨子，严谢成尴尬的打了声招呼：“媳妇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跟我回家好不好？昨晚的事以后再也不会出现了，我向你保证。”他还以为是自己的真诚道歉打动了于丽，其实是于丽答应了李清洁回去吃晚饭。要不是答应了阿杰，就凭你这空着手的态度，还想让老娘回去，一边鼓捣针线活去吧。姐夫，那我跟着姐姐去你们院里玩，你不会不同意吧？面对小姨子的神助攻，严谢成哪里敢拒绝？很快，3人就一起回了4合院。趁着交车的功夫，严守存拉住了傻了吧唧的儿子。海棠那丫头咋来了？他听说阿杰请咱吃饭，想过来凑凑热闹。那他跟阿杰那小子碰过面没？应该没见过吧？刚才进院的时候，阿杰家门也是关着的。爸，你问这个干啥？你说呢？平常你啥时候见过海棠过来玩？而且为什么偏偏挑这个时候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丫头是冲着认识李清洁来的？啊！不可能吧？虽然阿杰他确实长得高大结实，帅气又多金。说到一半，严谢成说不下去了。老爹说的对呀，以李清洁这么优秀的条件，被自己小姨子瞧上也不是没可能啊。平时总是听媳妇儿说，好多领导儿子想请小姨子吃饭，人家连搭理都不带搭理的。严谢成越想越觉得可能，心里忍不住对李清洁升起一丝羡慕。俗话说得好，小姨子有半拉是属于姐夫的。当然，对于海棠，他可不敢有这样的奢望。今晚你过去吃饭的时候，好好观察一下。要是于海棠真的对阿杰有想法，那咱就想办法撮合一下。你要是跟他成了连襟，以后还愁找不着工作吗？哦，对呀，就是不知道人家到底有没有媳妇儿，也没听他提起过。不是说前院那个秦怀如跟李清洁住的村很近吗？你就不会去打听一下啊？严谢成悻悻然点了点头，要他去跟俏寡妇说话，那是半天都憋不出来个屁的。到时候还是让媳妇去问问吧。终于开席了，4个大美女往哪儿一坐，桌面上什么菜都已经不重要了。傻猪乐呵呵地盯着俏寡妇看，刘广福一脸羞涩，但眼神在4女身上不停摆弄着。许大棒子更是淌口水都快掉出来了，身旁的罗小娟冷哼一声，这才让他想起来自己是有妇之夫。来来来，大家都别客气啊，吃好喝好，咱大老爷们都整西凤。于姐，你们就喝点果酒得了。酒过3巡，严谢成又趴了，许大棒也晕晕乎乎的。那啥，阿杰，我和你嫂子就先回去了。对了，天气已经降温，这2天你想办法搞点肉，我让你嫂子帮你灌肠啊。难得他醉醺醺的还记得这事。秦怀如见许大棒他们走了，本打算起身溜掉的，可看见屋里杯盘狼藉的，就主动留下来帮忙收拾一下。于姐，我大晚上的让海棠一个人回去，我不放心。姐，麻烦你帮忙把海棠送回去行不？于丽虽然不希望妹妹和她独处，但这会不得不支开她。李清洁一开口，于丽就以为他是想趁着送严谢成回去，对自己做点什么。要是以前还行，可这次严谢成明显实在装醉。至于为什么，那是不言而喻了。有啥麻烦不麻烦的？海棠可是咱钢铁厂厂花呢，有多少人争着抢着当护花使者都没机会。其实阿杰早就发现严谢成装醉了，只是没想到于丽也这么聪明。那广福，一会儿就麻烦你了，外面天也快黑了，我先把于海棠送回去。对了，于姐，果子酒楼上还有些，回去的时候自己拿点吧，千万别和我客气哈。李清洁交代了几句，就带着于海棠出门了。于丽趁着这会功夫，跟秦怀如聊了起来。秦姐，听说你和二姐住隔壁村，那你知道她结婚了吗？于丽这么一问，秦怀如就知道她想干什么了。刚才吃饭时人多都没注意，这于海棠特意来蹭饭的，难不成真对阿杰有意思？秦怀如把阿杰的事说了一遍，但是特意隐瞒了他媳妇被带回湘江的事。至于为什么，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。果然，好的男人永远不会流进市场。看来我那妹妹估计要伤心一段时间了。此时，李清洁和于海棠一前一后骑着车，气氛明显有些尴尬。李清洁，你那房子翻修的好漂亮，估计花了不少钱吧？还行吧，就是想住的舒坦一点。正所谓神女有意，襄王无情。小丫头被阿杰的冷淡弄得有些懊恼，自己堂堂厂花都主动找人家聊天了，可这小子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，顾左右而言他，完全对自己不感兴趣。厂花也是有骄傲的好吧，倒贴到这个份上已经很难得了。
那就送到这里吧。前面那个院就是我家了，今天麻烦你了。于海棠客套了一句，语气明显没了刚才的热情。李清洁也不解释，掉个头就朝四合院走了，脑袋里面一直想着系统绑定人的规则。为什么这小丫头一直没上榜？难道系统这玩意儿有什么癖好？行了，广福，就把你谢成哥放着吧，等他醒了自己回屋，免得一会儿土屋子里。刘广福一翻手，把装醉的严谢成放在该沿上，客套了几句就走了。你喜欢装是吧？那今晚你就跟这儿睡吧，老娘可不惯着你。于丽的气还没消呢，这严谢成又整起了幺蛾子，直接进屋把门反锁上。听到锁扣的声音，严谢成直接傻了。这大半夜的，街坊们都睡着了，他又不能使劲敲门，只能小声对着门缝求饶。媳妇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放我进去吧，外面冷啊。叫了半天没回应，严谢成绝望了。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时间一晃，又是一个发工资的季节。李清洁领了薪水，早早回了四合院。没想到刚进门就看了一场大戏，贾张氏正赌着秦怀茹要工资呢，而且是一分钱都不给人留啊。秦怀茹哪里肯，他还想着攒钱给阿杰还呢，于是推了老婆子一把。贾张氏见状，往地上一坐，又开始嚎了起来。老天爷，你睁睁眼哦！这儿媳妇大逆不道，想要我的命啊！有为啊，你在天上快看看咯！你这媳妇欺负你老娘啊！恶毒婆婆狠心抢夺儿媳工资，结果被李清洁一句话破了防，冲上去就要挠她。老婆子的哭闹声很快就把院里人都吸引了过来。易中天，你可是有为的师傅，有为这才走多久啊？他的媳妇儿就想要我的命，这事你可得管啊！贾张是在地上连哭带唱的，中气十足，哪有半分受伤的模样？看得易中天眉头紧皱，要不是年轻时候那点破事，他还真不愿意管这恶婆子。大妹子，你先别喊了，有什么事咱解决不就成了？喊那么大声，平白让别院的人听见看笑话。我不管，你既然是有为的师傅，就有责任帮他管教媳妇。今天你必须给个说法，要不然老婆子我就不活了。老寡妇，你乱吵吵个啥？人家怎么就对你不好了？你这不吃的白白胖胖的吗？还一哭二闹三上吊个什么劲？傻柱不愧是傻柱，见到心上人受了委屈，立马就站出来骂人了。柱子怎么跟长辈说话的？还不赶紧把你贾大妈扶起来！这么冷的天躺地上，要是再冻出个好歹来……傻柱想了想，还是照做了，毕竟以后还得这老婆子搭桥呢。大家伙，你们给我评评理，我儿媳这工作是不是从我儿子那里借过来的？所以这个工资是不是应该交给我保管？我刚才问他要，他竟然狠心把我推倒在地。你们说天下有这么当儿媳妇的吗？贾张是简直老脸都不要了，只要给秦怀茹扣上个不孝的帽子，以后还不是任他拿捏吗？没想到话音刚落，脸上就挨了傻柱一巴掌。你这老寡妇满嘴臭屁，凭什么工资要全部给你上交？这钱难道不是人家秦怀茹辛辛苦苦挣回来的？人家苦主都还没说话呢，他就急着跳出来出头了。关你傻柱狗屁关系啊！就你这倒灶玩意儿，还想惦记我儿媳妇？我呸！瞅瞅你这邋遢的样子，屋里没镜子，你还不会撒泡尿照照啊？骂人傻柱哪里比得过贾老婆子？气得他手一抬又要动手。柱子，你给我住手！这事儿跟你有啥关系？不想看热闹就给我滚回去！易中天还是有眼力见的，傻柱在这种公众场合下替秦怀茹出头，只会把俏寡妇越推越远。秦怀茹，你来说说，你妈说的是真的吗？妈，你刚才说的那些话，你自己不觉得背良心吗？什么叫我推你？难道不是你想抢我的工资，没抢到自己摔倒的吗？是我这份工作是顶替的贾有为的，可要是没有我，你觉得能留住这份临时工吗？还是说你自己去顶？我每天起早贪黑的去上班，回来还要给你洗衣做饭，难道挣的工资就没我一分吗？秦怀茹说着说着哭了，心里的委屈加上自己的遭遇，这本就年纪不大的俏寡妇背不住了。怎么给我洗衣做饭，不是你这个当儿媳的应该做的吗？反正这个工作是我儿子有为的，你必须一分不留给我上交来。贾婆子认准了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易中天也只能从中调节，不能强制干预。一时间局面竟这么僵了下来。李清洁一直站在旁边看热闹，心里还笑话人家太优柔寡断。偏偏这个时候，秦怀茹的眼神鬼使神差的投到了他身上，也许是打心底觉得他才是自己真正的男人吧。那一说我来说两句的，免得大家都在冷风里站着。听到李清洁开口，贾张氏顿感不妙，就要开口制止，可他那里堵得上阿杰的嘴。这样吧，秦姐，既然你辛辛苦苦一个月还拿不到1分钱工资，那咱还干他做甚？直接不要了呗，反正只是一份临时工而已。你就直接回娘家去，正好这段时间婶子也需要照顾，虽然免不了要被村里人议论，但总比在这里受委屈强啊。李清洁这招釜底抽薪，把人看懵了。这年头都把工作看得比命重，更别说是国营大厂的工作了。所以第一时间秦怀茹还没反应过来，听他这么一说，好像还真是这么个道理。李清洁，你个挨千刀的，我们家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看老娘不撕烂你的嘴！贾张氏还指着这份工作将来传给孙子呢，要是真弄得人财两空了，他甚至敢跟李清洁拼命。可真当他冲到李清洁面前的时候，那抬高的手却怎么也挠不出去。主要是阿杰那表情有些吓人，站那里也不动，就死死的盯着你，感觉自己下一秒就会贴在墙上，扣都扣不出来。有为啊，你在天上可看看吧，咱家自从没了爷们以后，谁都来欺负娘啊！
你自己瞅瞅啊，娘现在过的是什么苦命的日子啊！明眼人都知道这老婆子是在使坏，想要拉踩李清洁的名声，可外院的人不清楚啊，被他这么一嚷嚷，阿杰岂不成了欺负孤儿寡母的人了？妈，你要是再这样胡搅蛮缠的话，我明天就不去上班了，我要回娘家。秦怀茹可以忍受自己受委屈，可把李清洁牵连进来，她实在有些不好意思，立马站出来表明了立场。还别说，这招真管用，把假婆子治得死死的。大妹子，我徒弟媳妇也没错，你说人家辛辛苦苦上1个月班，最后一份没落下，图个啥？我看这样吧，每个月领了工资之后上交一部分，孩子自己留一部分当零花钱。你们要是同意的话，干脆就1人1半。易中天的这个办法其实有些偏袒贾张氏了，毕竟他啥也没干，就能分走1半的工资。秦怀茹想了想，也不是不能接受，只要自己省着点，不仅能把李清洁的钱还上，还能接济一下老家的爸妈。可他同意，贾老婆子不愿意啊。我不同意，这是我儿子的工作，凭什么他要分走1半？这一篇言论彻底把易中天给气疯了。好话歹话都跟你说清楚了，既然你还这样，这件事你们自己处理吧。秦怀茹也没废话，直接转身就要回屋收拾东西。这下贾张氏是真急了。等等，儿媳妇你先别回去，我同意还不行吗？眼见势不可为，老婆子终究是服了软，旁边的傻柱都看呆住了。要是刚才出主意的是自己就好了，没想到李清洁这小子法子这么多，竟然几句话轻松解决了，以后还得多多请教才行。一场闹剧就这么结束了。可今天的热闹才刚刚开始，按照惯例，每次发了工资之后，严守存都会把肉票、细粮票拿去黑市，还点粗粮票回来，这也是他一个7级钳工，月月见不到荤腥的原因，都是自己扣的。可今晚正巧赶上市场严打，黑市的人听到消息都跑了，就他和票贩子跟那拉扯着。那票贩子拿了票就想跑，严守存哪里肯放，结果2人都被抓了。你们抓我一老头子干啥？我就是睡不着，出来瞎转悠的。都被抓现行了，人家谁还管他啊？不过要说这老头胆子也大，趁人不注意直接撒腿就跑，结果下一秒就……你们是严守存的家人吧？是这样的，严守存涉嫌投机倒把，被抓现行，死不承认，还拘捕，罚款200。你们准备好筹钱赎人吧。严谢成一听这消息，差点气晕过去。原本老老实实被抓进去，顶多就是批评教育，搞个几天学习，结果他倒好，直接搞出个拘捕，200块钱啊，这得能买多少肉，多少好烟了？还愣着干啥？赶紧去取钱赎人啊！媳妇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钱都被爸存银行里吃利息了，现在一时半会儿的根本取不出来啊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于丽现在是恨透了这严家父子了，老的整天抠门惹麻烦，小的屁用没有就知道哼哼。媳妇，要不咱先找院里人借吧，等过段时间再还。我去找一叔，你去找李清洁。一提到这，于丽直接炸了。严谢成，你什么意思？这日子不想过了是吧？不是啊，媳妇，你可千万别误会，我没别的意思。你也知道我跟那小子不对付，万一借不到钱，岂不是把事给耽搁了？你平时跟他关系好，就麻烦你去找他一趟呗。现在人都上班去了，只能等晚上了。